张三营及尔哈郎园。总管以下长议卫行宫，稽查陈设。迁总以下长典守器物。稽查内为董帅范扫。原名原总管事务大臣，吴原县。特检。其属郎中、主事各1人，员外郎2人，院臣6人，6、7品兼用。院副时有6人，7、8品兼用。委属院副时有3人，9品衔。银库、器皿。库委属库长1人，库守时有6人，笔帖试时有4人。雍正元年，至总管大臣，有协理事务官，或奏派，或减授，无衡额。明年，至总领6人，乾隆16年，长春园建成，至6品1人。24年改院丞。32年增西春园6品1人。46年增春熙院7品1人。嘉庆7年省春熙院1人入西春园。16年改畅春园7品1人为本园院副。咸丰10年省6品2人。光绪30年省6品1人。副总领时有2人。乾隆8年增7品、8品各1人。16年增长春园7品、8品各1人。24年改院副。39年增启春园7品1人。45年增春熙院8品1人。嘉庆7年省春熙院1人，改为本园额缺。16年复省畅春园8品1人，改为本园额缺。道光2年省畅春园4人入启春园。咸丰10年省7品2人、8品3人。光绪30年省7品1人、8品2人。7年定总领为6品带兰陵，后6、7品兼用。副总领7、8品半之。PG 487。乾隆6年至委属副总领2人。16年增5人。32年改为属院副，复增9人。嘉庆16年增2人。咸丰10年省2人。光绪30年省3人。8年至主事1人。14年至库长1人。38年定为6品，增7品1人。光绪30年具省。委属库长1人。32年增1人。38年省1人。库守6人。46年增时有2人。咸丰10年省2人。22年增至委属主事1人。光绪30年省。明年定协理事务郎中、员外郎各1人。道光2年改畅春园郎中为启春园郎中，咸丰10年省，并省其员外郎1人，令专司掌春园事。畅春园总管大臣，吴原县。特检。其属院丞3人，6、7品兼用。院副5人，8品。委属院副6人，9品衔。笔帖试3人。康熙间至郎中1人，道光2年省入启春园。8品总令3人。43年增西花园2人。乾隆5年省1人入静明园。
2。14年改院丞。32年改授6品1人，7品3人。嘉庆16年审7品1人，5品及总领10人。43年增西花园1人。干隆5年审1人入晋明园。32年改尾署院副，额定时有6人。嘉庆12年审2人入圆明园。道光2年审4人入启春园。29年至总管大臣。乾隆32年至8品院副6人。嘉庆16年审1人入圆明园。颐和园、晋明园、晋怡园总管大臣，无原县。特简。其属。郎中1人，员外郎3人，院丞时有7人，颐和园时有1人，晋明园、晋怡园各3人，并6、7品兼用。院副2时有3人，颐和园时有3人，晋明园6人，晋怡园4人，并6、7品兼用。尾署院副7人，晋明园3人，晋怡园4人，具9品衔。笔帖侍时有4人。乾隆15年，瓮山命名万寿山，建行宫，改金海为昆明湖。明年更名清漪园。光绪14年更名颐和园。至8品衔。尾署总崔1人。48年升6品院丞。16年至总理大臣监。PG 488。领晋明园、晋怡园事，并6品总领1人。19年增6品2人。24年改院丞。嘉庆5年审1人入晋明园。10年增6品2人。光绪14年后，移晋明园6品4人、7品6人，更续制为本园。员额。30年审6品、7品2人。7品、8品副总领各2人。18年增7品6人。24年改院副。咸丰10年审8品1人。光绪14年后，移晋明园8品8人，更续制为本园员额。30年审8品4人。8品崔总1人。24年改崔长。46年升6品衔院丞。48年定6品制。18年至尾署副总领时有2人。巡审6人。咸丰10年审2人。光绪30年审4人。22年至员外郎1人，兼司晋明园事。26年增1人。嘉庆4年至郎中1人，协理3园事务。明善堂、关庙堂、西爽村并立之。其园外建远堂、早建堂、畅观堂、景明楼、凤凰墩。至晋阁、根之图、右功德寺，并由大臣领本处官陈其事。玉泉山晋明园初为诚心园，康熙31年更名。至5品及总领1人。乾隆5年增1人，8年定至7品。24年改院丞。34年增6品1人。嘉庆4年增6品1人，明年又增6品1人。道光23年审7品1人。光绪13年增6品4人、7品6人。后审入颐和园。
副总领2人。康熙30年增1人。乾隆5年增1人。9年省入境议员1人。18年定制8品。24年增8品。1人，改为院副。34年增8品2人。嘉庆5年增至7品2人。道光23年省8品1人。咸丰10年省8品1人。光绪13年增8品8人。后省入颐和园。乾隆24年至尾署副总，领2人。34年增2人。嘉庆5年增1人。道光23年省2人。晋议员初为香山行宫。乾隆12年更名。乾隆9年置。员外郎1人。道光23年省副总领2人。24年改院副。10年至8品总领1人。12年增1人。16年定至7品副，增1人。24年改院丞。34年增7品1人。46年增 PG 489。宗敬大昭庙6品1人。嘉庆4年增7品2人，巡右增1人。道光23年省6品1人，7品2人。5品及副总领1人。12年增1人。16年定至8品，副增1人。24年改院副。14年增8品1人。46年增宗敬大昭庙7品1人。48年增普觉寺7品1人。道光23年省8品3人。咸丰10年省8品1人。26年至尾署院副6人。34年增2人。10年增2人。道光23年省4人。咸丰10年省2人。御传处统领大臣吴元宪。监管司员1人，笔铁侍2人。8品司将1人。8品水手崔长4人。8品往护崔长2人。乾隆16年改元明元清一元豫州事务设豫州处，至统领大臣以次。各官。明年至8品水手崔总3人。31年增1人。8品往护崔总1人。嘉庆4年增1人。24年改崔总为崔长。管理养鹰狗处大臣吴元宪。养鹰要处统领2人。侍卫内检捕。兰陵侍卫头领、副头领各5人。6品官带。养狗处统领2人。兰陵侍卫头领5人，副头领10人。6品官带9人。7品1人。笔铁侍6人。初设养狗处及鹰房、鸭谷房。乾隆11年改房为处。31年才养鸭谷处，其原额并入鹰上。咸安宫官学管理事务大臣、本府大臣内特检、协理大臣。各部院满尚书内特检各1人。总裁满洲2人，汉4人。汉林院读讲学士、詹事府少詹以下兼充。翻译教习6人。
8期满。蒙汉军举贡升监考充，卿与教习，满州3人。弓箭教习，满州4人。本府内挑补。汉书教习，汉9人。进士、举人考补。比铁士1人。雍正7年，至蒙古官学管理事务大臣1人。李藩。院尚书简充。总裁3人。李藩院司元充。教习，蒙古2人，俄外1人。乾隆13年，至景山官学总管4人。本府司员监充。繁译教习，满洲9人。本府内考补。汉书教习，汉史有2人。举贡内考补。康熙24年至以上3学，据光绪30年后审。PG 490。又出至有回，免官学总管2人，本府司员监充。教习回子。回子左领下派充。缅自缅甸人派充。各2人。长房官学教习。满洲2人，本府比铁士内检补。蒙古1人。理藩院比铁士内资补。先后具审。武英殿总裁，满汉各1人。尚书侍郎内检。提调2人。纂修内奏充。纂修时有2人，协修10人，翰林官充。比铁士4人。上寺院监管大臣，吴元宪。卿2人。正3品。其属堂主。侍2人，尾属主事1人，左右2司郎中1人，掌左司印。右司员外郎管。员外郎各2人。主事、尾属主事各1人，内章。家口直年1人。比铁士时有1人。阿敦侍卫时有5人。司安常3人，正6品。副长2人。6品衔。蒙古医师长3人，正6品。副长2人。8品。牧长2人，出5品级。雍正元年定正7品。副长5人。8品。旧长、属主事各1人。雍正元年各增1人。12年省，乾隆22年复固。光绪30年省。雍正6年，清。制定3品。乾隆11年，至蒙古医生头目2人。43年额定3人。14年，定清额2人，一用侍卫，一用内府官。23年，至8品顶戴司安常2人。39年定拜堂阿补放者给6品。衔戴兰陵。45年额定3人。嘉庆6年，依左右司隶。堂上令侍卫监司。武备院监管大臣，吴元宪。卿2人。正3品。郎中1人。主事2人。南安、北安、甲、詹4库员外郎、6品库长各2人，尾属6品库长各1人。散房长盖，正6品。乾隆44年。赏戴兰陵。副长盖8品。账房处司卧3等侍卫衔16品俸。副司卧6品直衔17品俸。各3人。备公处司公
6品直衔，17品俸。乾隆44年赏戴兰陵，副司功8品直衔，备荐处司使、副司使各2人，直衔同备公处。健将头削皮。PG 491。熟皮、安板、冉瞻、沙和瞻作诸司将及穿甲官头目各1人，还作司将2人，具8品。5品及库长6人，库守30有2人，比铁士20有4人。清掌4库工作，修造器械，陈设兵仗。凡车驾出入，官属。夫高见以从。郎中、主事长库躺出纳，章奏文仪。北安库长御用安配、伞盖、卧木、伞房、帐房、安板作荔枝。南安库长官用安配、皮章、羽缨、绦带、熟皮作荔枝。甲库长盔甲、刀杖、旗道、器械还作荔枝。詹库长弓箭、靴鞋、毡片、头座。靴皮座、沙和毡座、帽座、杂活座、帽座以下至领崔各1人。荔枝出明安楼，至3骑侍卫3人宗骑士。所属员外郎4人。康熙15年、45年俱增3人。库长3人，顺治11年定6品。康熙15年增3人，45年增2人。库守20有4人。康熙15年增10有8人。36年增4人。45年增10人。詹库、工匠顾山达、尾属顾山达各3人。亦约弓箭协领。康熙11年增至备荐顾山达1人，亦约备荐协领。21年定功。将顾山达7品，38年定备荐顾山达8品。乾隆29年，更名司功、司使，尾属者曰副司功、副司使。44年定司功。司使6品直衔，副司功、司使8品直衔。光绪30年各省1人。掌伞总领2人。康熙33年增1人。乾隆24年更名掌盖。帐房头目、尾属帐房头目各3人。康熙27年定头目为7品。乾隆3年定尾属头目8品直衔。24年改头目为司卧，尾属者为副司卧。36定司卧6品直衔，副司卧7品直衔。顺治11年更名兵帐局。18年更名武备院。康熙9年，沙和瞻作治崔总1人。乾隆24年改司将。下同15年，分设安、甲、瞻3库，至5品及库长3人。43年增2人。45年增4人。明年以执掌事务侍卫1人掌印。21年 PG 492。至郎中1人，并定环座、亮铁座、原制环座、亮铁座崔总6人。27年省环座3人。光绪30年省亮铁座1人。瞻座崔总制8品。37年分安库为南北，增至头座崔总1人。亦曰明低长。
39年，置削皮作崔总。明年，置熟皮作崔总，并定其品质。复置川甲关头目1人。由拜堂阿内委放。乾隆8年定8品职衔。61年，置伪署主事1人。雍正12年省。乾隆22年复故。雍正6年，以执掌事务侍卫为3品卿。甘隆14年，定卿额2人，仍管议大臣。奉承院监管大臣吴元宪，卿2人，正3品，郎中1人，员外郎4人，主事1人，院丞10人，6品，院副使有9人，9品，伪署院副10人，比铁士使有5人，天坛斋公院丞6品1人，6品衔1人，院副各2人，稻田场库长6品，5品及崔长、伪署崔长各1人，比铁士3人，南院郎中1人，员外郎2人，主事1人，院丞7人，6品衔，院副使有3人，8品衔，伪署院副6人，9品衔，伪署崔长3人，比铁士5人。清掌院又禁令，以时休葺备灵性。郎中以下各官长分理院。又河道斋公长陈设饭扫，稻田场长宫内廷米粟，兼征田地赋。水南院各官长征南院的赋，并治园庭事务。其监设者斋公、监理郎中、直年员外郎、稻田场直年员外郎各1人。出紫禁城后山西华门外台，立上善监管理，至8品崔总2人。雍正2年增2人。顺治12年，更名景山、瀛台。明年，改令内监管理，玉泉山、南院并立之。18年，改南院立采补衙门，置员外郎2人。雍正元年增1人。康熙8年，省南院员外郎1人，改授郎中。10年，命内务府总管海喇孙，侍卫部喇监司景山、瀛台事。16年，改归都虞司管理。23年，使设奉承院，置郎中1人。乾隆16年增1人，轮管长河行宫事。员外郎4人，主事1人。30年，置南院8品崔总2人。乾隆 PG 493。4年增1人，18年复增1人，分立3期。5品及总领1人。36年增南鸿门行宫1人，副总领2人。36年增南鸿门行宫2人。52年增南鸿门新行宫1人。雍正元年，置奉承院、南院伪署主事各1人。12年省。乾隆22年复故。光绪30年又省。别命大臣领稻田场，就派司官2人监理。3年，使来历。乾隆20年，命会同清一员大臣管理。置玉泉山6品，库长1人兼司之。3年，增置稻田场5品及崔总1人。明年，兼辖下清河以上旁口，置旁官司之。
6年，定卿制3品。乾隆元年，至南院主事1人。11年，增至产服4、8品崔总1人。14年，依上4院例，定卿额2人，人检大臣领院事。16年，增至乐善园、永安4、8品崔总各1人。17年，增乐善园1人。乐善园5品及副总领2人，明年增1人。南院委属崔总1人，原制1人，明年复增1人。分立3期，是岁依各行宫原右例，改瀛台、永安4等处崔总为总领，副崔总为副总领。24年，复改总领曰院丞，副总领曰院副，崔总曰崔长。26年，兼辖正爵4，至院副1人，令万寿4，以弘堂院丞分司之，并领产服4院丞监管弘仁，人寿2、4，至委属院副2人。积水潭治院副、委属院副各2人。是岁省各处委属院副，着留南院3处。行宫2人。西至瀛台、永安4、乐善园及河道4人，并给8品。职衔。35年，极乐世界、万佛楼建成，至委属院副1人。明年，定奉承院院丞品制。先是院丞制8品，与各园亭体制部。1. 制事具给6品虚衔，人18品原俸。38年，复定南院，院丞品制10俸同上，改3期8品崔长3人为院丞，副崔长为院副。41年，置调于台院丞、院副各1人，新挖汉河旁，作莲花池、河泡、岔河并立之。42年，南院团河兴行。公告成，省新就各行宫院丞1人，院副2人，委属院副1人。至为本园额缺。新就各行宫原制院丞2人，院副、委属院副各。PG 494。4人，南院行宫院副3人。46年，省乐善园院丞1人入团。和行宫。嘉庆6年，定奉承院院丞16品俸，院副19品俸，各2人，于悉如故。9年，复省乐善园院丞、院副额缺，悉置。中海院丞、院副以弘堂院丞调于台院副、北海及长河委属，院副各1人。12年，复西3海等处院丞、院副各2人，令司。天坛斋宫。故使斋宫立太常寺，归奉4坛护典守。雍正监。至8品崔总制其事。制事，额制院丞各官，定院丞16品俸1人，以郎中、员外郎监领之。盛京内务府总管大臣1人，盛京将军监。后改东3省总督。左领、骁骑校各3人。堂主事、委属主事各1人。广储司。司库3人，库使时有6人。会稽、掌理、都虞、营造4司及文宿阁9品崔长、5品及崔长各1人。织造库崔长，内管领。处内管领6品虚衔。仓领长5品及各1人。牧长
吏都、余司、仓常、吏内管领处各3人，具5品级。笔帖侍时有5人。顺治元年，盛京包衣3旗制左领3人，检1人掌官房，并制司库3人。乾隆19年省1人，42年增1人。及崔总、笔帖侍各官，巡治库使10人。乾隆9年增1人。康熙17年，制领崔下骁骑校1人。乾隆17年，制总管。明年，制堂主事1人。司库内改制。24年，改崔总为崔常。29年，定各崔常员数，如前所列。增至内管领、委属主事、笔帖侍内改制，各1人。48年，文肃阁建成，至9品崔常、5品级崔常，各1人。光绪30年，省主事各官，宦官4品总管太监衔约宫殿监督领事，5品总管衔约宫殿兼正事，亦有以7品执守侍充者，6品副总管衔约宫殿兼副事，亦有系执守侍衔者，首领太监衔2， 7品约执守侍，8品约侍监，又有副首领8品侍监充，亦有5品级者。笔帖侍8品，侍监充，进士房制，自4品至8品凡5等，升迁降调由内府。PG 495，移资吏部。进士房，监督清字书房、汉字、蒙字书房，总管3人。宫殿监督领事1人，宫殿监正事2人，宫殿监副事总管6人。委属总管无定额，执守侍充，专司遵奉谕旨，承应宫内事务与其礼节，收核外库钱粮，甄别调补内监，并巡查各门起闭、火烛。官房执守侍、首领、侍监、笔帖侍各2人，专司掌案办事。承行内府文仪，并司巡防作更。乾清宫首领4人，执守侍、侍监各2人，专司供奉实录、圣训、江山社稷殿香烛，收柱赏，用器物，并司陈设饭扫，御前作更。后剩2人，正首领、执守侍充，副首领、侍监充。甘清门侍监首领2人，专司御门厅。正宝座辅议，晨昏起闭，稽查成宫出入，登载南书房翰林入职，侍卫藩宿。昭仁殿兼龙光门，弘德殿兼凤彩门。侍监首领各2人，专司陈设饭扫，御前作更。故使内廷重作更，御前更有重。更头、更2为首领及执事内监方充视察。以下同。端宁殿兼自明中执守侍首领1人，专司禁欲随侍赏用银两，并验钟鸣时刻。茂勤殿兼本房首领2人，执守侍、侍监各1人，专司陈职御笔，收掌文房书籍，并登载内起居注。
4执事，执守侍首领1人。专司上用官袍带履，随侍执伞执炉，呈印上，用5倍，收铸备赏衣服。后增至首领1人，以世间充之。4执事库，世间首领1人。专司上用官袍带履，铺设寝宫为幔。奏事处，初置立4执事，后置世间首领1人。专司传宣轮服引，待召对人员，承接提奏事件。乾隆39年，太监高云从泄露，朱批记载，自后为军机奏事由此进呈。各部院奏折及内府奏加是，并由奏事处官转上。日经门兼上书房事监首领1人。专司启闭官房及至圣先师位前香烛。月华门兼南书房事监首领1人。专司启闭官房，承印内廷翰林出入。上承教事监首领2人。专司承印请教随侍。御药局兼太妃、太平以次各位。PG 496。下药房事监首领2人。专司带领御医各宫请脉及监制药耳。交泰殿事监首领2人。专司尊藏御宝，收铸勋呈黄册，并验。钟鸣时刻坤宁宫兼坤宁门事监首领2人。专司祭神香烛。启闭官房后改制执守侍首领、事监副首领各1人。东暖殿兼永祥门。西暖殿兼增瑞门。执守侍首领、事监副首领俱各1人。专司陈设饭扫，官房作更。后审副首领各1人，首领改。事监为之。景和门、隆福门、基化门、端泽门事监首领各2人。后基化、端泽2门各审1人。内左门、内右门事监首领俱各2人。内右门监积善防众太监出入，每晚据单报无事送进。侍房景仁监净光左门及御书房收著书画。御书房出至世监首领1人，后使改立。永寿监净光右门。陈干、义坤、钟粹、楚秀、延禧、启祥、永和、长春、景阳兼大宝殿。景阳出至事监首领1人。后审史来历。咸福12宫事监首领俱各2人。专司承印传取于同各处。养心殿、仲华宫、建福宫首领4人。执守侍、事监各2人。专司收著赏用物品。后审执守侍首领1人。养心殿内兼吉祥门宫殿兼副侍副总管1人。执守侍首领、事监副首领各2人。专司禁御随侍，收掌内库钱粮及古玩书画。古董房事监首领1人。专司收著古玩器皿。御茶房执守侍首领3人。事监副首领4人。专司上用民饮果品及各处攻陷节令宴席。
后省总管1人，御膳房直守侍总管3人，侍监首领10人，专司上用善修，各宫撰品及各处贡献，节令宴席。后省总管1人，首领2人，鸟枪处直守侍首领1人，专司随侍上用鸟枪。弓箭处、按摩处立之，后改为侍监。南果房侍监首领1人，专司收注干鲜果品。玉庆宫侍监首领2人，嘉庆元年，清宫临御史制。仓正门、遵义门侍监首领、副首领各2人，专司启闭关房。仓正门首领兼机记神房众人出入。后省首领、曾副首领1人，斋宫侍监首领1人。御 PG 497花园侍监首领、副首领各2人，专司园内斗坛4神祠香烛，培灌花木，饲养仙鹤池鱼。后改制直守侍首领、侍监副首领各1人。祭神房侍监首领2人，五品级副首领1人，专司祭神。审身后省首领1人，中正殿、英华殿五品级首领各1人，专司香烛。清安殿监城隍庙侍监首领3人，专司讽诵经忏、焚修香火。后省2人。寿皇殿监永司殿侍监首领1人，专司。玉容前香烛。后增至五品级副首领1人。雍和宫直守侍首领、侍监副首领各1人。后据省改制五品级首领1人。照相所监狱洗处五品级首领1人。打扫处侍监首领1人，专司运水。天罡并陈印杂物。后省柴炭、烧坑2处侍监各2人立之。守火处侍监首领3人，专司各处安设守火、台运柴炭并陈印杂物。造办处侍监首领1人，专司带领外将制造物件。座中处侍监首领1人，所司同造办处。北小花园五品级首领1人，专司培灌花木。皇太后宫直守侍副总管2人，侍监首领5人。茶房、膳房、药房首领各1人。后省宫首领1人，增至。茶、膳、药3房首领1人。太妃、太平、侍监首领各1人。膳房直守侍首领1人，侍监首领2人。太妃以次位下膳房。统摄直守侍首领1人，侍监首领2人。慈宁宫佛堂五品级首领10人，内充喇嘛者2人。后改为首领5人，充喇嘛者3人。副首领2人。寿康宫五品级首领4人。后改制直守侍首领、侍监、副首领各2人。皇子侍监首领1人。
公主、皇孙、皇曾孙。五品级首领各1人。瀛台兼武臣殿侍监首领、五品级副首领各1人。后曾副首领1人。画舫斋兼残坛侍监首领1人。五品级副首领2人。初位至后曾。永安寺兼承先殿侍监首领。五品级副首领各1人。后曾至副首领1人。景山直守侍总管1人，侍监首领2人。尾属首领五品级吴恒娥。南府直守侍总管1人，侍监首领4人。尾属首领与景山同。圆明园兼 PG 498。长春园境暨山庄宫殿兼副侍总管1人，直守侍总管2人，直守侍首领10人，五品级首领40有2人。后增至直守侍总管1人。首领4人，五品级首领9人，内恩赏侍监首领2人。颐和园静明园、静怡园、盘山、畅春园、全宗庙、圣化寺。据圆明园总管首领等承印察务。内务府所属长理司，侍监首领5人，五品级副首领8人。后省首领2人，副首领4人。司乐五品级，副首领2人。初位至后增。营造司侍监首领2人，五品级，副首领4人。后省首领1人，副首领3人。陵寝及非原寝五品级首领2人。后省1人。南花园五品级首领1人。永安寺大西天五品级首领各1人。兼冲喇嘛莲子库兼门神库五品级首领1人。后增1人。太庙五品级首领1人。后改至职守侍首领1人，侍监副首领2人。滦余卫五品级首领4人。后省2人。右传新殿、万善殿、番经场、汉经场、凤城院五备院、上衣监、九促局各首领太监，后据省。亲王、郡王、故伦公主、和硕公主并有定制，首领俱各1人。亲王7品，郡王、公主俱8品。顺治元年，按13衙门给太监品级。18年省，以内务府大臣总管。康熙16年，设进士房，至总管、副总管。定太和、中和、保和、文华4殿3座首领太监员数，给8品职衔。乾隆26年，省文华殿员额。47年，3大殿直殿太监俱省。61年，定5品总管1人，5品太监3人，6品太监2人。太监受职官自此始。雍正元年，定总管至4品，副总管6品。随侍首领7品，宫殿首领8品。4年，定进士房正4品总管为。宫殿监督领事衔，从4品副总管为宫殿监正事衔，巡改5品。6品副总管为宫殿监副事衔，
7品首领为直手侍衔，8品首领为侍监衔。8年，复定4品至8品，不分正从。乾隆7年，定内监授爵制不始于月，故使4人不过4品，制事转为令甲。PG 499。51年，定亲王、郡王、公主太监首领员数，并给8品衔。嘉庆兼增亲王首领至7品。嘉庆6年，赏庆郡王7品太监3人。宜亲王、陈亲王、定亲王增至8品太监1人，不为恒制。太祖、太宗见往异轨，不致宦官。世祖入关，依民工请救，至，裁定员额，数止1000余。谕曰：正稽考官至，唐、虞、夏、商未用4人。周使具其职。秦、汉以后，点兵干政，流祸无穷。敕官员无与内官交结。复于交泰殿铸铁碑，文曰：以后有犯法干政，窃权纳贿，属托内外衙门，交结满，汉官员，越分散。奏外事，上言官吏咸否者，凌迟处死。未几，无良府被山吏。13衙门，擅窃微服，世祖遗诏发监。圣祖4统，监决大队。实名记内监有在公服役者，纲纪肃然。雍正监，防范内监家。属敕内官约束，直督具提。高宗立法郡吏，太监高云从稍谕。外事，张凤道毁经册，并正行书。车驾幸滦阳时，巡检张若营。杖责不法内监，特着7阶，并颁责令，彼永遵守。又谕明代内监多至数万人，莽欲滥加。今至宫中院右，踪迹不越3000。尔时并立内府，盖有种载统摄掩人之意。然其原数是世祖时，已备之。至教自廷派汉元，报充服有礼部，奏事改易王姓、吕家才艺，以清风贵。故中高宗60余年，宦官不敢为恶。嘉庆初年，以内外交结，降吴天成7品总管，复以常永贵骄纵无法，革去6品总管，萧德禄作滥保罪，并革去都领事。既刘的才，刘经被崇信邪教，谋纳叛人，酿成临清巨变，凶被滋甚。其后，曹敬喜向立兵曹长所到府执名册，马长喜冒滥名气，曹的阴私，放鸟枪，张府且私藏军械。同治元年，御史贾夺书文内监演剧，才共断为系1，乃为文纠绝罚。8年，遂有安德海冒名钦差，知办龙衣，传扬其志，居民黄海。他如蓄养幽灵，持马冲帐，类度法度，不可单计。光绪12年，御史朱义兴书承李莲英随醇亲王巡阅海口，一导唐代复撤，诏降主事。27年，总督。PG 500。陶谟书承近日宦官视为宦劣，必正移除，书上不报。宦官遂语。国香中云。卷第119至94。职官6星官制。内阁外务部出使大臣，税务处民政部内外巡警总督支部卿，理财政处大清银行。
造币总厂学部国子监大学堂陆军部海军部法部修订法律馆大理院京师各级省检农工商部邮传部军资府弼德院资政院盐政院典卫军都练公所军制政治陆军政监巡防队海军建制典礼院理学馆题学史题法史外省各级省检东三省各司境都练公所军制政治陆军政监巡防队海军建制清初厘定官制执遗粗具中更6、7座存改回言事部痛议言及德宗外患孽迹亦属实例既改专部商警学部接踵而设并省府4乃分10部4亦立县理藩改部军资设处复更巡警为民政户为度支商为农工商兵为陆军复立海军处行为法别立大理院又取工部所司轮路邮电专设邮传部以金矿网巡称多制宣统少数和书于阁 PG 501增海军部省吏部改吏部为典礼院盐政处为盐政院有律革权过重设弼德院以乡为系资政院以为监督增皮前事取聂书方因事创名官冗职杂皆资官品诏谕未屈简奏资部故时思在及而存之据载后简亦得失之灵也内阁总理大臣协理大臣各1人特简国务大臣10人各部大臣兼充臣1人承宣长副长各1人制资叙官统计应注4局局长各1人臣以下具请简其属有佥事应注1师具奏补议事录事具资补各院所辖法制院院长副院长各1人参议4人具请简参事奏补佥事录事事事繁简着制总理长参画机要地轮实务法律诏令会国务大臣委属民衔事设1部或数部会所司大臣属之会议时充议长协理佐之臣长主格物宗领重局方轨诸常臣宣长部司轮守法典司文书图籍至告长诏旨制敕玺书册命起草进化基颁宝兴勋章典领藩封勋级叙官长考功定课会合履行统计长统一记表刊行年鉴应助长编辑官报予以往制详吏部法制院长编纂法规修明法令拟上后裁光绪32年改组内阁设会议政务处以各部尚书为内阁政务大臣宣统3年改责任内阁以军机大臣为总协理大臣并定内阁属官制如前所列外务部外务大臣副大臣各1人特简臣正左右臣参议左右参议各1人具请简参事4人奏补其属司务2人
滋补。和会考功确算庶务4司。郎中、员外郎、主事各2人。据奏补。以上各不同。大臣长主交涉，招不得信，保护侨人庸客，以胜邦交。附。大臣2之。臣长机密文仪，宗领重务。参议长审议法令，参事。佐之。各不同。和会长使臣进谏，盟约赏赖，兼司领事更替。PG 502。司员续迁。考功长司铁轨、矿产、电线、船政，凡制造军火。聘用客卿，招工，游学诸事，各善其职。确算长藩或海舶征确。贸易、宗典国债、邮政、勾检本部寄出使度之。度务长江海防。务将谕戒旨，凡传教、游历、赏恤、禁令、裁判谕送，并案。约以待。有臣参上行走，额外司员7品小京官。民政、邮、传、法部小京官定额缺。所辖储财管、提调、帮提调各1人。本部司员内临派。文案、知印、庶务，俱派员分治其事。雍正5年，定洽克图示约，置办理额士大臣，见第5款。不为衡职。咸丰元年，改归理藩院。10年，文宗北授，特制专。官办理府局。其东设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命恭亲王议领之。司员统称章京、制满、汉各8人。实行分属制事制。户部司员。和关税、理藩部司员典文仪，兵部司员制台战役地，内阁人员。主机密，据隶总办、邦办。3年，改为英、法、俄、美4股。9年，增设海防股。后改俄、德、英、法、日本5股。宣统元年，和俄、德为宜增设秘书、机要2股。明年，置总办4人。约总办章京。同治元年，增置额外章京、满、汉各2人。2年，各增6人。光绪9年各增4人。10年各减4人。23年各增2人。3年，设司务、制司务2人。光绪27年，辛丑和。约臣更名外务部，班列各部上。至总理亲王，会办尚书兼。会办左、右侍郎各1人，改总办为左、右丞、左、右参议各1人，并置郎中以次各官，不分满、汉。32年改定官制，议和满、汉，而翰林、都察2院人一往制。是岁增至凡役官时，有5人。7、8、9品各5人，分股制事。宣统3年，新内阁。陈、省总理，会办兼职，改尚书为大臣，侍郎为副大臣。省事、郎一缺，各不同。管部之制，制事遂废。头等出使大臣，正1品。特检。参赞，正3品。通议官，正5品。据奏补。无定员。有事权制，必乃审。PG 503。二等出使大臣，正2品。
特减。参赞官初置4品，后改从4品。奏补各1人。英、俄、德、日本、澳、意、和、比各1人。法、日、葡各1人。美、墨、密、古各1人。分管带12等参赞官2人。日斯巴尼亚1人。葡萄牙1人。2等参赞。兼总领事3人。墨西哥1人。秘鲁1人。古巴1人。3等参赞。8人。初置5品，后改正5品。奏补英、法、德、俄各1人。美、日本各2人。2、3等通译官。2等从5品。3等从6品。奏补1、2等书记官。1等从5品。2等从6品。奏补商务委员正5品。奏补5随员各使馆具1人。为澳、意、和、比不至3等通译官5随员。分管2等通译官、书记官具1人。总领事从4品。奏补时有3人。新加坡、澳洲、南非洲、坎拿大各1人，历英使。海参崴1人，历俄使。墨西哥、古巴、金山、小吕宋、美丽宾、巴拿马各1人，历美使。横滨、朝鲜各1人，历日本使。爪哇1人，历和使。领事正5品。奏补时有4人。槟榔屿、纽斯伦、仰光、温哥布各1人，历英使。檀香山、加里约各1人，历美使。萨摩岛1人，历德使。神户、长崎、仁川、釜山、新义州各1人，历日本使。泗水、巴东各1人，历和使。副领事从5品。奏补2人。圆山、赠、南浦各1人，历日本使。又有外国人兼代领事者。法、马赛、意、米朗、那婆尔市、美、波士顿、费城诸处。使臣长国际交涉。参赞佐之。领事长保护华侨。康熙初，俄国通使，魏垂为质。同治6年，使遣使办理交涉，以道元志刚等及美使蒲安成因其选。光绪元年，定出使制。命侍郎郭松涛使英，翰林院士蒋和如章使日本，今清城蓝兵使。美日密国，俱置副使。别设密、日分馆，至金山、加里约、古8个总领事。后为自主国，改遣公使。2年，定使馆参赞2人。密翻译4人。14年，复定翻译、随员2人或3人。分管参赞。PG 504。兼领事1人，密翻译、随员各1人，参赞如故。32年，定。参赞以次各员额，如前所列。绝后连篇4出，因使兼领役，比俄使兼驻德、以澳、和立之。4年，至新加坡领事，后改总领事。日本各口岸理事官，后改领事。明年，省副使、
至檀香山领事。8年，至纽约领事。13年，至小吕宋总领事、仰光领事、槟榔屿副领事，后改领事。17年，至南洋各岛领事。11年，减法国专使。23年，减德国专使，和改立之，并增至韩使。33年撤回，改总领事。26年，至韩国各口岸领事及海参崴商务委员，后改总领事。28年，改驻法使臣兼使日国、驻美使臣兼使古巴，别设分馆，并减澳、意、比3国专使。明年，设莫分馆。30年，至南非洲总领事。11年，减和国专使兼礼保和会事，并以法日使臣兼领仆使，巡设仆分馆。34年，定使臣为2品专官，并参赞等官品制。宣统元年，至美利宾、坎拿大、巴拿马总领事。4是澳洲、温哥布、萨摩岛、纽斯伦诸领事种乡业。3年，至爪哇总领事。4水、巴东领事。其秋至朝鲜新义州领事。3等出使大臣，正3品。特检参赞臣、通译官、无定员。不恒制保和会专使大臣1人。正2品。特检陆军议员1人。5官安西文者充之。光绪33年，罢和使兼职改制，督办税务大臣、邦办大臣各1人，以大学士、尚书、侍郎充。后改大臣、副大臣充，掌主关税、督律官吏。提调、邦提调、分股总办、邦办俱各1人。外务部、度支部丞、参监充。所辖总税务司、副总税务司各1人。税务司4人，副税务司6人，各关税务司50有9人，朝海5人。粤海、粤州、北海各3人。胶海、镇江、东海、闽海、金海、金陵、苏州、吉林各2人。江海、梧州、拱北、哈尔滨、山海、浙海、厦门。PG 505。九龙、九江、亚东、长沙、大连、瓯海、福海、三水、龙州、杭州、安东、沙市、重庆、江门、南宁、琼海、宜昌、奉天。腾越、思茅、蒙自各1人。副税务司30有7人。江汉、粤海、江海、三水、金海、珲春各3人。大连、潮海、琼海、九龙各2人。苏州、南宁、龙州、重庆、奉天、杭州、厦门、闽海。哈尔滨、芜湖、大通黎局各1人。以上据外国人为之。出海官至监督，各部奉升司员充之。宣改归都、府监督，名焉耳。自道光以来，海疆日辟，于是使至北洋、南洋通商大臣、官道及监督吏之，亦有将军监理者。今海归直隶经海道管理，山海归奉天凤景山海道管理，
东海归山东登莱清道管理，据隶北阳。镇江归江苏长镇通道管理，江海归江苏苏松泰道管理，芜湖归安徽皖南道管理，浙海归浙江宁绍台道管理，瓯海归浙江温处道管理，江汉归湖北汉皇德道管理，宜昌归湖北经宜师道管理，重庆归四川川东道管理，据隶南阳。闽海归福州将军管理。粤海、潮海、北海、琼海、九龙、拱北监督各一人。嘉裕归甘肃安肃道管理，龙州归广西太平司顺道管理，蒙自归云南临安。开广道管理，隶本省督府。咸丰以后，聘用英人威妥马美人司密司事相办税务，李泰国继之，派为总税务司，凡海关据，至税务司、副税务司，后沿江各部及内地陆路增开口岸，并属海关，是为海关募用客卿之使，使管辖之权属总理衙门。光绪23年，始设税务处，总税务司以次各官并受其节度。先是户官、公官分吏户、公两部，制事使以长官标明。四外不语。本处定长官分设税局，50里外者归监督，50里内者归税务司。此内外长官名称所有访也。民政部民政大臣、副大臣、左右丞、左右参议各一人。承政员外郎、主事、小京官各4人。参议参事2人。民治、警政、江理、营善、卫生5司，郎中8人。民治、警政 PG 506。江理各2人，余各1人。员外郎时有6人，民治、警政、营善各4人，余各2人。主事时有8人，民治、警政各5人，营善4人，余各2人。小京官各1人。习役所员外郎1人，兼冲销防队总理。主事2人，五品警官5人，消防队3人。习役所2人。6、7品警官各9人，消防队各6人。习役所各3人。8、9品警官各时有2人，消防队各8人。习役所各4人。以上据隶警政司。6、7品役师各1人，隶营善司。6、7品医官各1人，隶卫生司。自警官以下具奏补。8品录事20人，9品录事30有2人，具滋补。大臣掌主板籍，整饬封教，随进离务，以奠邦治。副大臣2之。民治长编审户口，兼司保习乡镇。警政长巡查禁令，分稽行政司法。江理长经界图治，审验官民土地。营善长陵寝宫。臣修治道路，并保守古迹祠庙。卫生长检医防疫，建治病院。所辖御审所，后立大理院。陆公局、教养局据陵园分治之。光绪30年，设巡警部，至尚书、左右侍郎、左右丞。参议各1人。警政、警法、警保、警学、
警务五司，郎中5人，32年增2人。员外郎、主事各时有6人，32年增。员外郎2人，主事4人。34年增营善司1人。小京官4人。32年增5人。1、2、3等书记官各10人。仿7、8、9。品比铁市旧制。32年改为8、9品录事。习役所员外郎1人，主事2人。32年更名民政部，设城镇参议2，制参事2人。改设民治、江里、营善、卫生诸司，警政如故。宣统元年定习役所及消防队员额，如前所列。3年改尚书，为大臣，侍郎为副大臣。内外丞巡警总，臣各1人。初置正4品。光绪33年升从3品。请减。掌教巡防境，并点闭路警卫。总务处总。佥事各1人。从4品。奏补。行政、司法、卫生3处各佥事3。PG 507人。正5品。据奏补。5品警官各4人。6品警官时有9人。内丞10人。外丞9人。7品警官20人。内丞时有1人。外丞9人。8品警官20有7人。内丞时有4人。外丞时有3人。9品警官20有8人。内丞时有5人。外丞时有3人。7品以上奏补。8品以下滋补。8、9品录事各4人。委用。光绪30年设京师内外丞巡警总，制臣各1人。设总务、警务、卫生3处，制参事各1人。正5品。33年改佥事。内丞5分，外丞4分，知事9人。正5品。32年增司法处，改警务约行政，升总务处佥事品质为属官守。令至5品以下各警官无定员。8、9品录事各4人。并内5分为中、左、右3，外4分为左、右2，省知事4人。设内丞26区，外丞20区，制区官6、7品警官充。巡改区长。区副8、9品警官充。巡改区员。各1人。34年省内外丞区办之。宣统元年才分省知事。度支部度支大臣、副大臣各1人。左右丞、左右参议各1人。城镇参议2，聚郎中3人，员外郎4人，主事3人。田赋、曹仓、说客、管阙、通赋、库藏、连奉、军饷。制用、会计10司，郎中30有1人，制用4人。余各3人。员外郎40有4人，制用6人。田赋、库藏各5人。余各4人。主事30有5人。田赋、管阙、通赋、连奉、
会计各4人，余各3人。金银库郎中1人，员外郎4人，主事2人。收发机查处督催所改，员外郎1人，主事2人。大臣长主计算，勾会银行币场，图要统税，以经国用。赋大臣2之。田赋长土田财赋，稽核8旗内府庄田地亩。曹仓长漕运河销，仓谷尾基，各省兵米谷数，合其集账以闻。税课长商货统税，校比海关，长关营处。管阙长严法杂课，凡盘查道。运各库正敛，图要统税，并效其实。通赋长矿正币制，稽检。PG 508。银行币场文仪。库藏长国库储藏，典守颜料，缎匹2库。连凤长核给官禄，审计百司职前参钱。军饷长核给军许，勾稽各省。报解协饷。制用长核公银，经化经协各饷，兼司杂之吏之。会计长国用出纳，审计公债外款，编列出入表示。金银库长金帛。其会收发稽查处长各司受事副事。所辖币制司提调1人，帮提调2人。本部臣参监充。庶务处调查、筹办、稽核。编议各股，俱派员分治其事。光绪32年，改户部设，审财政处入之，至尚书、左右侍郎、左右丞、参议各1人，并14司为10司，改治郎。中以次各官，如前所列。宣统3年，改尚书为大臣，侍郎为副大臣。清理财政处提调、帮提调各2人。本部臣参监充。总办、帮总办各1人。总合作办科员无衡额。各省清理财政。正监理官20人，给3、4品清闲，奉天、直隶、江苏、安徽、山东、山西、河南、陕西、甘肃、新疆、福建、浙江、江西、湖北、湖南、四川、广东、广西、云南、贵州各1人。副监理官20有4人。奏派吉林、黑龙江、江宁、两淮各1人，余同。正监理官。宣统元年制。大清银行正监督正3品。请检。副监督各1人。处叙银行总办1人。分行总办20人。京、沪、汉、冀、奉、营、库、仲、广、赣、晋、汴、浙、闽、吉、秦、皖、湘、滇、宁各1人。以上由大臣奏派。光绪33年，设户部银行，制总监督，制事左丞。寻更名正监督。明年改为大清银行。造币总厂正监督1人，正3品。请检。副监督2人。分厂总办奉天、江宁、广州、四川、云南，由清理财政正监理官监充。帮办江宁、武昌、广州、四川、云南，由副监理官监充各5人。
光绪33年制 PG 509。学部学务大臣、副大臣各1人，左右丞、左右参议各1人，参事4人，司务2人，总务、专门、普通、实业、会计5司郎中各2人，员外郎时有5人，总务5人，普通4人，余各2人，主事时有8人，总务、普通各6人，余各2人。一等书记官正7品，奏补时有1人，2等正8品，时有7人，3等正9品，时有5人。2、3等俱滋补。大臣掌劝学育才，稽颁各学校政令，以敌民治。副大臣2之。总务长机要文仪，审核图书典籍，专门掌大学及高等学校。正义专业，咸宗领之。普通掌师范、中、小学校，各以其法定。归基督课业。实业掌农工商学校，并审核各省实业，为民兴利。会计掌支计出入，典领器物及教育恩给。其兼辖者8其学。务处总理、协理、督学、调查图书各局长、局员，编定名词馆。总纂、图书馆正副监督以次各员，具责任任使，不设专官。光绪22年，至管理官书局大臣。先是京师设强学书局，详练实务。致仕改归官办。27年，更命尚书张百熙充管学大臣，管理大学堂事。29年，改学务大臣。32年，使设学部，至尚书、侍郎、左右丞、参议各1人，5司郎中各1人，员外郎时有2人，主事时有5人，士学官无横额。定正5品。派司员赞充。明年，命大学士张之洞领部事，非永制。宣统元年，改士学官为差，增郎中5人，员外郎4人，主事3人。3年，改尚书为大臣，侍郎为副大臣。国子监丞1人。正4品。请柬。掌文庙辟雍典礼。典部。正7品。奏补。4人，掌4典庙户。典籍正8品。资补。4人，掌祭器、乐器。文庙7、8、9品奉4官各2人。资补。正通。赞官从6品。奏补。副通赞官从8品。资补。各2人。2、3等书记官各3人。光绪32年制。大学堂总监督1人。正3品。请柬。经、法、文、公。PG 510。商务科监督各1人。奏派。教务、庶务、斋务各提调，具延聘。通小学务者为之。光绪25年，创设京师大学堂，命大学士孙家鼐领之。32年，定总监督为专官。陆军部陆军大臣，正都统。特检。副大臣、副都统。特检。各1人。
参事4人，检察官8人，部副官4人。各省调查员无。衡额据正参领以次军官充之，副参领以上请减，协参领以下奏补。额外军官均左资补。录事2人。额外军官及中下士充之。下同陈政、军制、军衡、军需、军医、军法6司各。司长1人，副协都统，正参领充。处长同。副官1人。正、副。军校及相当文官充。科长实有6人，承正科4，曰秘书，曰典章，曰庶务，曰收支。军制科7，曰搜检，曰步兵，曰马兵，曰炮兵，曰工兵，曰辎重，曰台垒。军衡科4，曰考绩，曰任官，曰赏赖，曰其务。军需科3，曰统计，曰粮服，曰建筑。军医科2，曰卫生，曰医务。军食科2，曰制造，曰保储。科各1人。正、副参领充。1、2、3等科员160有2人。陈正28人。军制40有1人。军衡40有7人。军需30人。军医10有4人。1等副协参领充。2等协参领，正军校充。3等正、副军校充。议员4人，司殿员3人，地事官10有7人。历承正司。会图员、议师、议事各1人。历军制司。以上陆军官佐或学生充之。法规总编纂员2人，编纂员3人。历军需司。以文武相当人员充之。监长、协参领、正军校充。监副正、副军校充各1人。司法官10有4人，看守官3人。历军法司。以学律军官充之。审计处处长、副官各1人。科长2人，宗察、核销科各1人。科员20有8人。各14人。各司处录事130有6人。其暂设者，军实司司长、副官各1人。科长2人，制造、保储科各1人。科员10人。制造4人。保储6人。军务司司长、副官各1人。科长2人，军调、藩职科各1人。PG 511。科员10有2人。科各6人。军学处处长、副官各1人。科长6人，教育、步、马、炮、工程、辎重队科各1人。科员3。10有4人。教育12人，部队8人，马队、炮兵、工程队各4人。辎重队2人。普通编辑员3人。兵士编辑员6人。绘图员1人。属辎重队。大臣长主陆军，机班营制饷章，以拱陆防。副大臣2之。参事长法律章制。检察官长察军队、学校、局场。部副官长传宣命令。
陈镇长出纳文仪，经别园司功过。军制长编制征调。凡军械制造、交通建筑，并审验法事。军衡长班制，皆品大将军、将军正一品，以正都统有积劳者充之。正都统从一品，副都统正二品，协都统从二品，正参领正三品，副参领从三品，协参领正四品，正军校正五品，副军校正六品，协军校正七品。司务长、记事长正八品，上士从八品，中士正九品，下士从九品，皆实有4等级，共3等9级。上等一级正都统职，任总统官，制事提督；二级副都统职，任统制官，制事总兵；三级协都统职，任统领官，制事副将；中等一级正参领职，任统制官、正参谋官、工队参领官、总军械官、护军官，统正参领职，任总军需官、总理医官、总执法官，制事参将；二级副参领职，任教练官、一等参谋官、正军械官、中军官，同副参领职，任正军需官、正军医官、正执法官、总马医官，一等书记官，制事游级。三级协参领职，任管带官、二等参谋官、副军械官；参军官同协参领职，任副军需官、副军医官、正马医官；二等书记官，制事都司；次等一级正军校职，任都队官、队官；三等参谋官，察马长、军械长、执事官，同正军校职，任军需长、军医长、稽查官、军乐队官、副马医官，三等书记官，制事守备；二级副军校职，任排长、长旗官，同副军校职，任司士绅、医生、司号官、军乐排长、马医长、书记长，制事千总。PG 512，同协军校职，任司号长、医生、司书生，制事把总。封赠、袭、印，凡军官，军佐并领其级。军需长粮饷领系，兼司军需人员。教育，军医长防疫、治疗，兼司军医升迁教育。军法长审判。监狱，勾检军事条约。军史所长，是旧武库司。军务所长，是旧太仆司。军学长，学校教育、队伍操演。审计长，预算、决算、审核支销。所辖，县政筹备处、银库、捷报处、马馆、据派员。分治其事。光绪32年改兵部设，省并练兵处入之。旧制总理亲王。一人，会办、乡办、提调各一人。军政、军令、军学三司政。副使各一人。自亲王以下具请检。考功搜讨粮饷、衣物、法律。器械立军政、运筹、乡导、测绘、储财立军令、翻译、训练。教育、水师立军学。14科监督各一人，具由总理临委。至上书、左、右侍郎各一人。设陈正、参议两，至左、右丞。参议各一人。1、2、
3等资议官、检察官、检文武官贤能者充之。正、副从事官、副协参领充。无定员。设均衡、君臣、军纪、军时、军制、军需、军学、军医、军法、军目10司职。治司长各1人，科长30有3人，1、2、3等科员200有5人，惩罚官10有2人，惩正2人，余各1人。军法卫制议员5人，会图员、议师、议事各2人，录事百10有6人。官制郎中10有6人，员外郎10有8人，主事20有2人，比铁士100有10人。以上统为部额，部系以司。正参领8人，统正参领4人。副参领10有2人，同副参领6人。协参领10有8人，同协参领8人。额侍郎中、员外郎、主事。正军校10有8人，同正军校8人。副军校20有4人，同副军校10有2人。协军校30有2人，同协军校10有6人。额士7、8、9品比铁士。以官分，任各职。33年，命庆亲王奕匡领部事，非恒制。宣统元年，修正陆军官制，军官自正参领以下，军佐自副都统以下，并就 PG 513所习科目，官以各队如马、步、炮、弓、资、警察各队、正、副协参领、正、副协军校、司务长及上士、中士、下士之类。专门如军需、军医、制械副协都统、正、副协都统、正、副协军校、马医、测绘正、副协参领、正、副协军校、军乐协军校。测绘、军乐司务长、上、中、下各士、会计、调户上、中、下各士。名称萧同字。2年，改尚书为大臣，侍郎为副大臣。审、左、右丞、参议、咨议、惩罚各官，并两10司为8司。增丞。正一司，审军臣、军纪、军学3司。设军学、审计2处。明年，定陆军官佐补充制，制部副官调查员，以军10司审入军制，改军务司、军学处为暂设，技术军马总监，军学院基础业。3年，复定陆军官佐充任制，如前所列。仍与旧司员参错互用。海军部海军大臣、正都统、副大臣、副都统各1人。1等参谋官2人，2等4人。海军学生充。参事官2人。秘书官6人。资格相当军官、文官充。司殿员、议师、议事着用海军官佐或文官学生。录事着用文官学生及额外军官、军佐。无衡额。军制、军政、军学、军书、军处、军法、军医7司。各司长1人。协都统、正参领充。科长20有1人，军制科5。约制度、约考核、约权衡、约驾驶、约轮机。军政科3，约制造、
曰建筑，曰器械。军学科5，曰教育，曰训练，曰谋略，曰侦测，曰编译。军书科3，曰奏资，曰典章，曰惩罚。军储科3，曰收支，曰储备，曰庶务。军医科2，曰医务，曰卫生。科各1人。正、副参领充。下同。1、2、3等科员60人。军制、军学各时有4人。军书、军储各10人。军政8人。军医4人。充任事陆军部。1等司法官2人。2、3等司法官学习司法官8人。学律军官充。主计处计长1人。正参领充。科长2人。会计、统计科各1人。各司处录事40有8人。大臣掌主海军、稽河水师及司令部，以顾海疆。副大臣2。PG 514。之。参谋长参定改革。参事长法律章制。秘书长机密文仪。军制长规制权法，经别水师人员公过、封印、赏序并典领之。军政长营造船舰、检校器械，监司军港工程。军学长学校教育。舰队训练。军书长文读典章，会稽原司及课文部。军储长经营。费用、稽核两领服装与其物用。军法、军医、主计执掌事陆军部。光绪11年，诏设海军衙门，依军机总署例，命纯清议议。宗之，大学士李鸿章专司筹办。13年，北洋海军城置提督、总兵等官。甲午师监。至33年，始议恢复，设海军处，暂立陆军部。至正使，侍协都统。副使，侍正参领。各1人。臣发官2人，录事4人。设机要、船政、运筹3司，制司长、副官各1人。科长7人。机要科4，曰制度，曰筹械，曰驾驭，曰轮机。运筹科3，曰谋略，曰教务，曰策海。科各1人。船政不分科。承发官3人，司各1人。1、2、3等科员时有8人。机要12人，运筹6人。考功官5人，船政司制。一师3人，船政1人，运筹2人。议事4人，船政运筹各2人。股长。股员，事事贤具卓志。录事时有8人。明年改设海政、船政。筹备、储蓄、医务、法务6司。巡设主计处，制计长、副长各1人。宣统元年，命肃亲王善祺等筹备海军，设参赞、分秘书、庶务2司，至1、2、3等参谋官，并设第1、第2、第3、第4、4司，至司长以下各职。其下更命贝勒载涛等充筹。办海军大臣，增设医务司。2年，定海军暂行官制，改第1司曰军制，第2司曰军政，第3司曰军学，
第4约军防，医务司。约军医，秘书司约军书，庶务司约军处，别设军法一司，是为8司。省参赞各职。巡改处为部，省军防司，至大臣、副大臣各1人。法部司法大臣、副大臣各1人。左右丞、参议各1。PG 515人。参事4人。审录、制刊、编制、右序、举序、典狱、会计都是8司。郎中20有5人，审录4人，内宗室1缺，余各3人。员外郎30有4人，制刊、编制各5人，内宗室各1缺，余俱4人。主事30有3人，右序5人，内宗室1缺，余俱4人。收发所员外郎、主事各2人。7品小京官20有6人，内宗室2缺。8品录事50有3人，9品30人，内宗室各2缺。大臣掌主法职，监督大理院及京外审判、检察，以为法治。副大臣2之。审录掌朝审录囚，复合大理院，审判刑民。兼稽云南、贵州、广东、广西、察哈尔左翼案状。制刊掌秋录。使缓、定科行进。兼稽四川、河南、陕西、甘肃、新疆、乌里雅苏台、科布多案状。编制掌道范简等，定的编发。兼稽奉天。吉林、黑龙江、山东、山西、察哈尔右翼绥远城规划成案状。右序长恩照设点，清理数域。兼稽江苏、安徽、江西、福建、浙江、湖北、湖南案状。举序长升迁调补及记公罪，侦考法官、律师、书记。典狱长修葺囹圄，严固中要，习役所服。吏部录并典司之。会计长财用出入，勾稽罚还军金。都是长秘。翻译章奏，收发罪求文仪。所辖司狱总管首长、正管首长各2人，副管首长6人，兼一正、正8品，兼一副正9品，各1人。光绪32年改刑部设，至尚书、侍郎、左右丞、参议，赐各官，并17司为8司，设收发所。至员外郎、主事各官。明年增至宗室郎中、主事各1人，员外郎、小京官8、9品录事各2人。财司务入都事司，司库入会计司。司狱一职。改令典狱司小京官兼充，约正管首长8、9品录事兼充，约副管首长。就设提牢，以典狱司员外郎、主事兼充，约总管首长。34年，依提牢司狱往制，人定为监职。巡治监一正一副各1人。宣统3年，改尚书为大臣，侍郎为副大臣。PG 516。修订法律管大臣吴定元。特检兼任。提调2人。总纂4人，纂修、协修各6人。
庶务处总办1人，议员、委员无衡额，并以安法律人员充之。光绪33年设。大理院正卿正2品，少卿正3品，具特检各1人。刑科、民科推陈各1人，正4品。请检推事20有8人，正5品。刑科、民科第1庭具各4人，第2、3庭具各5人。典部都典部1人，从5品；典部4人，从6品；主部6人，正7品。以上具奏补。8、9品录事30人，滋补。正卿长身往理验，解释法律，监督各级审判，以议法权。少卿佐之。推陈分长名，刑案款，参议一狱。刑科长被指推居。宗室官犯批详刑事经控上诉法状。民科长宗室赠送批详民事经控上诉法状。都典部长不及罪求。典部长出纳文仪。大理于重罪为终审。凡法庭审判，推事5人会居之，是为合议制。附设总检察长宗司大理民，刑案内检察事务，监督各级检察，调度司法警察官吏。陈1人，从3品。请检检察官6人，正5品。奏补主部2人。8、9品录事4人，看守所所长1人，从5品。奏补所官4人，正8品。奏补9品录事2人。光绪32年改大理4设，至正卿、少卿各1人，推陈2人。刑事4庭推事10有9人，民事2庭推事9人，并置。典部以次各官。右总检察陈1人，检察官6人，主部1人，录事4人。设看守所，治所长各官。宣统元年改刑科4庭为民科3庭，至推事各10有4人。3年增至总检察典部1人，改录事为8、9品各2人。京师高等审判陈1人，正4品。请检长治务，监督下级审判。下同。刑科、民科推事10有2人，从5品。刑科、民科1、2庭具各3人。典部2人，正7品。主部 PG 517 4人，从7品。以上具奏补。9品录事6人。于重罪为2审，轻罪为终审。审判会居士大理。检察长1人，正4品。请检长纠正同级审判，监督下级检察。下同。检察官4人，从5品。奏补典部、主部各1人，9品录事2人。看守所长正6品。奏补所官从8品。滋补各1人，录事6人。光绪33年设。宣统3年增至检察典部、主部各1人，并置所长各官。
京师地方审判陈一人，从4品。请检。刑科、民科。推事30人，从5品。民、刑1、2庭具各6人，3庭具各3人。典部2人，正7品。主部2人，正8品。以上具奏补。录事时，有4人。于重罪为初审，轻罪为2审。推事3人会居之，议和。议制。检察长1人，正5品。奏补。检察官5人，正6品。奏补。典部从7品。主部从8品。录事各2人。看守所长1人，从6品。奏补。所官2人。光绪33年设。先是京城内外设御审，掌主正讼，吏民政部。制事审入，制成1人。设民、刑各2庭，制推事2。时有4人。典部、主部各2人，录事10人。检察长1人。检察官4人，典部、主部各1人。宣统元年，以御宋繁兴，增设民、刑各1庭，制推事各3人，录事4人。检察官1人。3年，增检察典部、主部各1人。京师初级审判区为5处。刑科、民科推事各1人，从6品。奏补。录事2人。于轻罪为初审，推事1人训断之，事为单独制。检察官2人，从6品。奏补。录事1人。初，即具不治长官，由部检资深者1人为监督。农工商部农工商大臣、副大臣各1人。左右丞、左右参议各1人。农务、公务、商务、庶务4司，郎中时有2人，司各3人。员外郎时有6人，司各4人。主事时有8人。PG 518。庶务6人，余各4人。1、2等一师，1等正6品，2等正7品。奏补。议事1等正8品，2等正9品。滋补。各2人。大臣掌主农工商政令，专司推演实业，以后民生。副大臣。2支。农务长农桑、屯垦、树役、畜牧并立，通各省水利、会和知销。公务长宗室训工，制器上相，并务占各省矿产，设法利导。商务长部事治教，利民同获，修订专利保险约章，稽颁保护诉讼禁令。庶务长张奏文仪，记会本部收支，及记原司迁。补。议师长治专门职业。所辖农事试验场、工艺局、劝工程列所、划分矿址所、度量权衡局、商标局、商律管局。临专业者分治其事。光绪24年，设矿物铁路总局，巡抚设农工商总局，令大臣宗之巡审。29年，设商部，审铁路矿物总局入之。至尚书、左右侍郎、左右丞、参议各1人。
司务所司务。2. 32年，更名农工商部，改平均司为农务，以户部农桑等事吏之。通义司为公务，以铁道等事划归邮传部。保惠司为商务，增至郎中各1人，员外郎、主事各2人，并司务会计司为庶务，省司务2人，增郎中1人，员外郎2人，主事4人。宣统3年，改尚书为大臣，侍郎为副大臣。邮传部邮传大臣、副大臣各1人，左右丞、左右参议各1人。承政参议2000事，正5品。奏补员外郎、主事、小京官各2人。传政、录政、电政、邮政4司，郎中各2人，员外郎10人，传政、邮政各2人，录政、电政各3人，主事20人，传政、邮政各4人，录政、电政各6人，小京官各2人。8. 9品录事吴定元。大臣掌主交通政令，器行舟车，电达文语，弥所不宗，以利民用。副大臣2之。传政掌议传律，监司营辟场务，测量沙县。录政掌议路律，监司厘定轨制，规划路线。电政掌议电律。PG 519。监司官商局则例，海路线规程。邮政掌议邮律，监司邮局会对。邮盟条约所辖邮政总局局长、副大臣兼充。总办法国人。充各1人。铁路总局提调2人。京汉路局总办提调各1人。南局、京局会办各1人。京凤路局总办2人，提调各1人。京张铁路总办、会办各1人。三沪宁路局总办1人。吉长路局、广九路局总办提调各1人。张绥铁路总办、会办各1人。平珠铁路、正泰路局、汴洛路局、道清路局总办各1人。电政总局局长1人，提调2人。分局总办、帮办提调各1人。各省分局总办各1人。电话局总办、会办各1人。天津、广州、太原、烟台总办各1人。交通银行总理、帮理各1人。北京总银行、上海、汉口、广州分银行总办各1人。天津营口管理各1人。察官30有4人。提堂官10有3人。就吏兵部据陵园分治其事。光绪33年设。先是传政招商局历北洋大臣，内地商船。历工部、邮政历总税务司、路政、电政别检大臣领其事、制事。据并入。至尚书、左右侍郎、左右丞、参议各1人及承政、参议2000事各官。设传政、路政、电政、邮政、庶务。5司至郎中10人，员外郎10有2人，主事20有4人，小京官10有4人。宣统元年，省庶务司郎中、员外郎、
小京官各2人，主事4人。曾承正参议2员外郎，主事各2人。3年，改尚书为大臣，侍郎为副大臣。军资府军资大臣2人，特减。长秉承诏命，亦赞军模。总务军资使2人，副协都统，正参领充。长宗领重务，副官2人。协参领，正副军校充。下同。地侍长1人，地侍员5人。陆军官左充。第1、第2、第3、第4各长，协都统，正参领充。副官俱1人。条为4科，科长各1人。正副参领充。一等科员，副协参领，同副协领充。2、3等科员，协参领。PG 520。正副军校及同协参领，统正副军校充。世事贤具着制。所辖策地局，局长1人，第4长监充。司务3人。三校地刑制图3股，各股长1人。第4各科长监充。班长、班员。印刷所科员、议事、司务无数户额。军事官报局、正、副局常各1人。庶务、文读、收支、编纂、艺术、校对无衡额。据例第4。为第5别制编纂官3人，艺术1人。录事60。有3人。额外军官及中士、下士充。军事参议官时有5人。职历江宁、江苏、江北、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山东、山西、福建、广东、浙江、陕西各1人。协都统、正、副协参领充。光绪33年，设军资处，置协都统1人充正使、正参领1人充副使、副参领6人，同副参领1人，协参领10人，同协参领2人，正军校10人，同正军校2人，副军校时有2人，同副军校3人，协军校时有6人，同协军校5人，分充各司长。科长1、2、3等科员。第1、第2两司协副参领充。策第司统正副参领充。18科科长各1人，1、2司副参领充。策第司同副协参领充。第1司科员时有6人，第2司4人，正副协军校充。策第司6人，统正副协军校充。其惩罚官司各1人，议员5人，属第1司。议师4人，议事6人，属策第司，并以陆军官佐或学生充之。历陆军部宣统元年，以立宪大纲皇帝统帅海陆军，别建军资处，命贝勒载涛等领之。设总务、治军资使2人，分设4，各置长1人。科长时有6人，科员无衡额，并定文官补充制，如前所列。荀萧同字，降上陆军部。明年设军事会议处。3年改称府。
令陆军大臣领其事。弼德院院长、副院长各1人。特检兼任。顾问大臣30，有2人。特检兼任。长参与密务，朝夕论思，并审议红夷大政。PG 521。参议10人，请检。长纂拟章制。秘书长1人，请检。秘书官1、2等各3人，3等6人，具奏补。分掌庶务。宣统3年设。资政院总裁王、公大臣内特检。副总裁3品以上大臣内检充，各1人。长取决公论。凡岁入岁出，法典朝章，公债税率及被指资议者，经议员议决，会国务大臣上奏取裁。秘书长1人，请检。1、2、3等秘书官各4人，奏补。长忌讳文读。议员宗室王、公氏爵实有6人，满汉氏爵实有2人，外藩王、公氏爵实有4人，宗室爵罗6人，各部院。官30有2人，硕学通儒纳税多额者各10人，据清选。各省资。议局6人。民选。光绪33年设，至总裁2人。巡增协理4人。明年复。至邦办、参议各3人。宣统元年定秘书官制。2年定总裁、副总裁各1人。盐政院盐政大臣、国务大臣内特检兼任。1人。臣1人。总务长、参议、南盐长、北盐长各1人。以上具。请检。参事2人，1、2、3、4等签事，具奏补。1、2、3等录事，资补。事衔具着制。大臣长主盐政。臣长佐理矬纲。总务长宗理庶务，典守机。秘参议长拟法制，签事佐之。南盐长怀、浙、闽、粤盐务。北盐长凤、直、陆、东盐务。初盐明制，察御史巡视盐客。后改盐政。特指兼充。都察院奏差者，亦以盐政明之。由内务。司官充者，仍待御史衔。各省以都府宗理者，并因地制宜。定为永事。宣统元年设督办盐政处，命郑国公载则充督办大臣、产盐行盐各省督府具充会办。3年以整理国税，改处。为院特制盐政专官。典礼院长院学士、副长院学士各1人。特检。学士职。PG 522。学士各8人。请检。总务长1人。布政、典部、司库。具奏补。吴定元。礼制、慈济、奉常、金善4署署长各1人。1、2、3等签事，名赞，具奏补。续班、录事，资补。事衔具着制。独柱官、赞礼郎、领请各官如故。长院学士长修明礼乐，典领朝会，前肃明音。副长院学士。佐知。学士
直学士长讨论参定，总务长宗理重务，布政长库，处收发与其陈设，并司监劳事。典部长典守库储册籍，监机和出入。司库长典守各库，并都律库使，典验库兵。礼制掌朝，会庆典。慈济长坛庙陵寝，奉常长赞引兵导，金善长研验祭品。宣统3年改礼部设，凡设行政具划归各部。外省官制变更略少，为省会司道别役新民、巡警、劝业两道详前。原而寓意，改学政为提学使，按察使为提法使，各级省简立之。故使凡遇地方要政、藩、聂两司的与都若，府议议定秉养施行，欲立原升迁调补，议会详焉。制事改，称为三司云。提学使司提学使1人，正3品。掌教育行政，稽核学校规。陈征考译文师范。属设6科，曰总务，曰专门，曰普通，曰实业，曰图书，曰会计。科长、科员分治之。临安学务者充之。别设学务公所，有议长，议生以讨论其事。奏充。光绪31年改制，增吉林、黑龙江、江宁、江苏，旧至江南学政。新疆各1人，余人学政额。提法使司提法使1人，正3品。掌司法行政，督监各级省。判调度检察事务。属设3科，曰总务，曰民刑，曰典狱。科长各1人，正5品。1等科员各1人，正6品。2等科员正7品。无衡额。为奉天制佥事科员。别有正司书，正8品，副司书，正9品。光绪33年，东3省各制提法使1人。宣统2年，改各省按察使为提法使，庭辖一传。PG 523。高等审判成1人。从4品。商不分，推事常代之。刑科、民科推事6人。正6品。典部1人。正7品。主部2人。正8品。录事无定员。从9品。检察长1人，从4品。检察官1人，正6品。录事2人。地方审判推事长1人，从5品。刑科、民科推事6人，从6品。典部从7品。主部从8品。事凡或2人，事检不至。各1人，录事无定员。检察长1人，从5品。检察官1人，从6品。录事2人。看守所官1人，正9品。录事无定员。初级审判推事2人，正7品。事凡或3、4人。录事无定员。检察官1人，正7品。录事2人。看守所官1人。管狱官1人，从5品。副管狱官1人，从6品。
课长3人，正8品。文读、守卫、庶务各1人，所长2人，正9品。教会、医务各1人，府管狱官1人，从7品。州、县府管狱官1人，从8品。光绪34年，奉天设模范监狱，至正管狱官、省府、司狱、县典史。宣统2年，增至副管狱官。爵后各府、州、县有访而行之者，时天津、保定、湖北监狱丞，为至专官。东3省地处边要，自改建行省，变通例章，增至司道。题、学、题法，各省通制，无庸赘述。今宗新设诸司详佐，初践行。省、都署设陈宣、资议2，至左右参赞各1人，从2品。佥事1人，1、2、3等科员佐之。宣省。民政使司民政使1人，从2品。长主民籍。佥事，从4品。科员1等从5品，2等正6品，3等正7品。各司同。各有衡任。1、2等衣冠无定员。1等正6品，2等正7品。光绪33年至正3品。宣统元年，依布政使吏，升从2品。主属吏升迁调补。PG 524。交涉使司交涉使1人，正3品。长主邦交。有佥事、科员。1、2等役官佐之。1等正6品，2等正7品。光绪33年。奉天、吉林各置1人。宣统2年，直隶、江苏、浙江、福建、湖北、广东、云南并原奉天历序制。度支使司度支使1人，正3品。长主财富。有佥事、科员。1、2等库官佐之。1等正6品。2等正7品。光绪33年。3省各置1人。宣统元年，省黑龙江1人，历民政司监理。又光绪33年，奉天制其务使司1人，佥事、科员如各司。宣统元年省甲午不进，当事者见于军政未善，取责强邦，内自禁卫军，外自都练公所，并遵新定章制，以见从事。乃3军2协方告臣，而具便作焉。原就可考者于篇。禁卫军训练大臣3人，王大臣兼充，掌全军政令，军资官6人，执事员10人，掌章奏文仪，兼机4科，协、标、营、队，执事佐之。书记员5人，1等1人，2、3等各2人。绘图员2人，印刷、收支、庶务、地事各1人。军械、军法、军需。军医4科监督各1人，科员时有5人，军械4人，军需5人，余各2人。据陵园分治其事。协司令处统领官1人，协都统充，长统帅全协。参军官协参领充，长赞化机仪，副官正军校充，长宗理重务各1人。
司号长1人，协军校冲，司书生2人，同上。标本属统带官1人，正参领冲，掌统辖全标。教练官，副参领冲，副官，掌旗官，具副军校冲，副军械官，副军需官，副军医官，具协参领冲，副马医官，正军校冲。司号长各1人，司书生2人。步、马、工程、辎重、交通、陆炮、机关。炮、警察各队管带官，协参领冲。副官，军需长，军医长，举。正军校冲，具各1人。队官正军校冲，具各4人。排长具各3人。副军校1人，协军校2人。原制部队、机关炮队各时有2。PG 525人，马队8人，陆炮队9人，工程、辎重、交通、警察队各6人。宣统3年改定如今制。司务长70有9人。马、步、机关炮队各4人，陆炮队3人，工程、辎重、交通队各2人。初以协军校冲。宣统元年改闸补。军械长4人。正军校冲。工程、交通、陆炮、机关炮队各1人。察马长，正军校冲。马一长，副军校冲，各3人。司书生30有5人。马、步、机关炮队6人，陆炮队5人，工程、辎重、交通队各4人。一师3人。立交通队。军乐队官、排长各1人。光绪34年，设禁卫军，监国摄政王自领之，以备乐载。涛等司训练。宣统元年，定训练大臣3人，及军资官以次员额。先是各协、标、营制直事都队诸官，制事俱改为副官、省协。标2等书记官及全协书记长。都练公所督办1人，都、府、将军都统领之。掌整饬权。省新旧营伍。军事参议官1人，协都统，正参领冲。掌宗领科。局1等副官1人，协参领冲。2等副官2人，正军校冲。分掌文仪重务。1、2、3等书记官5人，5、6、7品文官冲。司书生10有6人。8、9品文官冲。筹备、粮饷2科，科长各1人，分掌编练新军、财太旧营、会计出纳、服装物品。军械局局长1人，掌新旧军枪炮弹药。以上俱副军校冲。1等科员5人，筹备、粮饷科各2人。军械1人。协参领冲。2等时有1人，筹备4人。粮饷5人。军械2人。正军校冲。3等时有2人，筹备5人。粮饷4人。军械3人。协军校冲。侧地分局。圆阙。光绪30年，各省设都练公所，分兵备、
参谋、教练3处，至总办、帮办提调诸目。宣统3年，改设科、局、访陆军兴。至任官受职，如前所列。军制总统1人，镇都统充，掌全军政令，总参谋官，协都。PG 526。统充。1等参谋官，正参领充。2等参谋官，协参领充。掌协。暂号令，参画机宜。1、2等各员佐之。工程队参领官，掌佐。本队事务。护军官长礼数务，辖便兵。炮队协领官执掌如工程队。总军械官、总执法官、总军需官、总军医官，详禁卫军。自工程队以下，据正参领充。总马医官、副参领充，据各1人。司书生时有5人。副协军校充。初，军、正、协、标并置司事。后省。正制统制官1人，副都统充，掌统帅全政。正参谋官，正参领充。2、3等参谋官，所司同军制。执事官，据正军校充。中军官，副协参领充，掌礼数务。正军械官、正执法官、正军需官、正军医官，据副协参领充。正马医官，协参领充。司号。常、副军校充，据各1人。司书生时有5人。其协、标、营制。如禁卫军。光绪30年，改练新军，区为36镇，定镇、协、标、营官制。宣统元年，各省先后编混成等协，暂置执法官、司事，升各1人，巡省。3年，报成正者20有6，至总统1人。总参谋以下员阙。余或成2协，或1协1标，正数未全。陆军正监、监长、协参领、正军校充。监副、正、副军校充，各1人。司书生2人。光绪34年，定监狱人员编制。巡防队分录统领官，事检缓制。帮统官、书记官、会计官。执事官，各1人。马、部队管带官1人。少官、少长各3人。书记长1人。以上各员，据陆营江便兼充。光绪33年，以防练旧营杂项队伍章制不一，仿新军惩法，至统领以次各职。海军舰制巡洋长江舰队统制1人。副都统加正都统衔。统领2人。协都统。海旗巡洋舰管带、总管轮、正参领。1等参谋官，海筹、海称、海荣巡洋舰、南称、近清、通济练船、江源、江立、楚同、楚泰、楚友、江源炮船、保民运船诸管带。PG 527。副参领。飞鹰鱼雷列船、建威、建安鱼雷炮船、江亨、楚谦、楚玉、连金、楚关、五凤炮船诸管带，协参领。驻英威克斯阿摩试装各船厂监造员，正参领。
俱各1人，余皆为补官。同治13年，朝议防海，购置兵轮都20艘。光绪10年，法兵购信，进监焉。岳3年，编海军精制，分为4军，置提督，1人为左翼，总兵2人为右翼，并置副将5人，参将4人，游及9人，都司20有7人，守备60人，迁总60有5人，把总90有9人，致仕右副成军。甲午1役右监焉。宣统元年，设筹备处，复置海军提督、访陆军等级，定海军官制。3年补臣，先后除授如上制。卷第120至95。时获1。明末，苛政分起，筹捐增饷，民穷财困，有侵入主中国。盖与捐除，与民更始。逮康、干之士，国富民殷。凡资生人丁，永不加赋，又普免天下租税，志在治3。呜呼，古未有也。道贤以降，海境大开，国家多顾，好才之徒广，而生财之道至。当轴者昧于中外大事，兆获兴荣，天府太仓之序，一旦荡然，赔偿兵费至400余兆，以中国所有财产抵借外债，积数10年不能清偿，摊派家捐，上下交困，乃改海运以节漕费，便还法益。PG 528。行国币，讲盐政以增税入，开矿产以扩财源，以及创铁路，改邮船，设电局，通海舶。兴政繁兴，孜孜谋利，而于古先甚亡。身重食寡，为急用书之道，昧焉不讲。夫以唐、虞治平之事，而其告顺，与也。谆以四海困穷，天路永终为戒。有国者，其可乎哉？兹取清代理财始末，条者于篇。户口田制，户口卿之名数，为外藩扎萨克所属编省丁党长于理藩院。其各省诸色人户，由其地长官以10月造册。现次年8月资送户部，浙江清吏司之，而满洲、蒙古、汉军丁党则司于户部8。其奉享处。年中，将民数会善黄册以闻。其户之别，曰军，曰民，曰将，曰造。此外若回、番、羌、苗、瑶、黎、乙等户，皆立于所在府、州、县。凡名，男曰丁，女曰口。男年16为成丁，未成丁亦曰口。丁口系于户。凡复名记以丁口，编名记以户。盖番、回、黎、苗、瑶、夷人等久经象化，皆按丁口编入名数。其以户记者，如3姓所属：赫哲、费雅喀、齐勒尔、库叶、鄂伦春、哈克拉56姓，甘肃各土司及庄浪所属番子，西藏各土司所属39族，乌里雅苏台所属唐努乌梁海贡雕户，科布多所属阿尔泰乌梁海贡雕户，贡胡皮户、阿尔泰诺尔乌梁海贡雕户、贡徽属皮户，皆是制土司所属番、夷人等，但报名寨数、族数不计户者不与其数。
凡明之者籍，其别有四，曰民籍，曰军籍，亦称卫籍，曰商籍，曰造籍。其经理之也，必察其祖籍。如人户于寄居之地，至有坟庐于20年者，准入籍出仕，令声明祖籍回避。倘本身已故，子孙于他省有田土丁粮，原复入籍者，听均留人等子孙随配入籍者，准其考试之类事也。又必辨其宗系。如名人无子，许立同宗招募相当者为后，其有女婿，亦男及收养3岁矣。PG 529。下小儿，着给财产，不得遂以为嗣之类事也。且必屈其良贱。如4民为良，奴仆及畅优为贱。凡衙属印役之造吏，马快、步快、小马、进卒、门子、工兵、仵作、粮差及巡捕营翻译，皆为谏议，常随与奴仆等。其有帽籍、跨籍、跨边、侨籍，皆禁之。世祖入关，有编制户口牌甲之令。其法，州县城乡10户吏。1牌长，10牌吏1甲长，10甲吏1保长。户给印牌，书其姓名。丁口。出则住所往，入则稽所来。其4官役一律颁给，以稽僧道之出入。其客店令各立一部，书谕客姓名行礼，以便稽查。及乾隆22年，更定15条，移直省所属每户岁给门牌。牌长、甲长3年更代，保长1年更代。凡甲内有盗窃、邪教、赌博、赌具、窝逃、奸拐、私铸、私销、私盐、采区、贩卖销黄，并私利民色敛财聚会等事，及面生可疑之徒，则令专司查报。户口迁移灯号，随时报名，门牌内改换填给。1. 申京之家，与其名一体编列。1. 其名杂处村庄，一体编列。其人名人有犯，地方官会同理事同知办理，至各省住房营内商名貌。亦居住及官兵雇用人役，均令编排册，报名理事查核。1. 编外蒙古地方种地名人，设立排头总甲及10家长等。如有偷窃、违匪及隐匿逃人者，则令查报。1. 凡客民在内地贸易或置有产业者，与土著一律顺编。1. 盐场井造，令编排甲所雇工人，随造户填注。1. 矿场丁户，厂员都律厂商，课长级。洞场、炉头等编查。各处煤窑雇主、将佣工人等册报地方查核。1. 各省山居棚民，按户编册，地主并保甲节报。广东辽民，每辽给牌，互相保节。1. 沿海等省商渔船只，取具澳甲足鳞。保节，报官给诏。商船将船主、舵工、水手年貌及冠并填诏内。出洋时，取具各船户节，至汛口照验放行。渔船只填船主年貌籍贯。其内洋采捕小艇，则令澳甲稽查。至内河船只、渔船尾设立粉牌，则令部头查。其渔船网户，水次搭棚称时之名。
PG 530。军规就近保甲管束。1. 苗人寄籍内地，久经编入民甲者，照名人一例编查。其余各处苗、瑶、千百户籍头人、洞场等稽查。约束。1. 云南有疑名错处者，一体编入保甲。其依山傍水、自成村落者，令管事头目造册稽查。1. 川省客民，同土著1立编查。1. 甘肃番子土民，则成土司查。系地方官管辖者，令所管头目编查，地方官给排册报。其四川改土归流各藩寨，令乡约甲长等稽查，均听府以长保管束。1. 四官僧道，令僧纲道纪按纪册报。其各省回民，令礼拜四掌教稽查。1. 外来留盖，保证都律盖头稽查，少壮者递回原籍安插，其余归入七流等所管束。自是立法议密。10各省藩苗与内地名人言语不通，常有赵姓之事。24年，定藩界，苗将尽力。凡台湾民，藩不许结亲，违者离异。各省名人无故擅入苗的，及苗人无故擅入民的，均照例治罪。若往来贸易，必取具行户灵佑保节，报官给诏，令唐训验放使。往彭名之称，起于江西、浙江、福建3省。各山县内，向有名人搭棚居住，一马种庆，开庐山铁，造纸雉孤为业。而广东穷民入山搭寮，取香木冲粉，悉心烧炭为业者，谓之寮民。雍正4年，订立照保甲法一体编查。乾隆28年，定各省棚名。单身令垦者，令于原籍州县领给印票，并有亲族保领，方准租种安插。倘有来历不明，则众保人纠察报究。55年，谕广东总督奏称，撤毁雷连交界海面之为州及以东之斜阳的方寮房，递回原籍，免与洋道串通滋事，并毁孝乙湾等32处寮房共162户，另行抚恤安插。沿海各省所属岛屿，多有内地名人安居乐业。若据敕令迁移，使数10万生民流离失所，于心何忍？且恐办理不善，转使良民变而为废。所有各省海岛，除立应封禁者外，余均仍旧居住。至零星散处，皆系平民。由 PG 531。不可独令项羽，而渔户出洋探捕，暂在海岛搭寮栖止，亦不可。盖行禁绝，且人民既少，稽查无难，唯在各督府严斥文武员变，编立保甲。如有盗匪混入，及窝藏为匪者，一经查出，将所居寮房盖行烧毁，比之警具。其余传出入口岸，务其取节给诏，登记姓名。倘进口时藏有货物，行迹可疑，严刑盘结，自不难立时拿获也。57年，据福宁所奏，山东一省海岛居民2万余民口，各省海岛响亦不少，当遵照前言，不准添建房屋，
以致日聚日众。人应留心访查，误认勾结匪徒，滋生事端。咸丰元年，浙江巡抚常大纯奏言，浙江彭明开山过多，以致沙淤土拥，有碍水稻田庐，请设法鞭查安插，分别去留，如所议行。四川经张献忠之乱，结疑者百无一二，耕种皆三江、湖广、流域之人。雍正5年，因逃荒而至者亦众，欲令四川州县江人户逐一稽查姓名籍贯，果系无力穷民，及量人力多寡，给荒地50-60亩或30-40亩，令其开垦。其吉林宁古塔、博都讷、阿勒楚喀、拉林等地方，乾隆17年订立不准无籍流民居住。及34年，吉林将军复良奏，阿勒楚喀、拉林地方流民242户，请限1年进行驱逐。上曰：流域既在订立之前，应准入籍垦种，一力安插，彼无失所。嘉庆中，郭尔罗斯复有内地新来流民2330户，吉林有1459户，长春有6953户，均经将军奏令入册安置。其山东名人喜居口外者，在康熙51年已有10万余人。圣祖谕嗣后山东名人有到口外及有口外回山东者，应查明年貌籍贯，造册稽查，互相对合，其后直隶。山西名人亦多有出口者。雍正初，因陆续设古北口、张家口，规划成3同之管理。宣仪万全县县城于张家口，其古北口增设巡检仪规划成增设。PG 532。通判4，巡检仪各按所属名人，照保甲法，将姓名籍贯注册，逐年资部查核。凡名人出入关口，由原籍州县给印票验明放行。所有放过票章，造册报部。其福建、广东名人喜居台湾者尤众。嘉庆15年，浙闽总督方为电奏，噶玛兰田土高于内地名人流域者多，现检查。户口，漳州人42500余丁，泉州人250余丁，粤东人140余丁，与生熟各番杂处，必须有所前置。于是亦增。噶玛兰通判1。此外如江苏同、配2县，自黄河退河，变为荒田。山东曹、冀等属名人陆续前往，创立湖团，乡绿垦种。同、配土民因克民战垦，日相控斗。同治5年，户部奏查明荣留捻匪之雕，亡2团，驱回原籍。安分2团，即令各安身业。凡此夷汉之杂处，土客之相猜，虑其姿势，则严为之防；悯其无归，则宽为之所。要皆以保甲为要图，故保甲行于平时，而编审则丁赋之所由出也。编审之制，州县官造册上之府，府别造一总册上之布政司。凡军、民、将造4级，各分上中下3等。丁有民丁、战丁、土军丁、卫丁、屯丁，总其丁之数而登黄册。督府据布政司册报达之户部会书以文。
顺治14年，命州县官编审户口，增丁至2000名以上。各予记录。康熙51年，有新增人丁永布家父之玉，字是圣祖仁政，遂与一代乡中使。故丁有开除，即不能不有抵补。故康熙55年，户部请以编审新增人丁补足旧缺额数，如有余丁归入资深册内造报，从之。高宗谕内阁曰：正查上年。各省奏报民数，较之康熙年间，计增10余倍。承平日久，生齿。日繁，盖藏自不能如前充裕。且庐舍所占田土，亦不啻备喜。生之者寡，食之者众，正甚忧之。由幸政临御以来，辟土开疆，幅员日扩，小民皆得开垦边外地土，借以暂谋衣食。然为之计及久远，非也无矿土，家有银粮，为亦享生平之福。各省督府 PG 533。即有慕名之责者，务当随时劝谕，彼皆简朴成风，习物力而进。地利甚勿以奢靡相近，习于怠惰也。是时编审之制已停职。审所报民数，大律以岁造之烟户册为据。行之日久，有司视为。据闻所报多不详合，其何以体正豫州之天下民数之心乎？又欲据郑辉祖称，从前所办民数册，岁岁滋生之数，一律雷同。似此简律相沿，成何事体？所有各省本年应进名册，均展至明年年底。倘再疏传，定当予以处分。当时名册恐不免。任意填造之弊，然自圣祖以来，休养生息100有余年，民生其间。自少至老，不知有兵革之患，而又年丰人乐，无有夭杂疵例。转徙颠簸以至于凋耗者，其户口繁数，究不可谓尽出子虚也。至编审之庭，始于雍正4年。直隶总督李福改编审行保甲。一书略云：编审5年一举，虽意在清户口，不如保甲更为详密，既可稽查游民，且不必另查户口。请自后延敕编排人丁，自16岁以上，无许一名遗漏。遂抵造册，布政司会齐，另造。总册进程。册内只开里户人丁实数，免列花户，则不及不凡儿。丁数大倍矣。乾隆5年，户部又请令各督府于每年11月，将户口数与古数一并造报，藩江、苗界不入编审者，不在此例。从之。37年，从李汉请永廷编审。自是唯有运曹军丁巳年一编审而已。盖清臣民际丧乱，户口凋残。今类朝休养生息，故户口之数遂有加增。约而举之，顺治18年，会计天下民数，千有9203233口。康熙50年2462万1324口。60年2914万8305 19口。又滋生丁46万7850口。雍正12年1641万7932口，
幼资生丁937530口。乾隆29年2559117口。60年296965545口。嘉庆24年 PG 534 3126545口。道光29年412986649口。咸同知纪兵革4起，册报。每缺数省，其可积者，止2万数千万口不等。光绪元年322655781口。32年，厘定官制，以户部为度支部，而改前所设之巡警部为民政部，调查户口，归其职掌。各省则以巡警道专司其事。明年，御直省造报名数，务须确查实数，以为数证根本。民政部奏称，伏查32年黑龙江、安徽、江苏、福建、甘肃、广西、云南丁册，并31年丁册，均未补造。在各督府，明知于县，力当查参，而积习挽回不易。臣不于接收伊始，筹一切时办法，拟请示下各督府，则城府、州、县分乡分区，自行调查丁口确数，统以每年12月底结算，以清界限。仁宪次年10月送部会奏，至可。宣统元年，复颁行填造户口格式，令先查户口数，限明年10月报齐，续查口数，限宣统4年10月报齐，至3年10月据。京师内外城、顺天府、各直省、各旗营、各驻防、各蒙其所报。除新疆、湖北、广东、广西各省、江宁、钦州、西安、凉州、伊犁、贵州、西宁各驻防、太宁镇、热河各蒙其、川、滇边务，均未册报到部外。凡正户54668000有4，副户签4578370，共69246307。14户，凡口数男139662410，女919932200有8。共239594668口。自雍正13年户部提准，福建台湾府生番199名，会入彰化籍；广西庆远府归留土民179名，会入宜山籍。4后台湾生番、四川生番领夷规划者甚众，订立令专管官编立。保甲、察稽匪类，逢望日宣讲上谕，以新教化，自是藩民衣冠。PG 535。言语西与其的名人无异，亦有读书应考者。及同治、光绪间，交通日广，我国之民耕种茂迁，便于众营，亦有改入他国版籍之事。宣统元年，外务部会同修订法律，大臣拟定国籍条例。因各国国籍法有地脉系、血脉系及属地、属人两异，两异相持，必生抵触，于是采折中制，分为固有籍、入籍、出籍、复籍4章，注重血脉系办法。宪政编查管就所定。4章离为24条。其固有籍章，
第一，凡不论是否生于中国，均属中国国籍者，其已有三：一、生而父为中国人者；二、生于父死以后而父死时为中国人者；三、母为中国人而父无可考或无国籍者。第二，若父母均某所考，或均无国籍，而生于中国地方者，亦属中国国籍。其生地并无可考，而在中国地方发现之气而同其入籍章。第三，凡外国人原入中国国籍者，准其呈请入籍，其必具备之款五：一、寄居中国皆续至10年以上者；二、年满20岁以上，照其国法律为有能力者；三、品行端正者；四、有相当之资财或艺能，足以自立者；五、照其国法律于入籍后即应消除本国国籍者，其本无国籍人原入中国国籍者，以年满20岁以上，并具备前项第一、第三、第四款者为合格。第四，凡外国人或无国籍人有书勋于中国者，虽不备1至4个款，得由外务部、民政部会奏请旨，特准入籍。第五，凡外国人或无国籍人妇人嫁与中国人者，以中国人为继父而同居者，私生子，父为中国人，经其父认领者，私生子，母为中国人，父不原认领，经其母认领者，如有此等情事之一，均作为入籍。为妇女嫁与中国人，须以正式结婚呈报有案者为限，余款依照其国法律尚未成年即未为人妻者为限。第六，凡男子入籍者，其妻及未成年之子应随同入籍，其照其国法律并不随同消除本国国籍者，不在此限。若其妻自原入籍，或入籍人自原始未成 PG 536年之子入籍者，虽不备第3条1至4个款，准其呈请入籍。第七，入籍人成年之子现住中国者，为不备第3条1至4个款，亦准呈请入籍。第八，凡入籍人不得就之官职，移军机处、内务府各官及京外4品以上文官；二、各项武官及军人；三、上下议院及各省咨议局议员。此等限制，特准入籍人10年以后。于入籍人20年以后，得由民政部请旨豁免。第九，凡呈请入籍者，应声明入籍后遵守中国法律及弃其本国权利，出具干节，并由寄居地方公正绅士2人各出具保节。第十，凡呈请入籍者，应据呈所在地方官详请所管长官咨请民政部批准排示，给予执照为凭。其在外国者，应据呈领事，申由出使大臣或进呈出使大臣资不存案。其出籍章。第11，凡中国人原入外国国籍者，应先呈请出籍。第12，凡中国人准出籍，其款有4：一、无未结之刑，民诉讼案件；二、无兵役之义务；三、无应纳未缴之租税；四、无官阶级出身。第13，凡中国人妇女嫁与外国人者，以外国人为继父而同居者，私生子，父为外国人，
其父认领者，私生子母为外国人，其父不原认领，经其母认领者，如有此等事，情之一，均作为初级。为妇女嫁与外国人，以正式结婚成报有案者为限。余款已照中国法律尚未成年即未为人妻者为限。第14，凡男子初级者，其妻及未成年之子一并作为初级。若妻自原留级，或初级人员使其未成年之子留级，准其成名，仍属中国国籍。第15，凡妇女有夫者，不得独自呈请初级。其照中国法律尚未成年及无能力者，亦不准自行呈请初级。第16，凡中国人初级者，所有在内地特有之利益，一律不得享受。第17，凡呈请初级者，应自行出具干节，声明并无第12条所列各款及犯罪未经发觉情事。第18，凡呈请初级者，应具呈本级地方官，详请该管长官咨请民政部批准排示。其在外国者 ，PG 537，应具呈领事，身由出使大臣或进呈出使大臣资部。其未经呈请批准，不问情形如何，仍属中国国籍。其父及章。第19，凡因嫁外国人而初级者，若离婚或夫死后，准其呈请复籍。第20，凡初级人之妻，于离婚或夫死后，及未成丁之子已达成年后，均准呈请复籍。第21，凡呈准初级后，如人寄居中国接续至3年以上，合第3条3、4款者，准其呈请复籍。其外国人入籍后又出籍者，不在此限。第22，凡呈请复籍，应由原籍同省公证生商2人出具保节，并具呈所在地方官，详请所管长官咨请民政部批准排示。第13，凡复籍者，非经过5年后，不得就第8条所列各款之官职。第24，本条例自奏准奉旨后，即时施行。此外改籍为良，亦有亲善政。山西等省有乐户，先是英名。建文末部复验兵，编为乐籍。雍正元年，令各属进阁，改业为良，并谕浙江之堕民、苏州之盖户，操业与乐籍无异，亦削除。其籍5年，以江南徽州有半当，宁国有世仆，本地呼为系民，甚有2姓丁口村庄乡等，而此姓为彼姓直译，有如奴隶，亦欲开除。7年，以广东淡户以船捕鱼，越民不容登岸，特谕禁止，准于净水村庄居住，与其民一体编入保甲。乾隆36年，陕西学政刘遵奏请山、陕乐户、盖户应定禁令，不易繁报。官改业后，必及4事，本族亲之皆清白自首，方准报捐应试。广东之淡户、浙江之9姓渔船，诸似此者，均照此办理。嘉庆14年，又以徽州、宁国、池州3府世仆捐监应考，常为地方所结控，上谕此等名分，
宗以现在是否服役为断。如年远，文契无考者即开获。八旗人丁，定历3年编审一次，令各左领稽查已成丁者，增入丁册。有隐匿壮丁入关，依主及左领，领催各罚则有差。凡壮丁300名为一左领，后改定为200名。康熙4年，令满洲。PG 538。蒙古左领内余丁多至100名以上，原分2左领者，听。雍正4年，御八旗都统及直省驻防都统、将军等，交予左领，萧其校领。崔、江新就壮丁逐户开明，并编审各官姓名，保节诵部。其尾陈丁及非正生良家子弟，并应除人丁，验时开除。5年，令凡编审丁册，每户书令户某人某官，无官则约闲散某，尚书副。兄官职名士，傍书子弟及兄弟之子，及户下若干人，或在籍，或他往，皆被书之。其各省驻防其员兵丁及外任文武各官子弟家属，令各将军、督抚造册资送该旗。乾隆6年，令八旗编。省各左领下已成丁及未成丁以时饷之人，皆造入丁册，分别正。升开户，户下于各名下开写3代履历。其户下人祖父或系弃买，或系圣经带来，或系带的头冲，分别注明。正户之子弟，均作正身分造。7年，御八旗汉军，其出本系汉人。有从龙入关者，有定鼎后投诚者，有原罪入其与夫3番户下归入者，有内务府王公包衣拨出者，以及招募之炮手、过继之异姓，并随母姻亲等类，先后归齐，情节不一。终为从龙人员子孙，皆系旧有功。勋吴庸令一根章。其余各项人民等，正欲广其谋生之路。倘原改归原籍，准其一律编入保甲。有原外省居住者，亦准前往。此内如有世职，仍许承袭。不原出其者，听。8年，又谕前将谕旨，原只为今出世及为末之源而言。至于服官祭酒，是受国恩之人，其本身及子弟，均不得呈请出齐。12年，又谕八旗别载册籍之人，原系开户家奴冒入正户，后经自行守名，及其人报养名人为子，有原出其为名者，其入籍何处？均听其辩。本身田产，并许代往。26年，定汉军凡县任。外省自同知、守备以上，今原自主事以上，其原自五品以上，俱不许改归民籍。其余在京报名该旗资不转行各省，在外成名。督抚资报不齐，编入民籍，并准一体考试。PG 539。大抵卿于八旗皆以国力豢养之，及后资深翻衍，虽遂弥数100万金，有苦不给，而陶人之尽复言，其民作事日行困弊。即乾隆初，御史书贺德、范闲、贺泰、户部侍郎梁师正等，先后奏请清查东3省矿的，比一柱开垦，以图自养。
虽牒奉谕旨意行，然终未能切实举办。至八旗户下人开户，必有军功劳绩，或亦能出众，亦有本主念其父秦术士，准其令户，或放出为民者，亦有不准放出为民，但准开户者，其例又各不同云。田制曰官田，初设官庄，以进积民来归者为庄头，给神的。一神42亩，其后边地各庄头田土分4等，10年一编定。舍梁庄，庄给的300赏，赏约的6亩。庄的坐落顺、宝、永、宣各属奉天、山海关、古北口、喜峰口亦立之，皆领于内务府。此外有部、4官庄，分立礼部、光禄寺，又设园地，植瓜果蔬菜，选壮丁为源头。世宗初，设总理专官，司口外报两边省。南苑本亦无的，历尽开田。宣宗常欲前已开者，并须荒弃而贤。同监、松龄、德奎、刘有明、铁骑先后书城开放，均言止节斥。然至光绪纪年，仍复与民。自后成帝者，乃皆种矣。考各齐王、公、宗室庄田，都13300余顷，分拨各齐。官兵都14900余顷。凡王公进属，分别币的，大庄给的。亩420至720，半庄240至360，原给地亩60至120或180，王府管领及官属壮丁人36亩，不知粮。凡拨的以现在为成，4虽丁增不加，丁减不退。顺治元年，定晋京荒地及前民庄田无主者，拨给东来官兵。圈地亦自此始。于是巡按御史柳营东上满，汉分居无变，不义施行。2年，令民的被指圈者，素酬不计，每2为均。4年，圈顺直各州县的190,000余赏，给满洲为庄屯。8年，地以圈的防民，欲令前圈占者悉数退还。10年，又令停圈拨，然其退。荒地，与游牧投来人丁，仍复圈补。又有因圈补而并圈接壤民。PG 540。地者，康熙初，鳌拜专秉，欲以正白旗屯庄与镶黄旗，而别圈民的圈补。户部尚书苏纳海、总督朱昌作、巡抚王登联衔以部，如止，罪致死。圣祖亲政，欲停止圈地。本年所圈房地俱退还。又以张家口、山海关等处矿土换拨各地，并令新满洲以官庄余的拨给其止圈之地归民，是为其退地亩。凡官的，历尽与民交易。然其人不习耕种，生齿日繁，不免私有之欲。雍正初，清理其地，令班躺赎回。凡不自守与私受者，须入关为公产。其地，令宗人府、内务府8旗具各种。地亩坐落4制，编制清册，是为红册，以备省勘其民田土之征。乾隆初，定回赎其地人归原殿成种，庄头世豪争夺者罪之。凡赎入关的并底塘、及梅等田，
皆征租，约其租。就查交入关的，定租由其原主之。34年，以直都阳亭张延停其吏，明租其地，本县3年。或私行长租，业户、租户科以为禁律。8. 其地主久进夺佃增租。自和生管大农，奏改前章，于是其人。及府庄头率多撤的别店，平民使多失业。嘉庆5年，不成请复。升前进，诏转入定例通行。咸丰初元，又申令如额征租主店，皆不得以一盈缩。若典谕其地，从道卖官的律，授同城。故日久法书，或指的称代，或之用长租，阳奉阴违，须一额所据。节必遂从生。虽屡生冥界，往往因他故，尽持弥长。继光绪中，乃定此业无论旧圈自治，概不准授予民人，唯从前民构生。科者，人与职业。圣经官庄于顺治初即定8旗屯界，宣令沙河以外，锦州以内，其原家丁给的，人36亩。康熙中，定以奉天所属地。毕兴满洲迁来者，凡账出的为请32万9千余，以27万6300余顷为其地，按其分界。又设各旗官员庄屯，各成兵丁，均着给随缺地亩。宣令所轮，达呼尔官兵耕种莫尔根的，奉天官兵耕种黑龙江地。乾隆初，设黑龙江屯庄、呼兰立庄寺。PG 541。十所，选圣经旗丁协家网，官为资庄筑屋匹具，丁给地亩60。10丁一庄，每6亩给子种2豆，庄给牛6头，口粮并给。温德亨、兜尔图亦如之。凡随缺官的归其入册，禁职官侵占。嘉庆间，令圣经入关地亩，应招无的平民领租，职官子弟不得承种。管界各官，并不得于所管区以子弟之名置房地。道光中，宁古、塔、博都讷、三姓、阿勒楚喀、拉林各官庄，共员额的12000。赏吉林8旗与各处旗地及乌拉旗地，共365092。赏而光绪初，拨三姓荒为官兵随缺的，计赏29000余。宣统时，以奉省各旗地多到点引战之弊，令通缉却河，无与亲附。混淆，先成旗，后外陈，依次厘定。此官庄之属东三省者，直省各置驻防骑兵，立庄田于所驻地，给田人各3亩。其全卷切付者，前在今所得圈地撤还。其原分币原地，多则240亩，少则60亩，各省不尽同。为浙江驻防无田，人之奉享。乾隆时，持防兵至产之境，为8旗官人尽如故。光绪之际，欲所在减其丁民数，竟就有马场庄田，划的口分，则以农作。其本无场田，或有而服备者，所思于邻近分购民的配发，以为事业。由渐推广，比其丁归农，授至州县，
与其名不异。未及实施。蒙古初分5等：一、2等备与庄屯原地；3等以下之与庄屯，各守土江吴的越境。后见有名人见收蒙地者，乾隆中定有执狱者郡罚之者为永令，分拨外藩官的其略。如此，故明内兼庄田总领于户部，其宗室禄田散在各省者，须是民田起科。先是以新城故安关的200田实请至井田选，其民100户，户授100亩，公100亩，共立养公田。4更于霸州、永、清访行，然成效促先。乾隆初改屯庄，则勤敏者充屯户，按亩科粮，是为井田改屯地。凡京师坛委官的，即天下社稷、山川、历坛、文庙、祠墓。4官即田公地，一切免征。建国初，赐圣贤义祭田，其孔林。PG 542。第4是学田、牧田地、坟地，咸除租赋。学田专资建学，即善序平事，佃耕租而租率不齐，就无常额。乾隆中都天下，学田11580余顷。光绪变法，直省变新学堂，须废无益，则又拨所在荒地，划留学田以补济之。借田行于首都先农坛的凡1700亩。雍正间令将吏治所属置借田。东西邻的宏春以内立绝根桥，东邻白春界外出听民耕。道光朝乃言，其境青春以外，尊、纪、密、承诸界内兵民私垦，至得万余区，久益增扩。光绪末定为冀区勘丈，将熟地分则生科、处学堂之用焉。牧马草场在基辅者，顺治2年，以进击垦荒余地，敕为牧场，于顺天、金、宝各属分其治之。自御马场以下，各按其地牧养。亲王方2里，郡王1里，一圈地也，曰屯垦。康熙中招垦天津2亿亩地，计亩21500余。乾隆时，仗直隶马场的正业平民，命曰恩赏官地。在圣经者，奉天屯为各地，8旗分作牧场，自东以西，本境民垦于定界所筑丰堆至县之。然大林河东场、西场荒地318000余亩，养习牧余地14600赏。前家中陆续放垦。后又宗各城其马场可垦地389000余亩，悉归城其城种，并令8其王公及闲散宗室于所分牧地原垦者的自呈报，为松云请。于养习贤壤一助其人，以废黜而罢。咸丰中以大林西岸垦房，马镇深尽如前。而同治2年，变通锦州、广宁、益州场荒，西场流牧，东场招佃，其东北于之高山子的数万亩，益州教场，咸的万余亩，并行租佃，以为陈兵5田。然是时西场有其领旧的9儿月垦房牧。8年，
命化弃之。于是大林河垦亦遂举。而及黑山荒多木猎场，亦沿渡间民揽受矣。养习墓地，出放。时判东西界，至专官长其租入。张武本棺木，炫亦劝垦一科。于是养习墓生熟地共放618800余亩，其余荒8万9,600余亩，余地35300余亩，即以为蒙汉杂居墓殿。PG 543。监府处琼离。吉林之乌拉，康熙时于武屯分庄丁的，遂为武棺木场，颇富林荒。宣统时，播充学田，放垦实地2300余晌。凡住房营皆至马场，其木桩旁余弥不放垦。至今仿马场。垦熟之地，久避诸民，而实守。监吏光绪末离出场地2万余亩，俱令招垦，以租习济景镇小学。宣统初，宁夏满营墓地余界，开取垦地，亩可21万，其民各半之。民领则纳价为其兵垦本。3年，安徽万顷湖牧场改垦放田82700余亩，其流民占根及民间任荒者，皆名曰佃民，其留其丁田2万亩，亦招民佃，遂输谷麦，是为官佃。制是以抗租交割，定义民租田，令公司补价成业，资巴其生计焉。口外牧场，立独食者为御马场。此外礼部、太仆寺左右，亦及八旗，均有牧场在张家口外。而沙湖口之一亩租，察哈尔属之及司垦，大青山之宽免民占，一心的之招商领根，列朝因时质疑，不居成立。其后密云，热河同时放荒。热河宽旷，于流木外得的1400顷，更以3-1流木于咸招垦。地利辟而根木不相妨，甚善政也。民之社卫也，以屯养军，以军立卫。既军政废而募民兵，屯军使专职漕运，无漕者受役不习，屯户大困。亲因民之救，为屯给军分店，罢其杂徭。顺治元年，遣御史巡视屯田。3年，定屯田官制，为设守备一，监管屯田。又迁总、百总，分里尉。是改为军为屯丁。6年，定直隶屯的书租吏，其实才屯田御史，计财巡案，由巡抚主之。13年，定屯军贴运吏。浙江各为有屯无运与无屯有运者，均征拨帖，屯户困使少苏。康熙时5年，以各位荒田在州县辖境，均地民田多隐射，令习所思亲。黎雍正2年，从廷呈请，并内地屯位于州县，才都司以下官。为代运之屯，与边卫无州县可归者，如故。9年，令屯位田亩。PG 544。可典与军户，不得私典与民。乾隆元年，豁免广东屯田县余，应除各省均田额外加征利。先是屯丁预产，官吏其税入，给契允行。至此又令运田归传者，并禁军民赋典。
实则各省典屯于民所在而有。6年，定屯田。限1年。无论在军在民，并清出归丁善运。12年，曹都固从，请田以典于民者，令其丁购赎。然民职业久，丁平无以赎，从。阿斯哈言，离江西丁田，在军归军，在民增租给丁，永为定制。37年，又以曹都加模奏，命清理湖广、江浙、山东等省屯田。明年，裴宗熙因陈两江向不归运之财为屯田，加征经费。帝以类民，不允。40年，鄂府陈辉祖奏，武昌诸卫清出典，欲屯田，请加金善运。不义，如此则思乡受者之戒，而人不并失业，数典狱之必见除。50年，以长沙、李州原有变田，转授分匀，令除变田民，准民产授。54年，毕元等奏，各省屯丁4年一边省，只积户口之数，其田产或有漏逆，以时核之。100余年来，屯田吏并与漕运终始，及南漕改海运，屯卫隐蔽南击，致仕而一大变。光绪24年，太常清原厂奏理屯田，应有改位为屯之欲，令天下合为田亩数，详定租章。而江西以租息充饷，与他省善运者不同，越人就惯。27年，刘坤仪张之洞条议屯卫夷才，略称运军9虚，为官复无事，一味所属屯田，或革府，或跨省，一切操诸虚吏之手，田饷必斗，不可胜穷。明年，欲各省勘实屯的，习屯户税契职业，改屯饷为丁粮，归州县征解，除屯丁，运军名目，才为官。是时宗记各省屯田约25万余顷，故多与民田摇杂。又各丁私相直授，久失其咎，众议。兵后侧及荡然，粮产无从钩金。曹都城夔龙城大要3端，宜分丁业民业：1. 县征无追原额；1. 补缴田价宜轻。而江皖两浙俱折中定规，分别交价输税。如淮、扬、徐4卫定 PG 545，有上则3两，中2两，下1两，屯税每两纳3分，余户有同意。为山东以兼欠请免征纳。鄂都张之洞则为湖北卫田，军户养善，及民人冒替，律非素风，均难则其成价，仅有征契税而已。其税价是民田律。纪31年，以成屯口构信，以为田吏不便也。之洞更筹简易8法，大指删除原则，分年减税豁派，类免杂课。但学堂捐与民田同，已被改屯为民。如是者关羽文正4乡省，亦仿此行焉。宣统元年，浙府增运更请令成田者但克其报名，统不纳价。不亦及允战业，屯价不妨量收。盖屯未善变，实是然也。亲自开创出，播壮丁于矿土屯田，又进边屯处，筑城设兵，以为农人。
世祖时入关，定垦荒兴屯之令。凡州县为无主，荒地分给流民及官兵屯种，如吏不能垦，官给牛具子种，或量甲屯资。4年纳半，3年全纳。大学士范文呈上屯田4事： 1. 选举的人， 1. 收获事宜， 1. 转运有方， 1. 赏罚必信。上士之，令凡自守投诚者，受荒田为永业。为役界亦请积民转喜得入籍占田。罪徒当遣者，现年屯垦，以示世孩。其源流。占业者，听。定职审屯田，关注牛种者，所收子利3分取1。民自备者，当年10分取1， 2年、3年3分取1。初定劝成立。现年之法甚严。康熙初，律官吏虚报摊派，停县年令。巡御史徐绪凌论垦荒3弊，严甚切制，然县年促不可行。宣令市民垦的20顷，是其文理优者，以县城用，100顷以知县用。凡新垦的，初定3年起科。4又宽至6年后。巡令通计10年，计人用。6年立，亦有巡3年就制者。雍正初元，欲升科知县。水田6年，旱田10年者为例。当顺、康坚直审大吏以开拓为功，其报垦田总额多者如何？南至19361顷，少者如山东120顷有其。是宗末年，以数多不实，严戒审核。其有服事，论如律。定义序 PG 546。法。凡官吏照垫资垦者，按户数多寡，均名自错公本者，按亩数多寡行之。乾隆时，令关山、关的无论土著、留人已成，报之先后与垦。民的由业主先报，或实力处，他人使得成之。凡屯户加垦者，俱令改屯生科。又令以垦之地，宜慎防护。凡官民的与水稻蓄泄相关，无擅行垦。倘铁己业，私垦堂堰碑，则为田，利与尘埃。今考历朝屯垦之政，首直省屯田，次新疆屯田，次东三省开垦，次蒙古开垦，及青海、热河等处垦务，悉据于篇。当顺治初元，令山西新垦田免租税1岁，而河南北荒地94500余顷，允巡抚罗秀景言，比兵克垦。2年，顺天行计兵授田法，每守兵与可耕田10亩，牛具、子种官资之。又直隶、山东、江北、山西凡驻满兵，给无主的令种。4年，给市中粮为本请开秦、豫吉卢、凤凰田。6年，令各省兼牧流民。边甲给诏，垦荒为业，无欲征私派。6年后按熟地征粮。10年，定四川荒地听民开垦。陕荒则着调步兵，官给牛粮。康熙6年，定江、浙等省分驻投诚官兵屯田，仍给荒田5 10亩的之饷本。其眷属众者，亩数量口地家。福建无荒，
则分驻有屯诸省。7年，御史萧正书言，国家遂废，兵饷居其8，而虑其兵饷又居其8。臣屯田前属，以助郡县之兵，根郡县之地，则废省而荒贱僻。下部一行，时直隶、陕西、粤、闽先后定垦荒例，而四川更立特例，官吏准立公论。于是湘、闽、鲁、晋、豫等省空荒任民播种，现年垦齐。雍正4年，甘肃、宁夏之察汉、脱灰的平野，可垦田60万余亩，招户认领，户售100亩。5年，粤都阿克敦城近年越东，垦毕4，宜豪强占夺，1虚立拦索，1资本不充，1土籍据为客类。劝导法5，定疆界，度科取，代子种，清科额，广招来。其后会朝平民垦肇庆属地，高、连、雷属山荒敲阙。PG 547，皆给资招垦，并免生科。4琼州亦如之。又扩滇前垦冀、乌、蒙兵民并陈，户务于2顷。其各省入属民人，户籍水田亩30，旱田亩50。甘肃安西9行兵垦，一卷住房，以与粮、粟2镇。屯兵多平，垦资悉出官代，并令边省、内地零星可垦者，听名。以垦种，及山西新垦籍的，自10亩以下，陕西基林在5亩以下，据免生科。凡系地及水冲沙杂，与田不及亩者，及边省山路河软矿土，均永远免科。浙江新长沙图、明、造皆成岭，100亩为号，10号为甲，10甲老农倒耕。后执掌的人咸利之。4有清垦西湖之境。乾隆59年，巡抚吉庆言，沿海沙地滩长弥长，约13万3千余亩，悉令入关，交原店耕作纳租，永着为例。凡各省州县每岁新垦荒田荒地，以及当的湖淤，督府随时书报。生科。盖雍、甘以来，各省均屯民垦，称极甚焉。福建各番路场矿土，历许租与民耕。然台湾自历任郑成创、庄昭殿，往往轻居民，番地。乾隆时，欲禁5变垦荒，选净土，民私购番田。53年，福康安请拨余地必番，民自重，林壮，建作屯丁。内山未垦及入关荒废圃地8800余甲，每甲准民。田11亩林，共屯丁4000，分地任耕，免赋而不给饷，从之。嘉庆中，噶玛兰开辟田园7050甲有其。道光初，定番设位，垦荒圃分给民人征租。粤西设土兵、粮兵，均给均田。粤东有良田、窑田，人按田充兵，其田均进民典。台湾番的亦然。故云南永北、大窑等处汉典仪的积系数10年。道光建元错，李稍定。13年，四川复有汉更仪的知信，乃悉戒旨，令汉仪不得互战。又用滇都阮元义，禁流民私店苗田，并禁苗客户。
典授苗产。16年，以开化、广南、普洱的多矿贤留名富朋。其种因议论入户甲。御史陶士林论其病农葬间，禁之。先是江苏长滩，茂垦日盛，待道光8年，始定归公。而官产民业，纠户绞绕。于是江都陶树谏言听民陈授。布议江河部 PG 548。以垦殖为例，则沙州不得以战欲训民，人一律入关处置。寻其因为民间架构新筑，一旦夺骸，既累真力，请宽其既往而恶，其将来从之。23年，其研修复虎门等炮台，须屯田防虎。明年，陈欲采木丁2000试行。上曰：以本地之民种本的之田，首要爱及汉身家，允为常算。同治初元，以军处籍、袭凤、尹等属数兵垦临近废田，以渐推行诸郡。山东遭剿匪之乱，邹、滕诸县田里为虚。3年，决用移民册，而东昌、临清、兖、曹各属逆产及绝户的，尽没。入关5年，乃有办理胡团之欲。胡团者，曹即克民种苏，其介同配胡的具足力团。继而土著归乡，空隙磨矣。然肯由官召集，不乏官荒，所占土田不甚广，且送者非实田户也。于是曾国藩严逐其情，为之驱逐有户，留其粮团，各安所业。陕西判决荒产，前1岁欲令筹设屯田。巡抚刘荣言军事方殷，不如招垦变，不从其意。乃定木垦新章祀，约镇经界，立制县，缓钱粮，定租谷。广东沿海沙地，定立水河报刊，诚垦者人物。过疫请，3年成熟，照水田起科。至后晋升垄断青鱼，因命查文禁止。当世时，值东南兵火之余，农酒失业。光禄少清镇西营盐。国家岁入金约4000数百万，想许之号办之，以广屯田养兵以节废。荀彧使汪朝起称各省兴复图疆，以及垦辟。徐景事亦已休。农历，安刘喜为言。由是曾国藩于皖、杨昌训于浙，皆分别土客，部属开荒。而马兴宜于苏，刘典于陕，亦及吉都劝。曾毕光、黎裴敬前后于前兴屯田之政。8月，用苏廷魁盐，筹垦兰，以下干河滩地。11年，遇陕西盐于各属的及民平夷，即垦辟延州县考城。时回众出旧府也。先是御史黄熙同请设苏、宛屯营、选乡、怀散永垦沿江地。光绪2年，朱以增一盐，或为屯镇以边陲不宜复地，不知有。PG 549。荒可垦，河滨不可农，河的不可屯。但抽调数营，陆续兴举。将来化兵为农，必国非系。时今海防兵营垦有效，故云然。曾国藩常言，必得1000亩无主之田，不与民田杂，
方可资兵力。屯、李鸿章亦为兵民杂处，不宜于内地。亦遂请出贵州屯军于古州、八寨、台拱、丹江、清江五分社120堡，为屯8939户，户给上田6亩，中8亩，下10亩，附近山地布县。逮乾隆中，禁止陈店屯军私域。嘉庆初，同仁实现苗的建雕卡，至屯军，每军100名，设100户仪，总其2，每军1名与水田4亩，100户6亩，总其5亩，皆免租。继同治初，更定黎平屯章。即是罗应留言，前苗建屯已久，须民先时，不如去兵之民，收农之时。时屯军凡10位，巡走，定分为2番，与守兵同，操防征调各额，屯设之100户，总其等。有不利者，立时革替。先是省贵分有书城安置其人听往各省之意。御史黄元善亦称山西及江苏等省开荒，当仿双城堡旧章，令其民以垦，故以事体兼具，未尽举也。12年，台湾巡抚刘铭传筹垦内山番荒，伐木变价，以资抚恤。16年，湖南洞庭新长淤州，建南州治，入关店租，共勘10民田13万余亩，官田89200余亩。22年，贵府10念祖言，垦悉各属。官民荒田可垦，令官吏为畅，酌减屯兵，都令开熟，任民领耕。亮的后博定科，计各属总垦荒田14300余亩。时陕西清荒胜利，巡抚张汝梅言，陕的兵尽交城，百姓流散，北山气候，夏寒霜早，色势无凭，又人工少而谷价廉，得不偿失。匪为客民去留无定，及土民亦作辍弥长。欲求的不复荒，为书守垦其县，宽牧令则成，则民少逃亡，官不顾虑，而公私两益矣。25年，定新阳荒无额田约10万亩，无主者作官田招领，分田地场3等缴价，名曰系缴钱，有主县。其报垦，余县入关。从江都刘坤亦请也。28年，陕府申允 PG 550言，西安马场各荒地，是开水旱田，行屯垦。营少官复地亩，自60以下，屯永人10亩，每100亩带官牛2头，子种30，官备农器，1年孩牛，2年全交，并拟令分年节饷。开屯之初，岁发全饷，2岁才办，3岁进财。4后的为水冲薄坏，色入扶风，因父上言，屈无饷之兵，使自食其力，是且壮志消余。犬母精锐时于农作，有屯而时无兵，有兵而时无用，转非创。屯本义，不如不裁其饷，而悉以屯利归公，再班岁获之2、3行。赏，此所谓两利者也。江西义宁、新昌之交，有黄冈山，自名以骸，恒为道叟。29年，从巡抚科冯时请，开的以义名。直隶安州白洋殿纡的肥沃，是岁持进，昭明殿坐，
分4等收寓租。31年，海州干渝间有基兴、燕尾2滩，立垦牧。又徐州为珊瑚淤滩的，均照明垦生科。32年，议定广西垦荒丁壮计息，资本右处，乃仿外洋法，招商领垦。南宁则招商本利公司，木材兵充垦丁。至宣统初，共放山荒166500余亩。33年，江都端方上言苏蜀兵后荒田不下200余万亩，请令历年报荒者定为版。荒于新荒，许各户只报豁粮，据邮局招垦，则须荒一查。又定垦章，区别官荒民荒，分3等书价，受荒无问图客，皆得领。种34年，清丈安徽沿江州的冀怀宁等州县官荒应缴价者共30万余亩。广东琼崖从未开职，致市及商本创公司，官行清丈，分官荒民荒，先正其经界。宣统3年，云南清出荒地56万亩，安徽官民荒地41000余顷，河南沙荒地3万3千余顷。可垦者分3等，曰轻沙，曰平沙，曰重沙，各州县市。行招垦，多则400数十顷，少亦20-30顷。浙江仁和等属垦。守甲地山陇180余顷，各府绅商领垦荒地15000余亩。甘肃自光绪纪年设局垦荒，达20余万亩。新疆屯田，始康熙之际，察罕诺尔的驻兵，因于苏勒鄂图 PG 551。喀喇乌苏诸处创屯种，令土默特兵迁，每其一台级，浅监事大臣1人。而哈密、巴里坤、兜尔伯勒及西吉木、布隆吉尔等咸邑立屯，命富尔丹、苏尔德、梁士勋分执其事。吐鲁番译注：屯兵。雍正3年，命喀尔喀驻兵垦鄂尔昆田。乾隆初，定一兵垦25亩，凡兵2500，重地3支，驻守2支。时回不如辟斩各要冲，多设屯，后兵力逮准噶尔平，版图亦扩，边防与屯镇相围。7年，川陕总督尹继善请议，蔡把石湖地租与回民，甲资耕种，是的允行。20年，以伊犁、西晋喀尔喀东垂多咸壤，西遣满、汉、蒙兵数千开屯，是蒙古受田利。又设额尔齐斯屯田，巴里坤亦置屯，遣甘、梁、肃屯的兵500往种，秋收后入城，3年更迭。塔勒纳庆开田3000余亩。23年，用雅尔哈善、永贵等盐于辟斩鲁克察克、吐鲁番、乌鲁木齐、托克逊、哈喇沙尔归渡关垦。是时馈饷油。即借巴里坤至伊犁循序增屯，其原协家者，比安业如内地村庄。出人种15亩，另役5亩。至新旧屯兵17000，出唐300万贝子种猪用。而特纳格、昌吉、罗克伦军役兵广屯。大绿屋。鲁木齐增垦以来，遂获西宫伊犁饷需。伊犁垦城，又资接续。
更以喀什噶尔等回众2500户屯阿克苏，其士则黄庭贵、杨应居、赵惠等主之。定章百兵一屯，地亩人20，分小麦11，谷7，青稞豌豆各1。然吐鲁番、辟斩、鲁克察克兵屯外皆坚回屯，而库车东、哈喇沙尔西或分布多轮回人盖种。25年，伊犁屯一起，于河南之海努克利回屯，察罕乌、苏利兵屯。一年，又于叶尔羌、喀什噶尔、阿克苏、乌什等城增回屯，减兵额。时荣氏方袭，为鄂塞留兵，于其父伊犁屯。直或宿营狱，即一屯兵。兵不攻屯，则召集留人，分土任业。巴里昆饶甚壤，木垒土沃全资，巨木人大开阡陌。盖书赫德 PG 552。阿贵、明瑞等所见为多。37年，陕都文授以新疆余地移推。广木垦条列武士以文。41年，令叶尔羌城丁余回，特币耕地编户，凡1500户为一所，3000户为一位。初，乌鲁木齐屯的，共率骑兵3000。2000操练，1000屯耕，翻修，3岁后另一卷，关羽资装。即的日扩而兵不善，屡迁甘肃平民，不尽凡费，赤平全给，小康办之，遂攘自元切家则不给。45年，定卷兵分编户籍，其牛、子、农具、屋架、口粮，皆关错代，约生科时，分3年缴纳。凡城种新疆熟地，本年生科，新垦3年后生科，而商民城垦新的户30亩，6年生科。盖自此处呼楚、木垒、马纳斯、库尔哈喇乌苏屯务轻轻日进矣。新疆军屯分数，人或系粮食50至18石，官役序、兵丁。赏1月盐菜银25石备之，12石以上，功过半，不及。官役处。兵众则留屯，4年收足与赋。乌鲁木齐但获粮11石以上即续赏。塔勒纳庆尤敲击，赏伐地将杀之。无盐菜则给口粮，其阿奇木伯克等则赏断匹。故伊犁俄多苦类，福康安常矣。为言。最后将军长庚请访乌鲁木齐例行，然不一人未及检也。向力遣犯的刘种新地、哈密各属节留一，乌遣犯垦耕，年满乃各治其所，最重物流。又以不敷农作，仅限断阳道而已。后令秦清者改房为卷，用机弥之。遣犯或俄兵丁，其序赏诸事从员。例嘉庆13年，波塔尔巴哈台兵赴伊犁植田，以农系简练。至5元领之，3年一更迭。而伊犁原定屯兵3000，每岁耕种。于中抽调如干，及习容备，其数岁有增减，各视其时，以耕之。18屯，翻修轮种，以习地利。寻定自20年始，每年加重量。屯云。初，伊犁多可耕田，令惠远、会宁两满城派闲散其人分的士种，借给牛具，成效昭然。9年，
松云因沿照西伯营屯种。PG 553立分避其兵地亩，各使自耕，永为市产。以有防操务之令，转交闲散代耕。25年，令满营兼种杂粮，先后分田4万4千余亩，授8期闲散自耕，但不得为进店租，私相典卖。道光初，即刊定章格尔，令回兵士垦大河拐，增额则募平回。于是乌石、阿克苏、和田美散布回户行垦，乌鲁木齐属富康、其台记吐鲁番，均募民户，伊犁会远城以东，亦选土著。阿伯勒斯荒，据拨回户，设5庄，庄100户，户的地亩200卡。喇沙尔则财屯安户，库车荒地，亦与无业回人，叶尔羌属巴尔。楚喀多矿土，则广招眷民。其霍尔罕新田，散与回户，喀什噶尔初开的，分处河东西，东避回人，西招民户，或专属，或兼牧，既相安而已。凡民人复回疆领地，皆官给应券，自积以行。其征粮多至亩2豆4升，次小麦8升，次6升5盒，最少3升。大律是壤肥极为断。阿伯勒斯入3色粮16时，满营马兵练饷，余资取善。自家道以来数十年中，伊犁屯垦，后先其事者，将军松云、纳彦成、布彦泰等，而临则许遣数日，屡堪诛的。又兴水利于伊拉里克，绝迹有尾焉。同治2年，都统平瑞上言，乌鲁木齐闲矿滋生马场，招商户以垦，并请于伊犁各城一律经划分屯的必屯兵，命赐地兴。举3年，敕哈密推广原屯。光绪3年，侍读张佩伦请抽其丁屯新疆。陕甘总督左宗棠为有所挚爱以祖凡6世，亦遂请。是时南路禅，民富庶，荒旷。上西、北路镇，敌各属，垦熟地不过12三，复纳计亏，屡里。欲毕，以而建制新疆省制。13年，巡抚刘景堂更酌定新章。户给的60亩，官借子粮20，农具银6两，器屋银8两，牛2头，2人即当1户，月给盐菜口粮，历县初年还半，4年全缴器，按亩起征，第3年半征，4年足全额。人访营田制，10户1屯长，50户1屯正，每屯正5，设一管领专员正。PG 554长领地代本，西如户民，总计安纳土，克1090户，以次推行。而南路各属新垦地19000余亩，分年起征，均不领垦费。账清。南北两路各则荒熟地1148万亩有其。各城伯克向有养连的，自改郡县，才伯克连的一律入官店租。17年，魏光涛分划伊犁各地归其屯，民屯各6万余亩，使各自立耕。其后土客生习番树，岁屡有秋，关内汉回携眷诚恳，络绎相属。宣统3年，巡抚袁大化言，新疆素号农牧国，今日贫瘠。尤的旷人书，自迪化以西，
今河以东，遍地官荒，草湖苇滩，无虑千万顷，而南江东路销矿一同。拟及华侨立公司，速效非议。今令在新各园有独立或合资开荒着着名校者，分别奏奖，以示鼓励。是的允行。金川在乾隆40年以武功抵定，初从定西将军阿贵言于西川之攒拉就近屯田，其美诺、底木达等处，令驻兵受的习根。别司门以次改土为屯，各置屯便处理。又博嘎尔、角摇诸将藩，西市屯兵力，盖必以牛具子粮。其番户多者3、40，少者1、2。10初垦免赋，3年后输粮，炫令驻兵切卷钱赋，而丁口日增。又拨的户30亩，比家垦自己，地利尽辟矣。于是四川之茂公武屯安置将藩，一户给地亩30，选精壮1000人，半为屯练给饷，半为余丁无饷。绝后离出荒壤，一分等加赖、巴堂、礼堂，沃区亦不乏。至光绪33年，川都诏尔封书筹垦计，招内地农户而官资遣之焉。关外土矿人稀，蒙古的有广袤，利于屯垦。清初分其有定界，既因边内壤及粮亏，拓边以垦。天聪中，令各牛鹿就各屯。近的则种所宜。以沈佩瑞言，于广宁东西，驴羊邑，选壮农，充步促屯田，分八固山，离牛鹿为2等，备牛种农具，令才敏者律屯兵往根。崇德5年，官兵于益州筑城开屯。康熙25年，以锦州、凤凰城等8处荒地分给其民营垦，又遣途人屯种。PG 555。盛京咸壤。28年，定奉天等处旗，民各守田界，不得互相侵越。乾隆5年，侍郎梁师正请至八旗闲散屯边，以广生计。命阿里衮往奉天向渡的夷。于时吉林宁古塔、博都讷、阿勒楚、喀、三姓、辉春及长春，俱是垦殖，贫无力者，发官帑相待。40年，刘人偷垦秀岩牧场地亩，遂定例使入关纳租。42年，以大凌河西北杏山、松山的丰美，喜闲散宗室，资地3顷，半官垦，半自垦，筑屋边屯，筑其子具。55年，令奉天字。因而置以扬边止，仗荒分必成其之无田者，除留为场深山于均量肥及配给，尽留民出口私垦，而积9人与边户。嘉庆16年，令各官爱节禁之。初以八旗口种，波拉林地比开田垦种。17年，塞冲阿言。拉林境的闲荒可垦者25000余晌，而3道卡、萨里诸处的多未垦，请移驻其人。巡抚郡请减屯丁1000人，拨荒30晌，给银25两，子粮20，垦20晌，留10晌，是种3年后，第4年起交粮。4移驻经其分给已熟15晌，荒5晌，余荒熟各5晌，即与原种屯丁为业而免兵粮。以傅俊建议更于拉陵之。
西北双城堡开屯，一驻精骑闲散，为的9万数千赏，一户3000，年夷200户，一户化的，一切废西领于关区中左右3屯。屯凿井2，选丁给的，立同拉陵，经其领地5年后，征粮20。每大屯容40屯，每其5屯，至总副屯达各8人，每屯丁经其各30户，23人以上即准户论，3屯各建1熟客有。丁道光5年，一住户77，垦熟地33100余赏，盖复郡松云始终其事，故其效甚者。自后当世尽谢，又其地早。霜气寒，原喜者少，于是博企图改一住户为1000，因以所余地。户役15赏，闲散不认耕，得买仆或令佣以住。因何常上言疑，推广成功，而续促福晋。博都讷空旷围场20余万赏，荒久壤。PG 556。余是双城堡事办公备。复郡请令分屯划界，略访前规，命其的约新城，坠列户号，前后凡120屯。章凡6、7上，廷议炫。以双城堡事为皇他籍，且用服充，是尽矣。28年，令凤凰城边司垦地，以熟集中垦者，招佃征租。无己，其民报垦制24万亩。咸丰4年，开吉林5常保荒田。先是齐哈尔设官屯，令罪徒及其奴陈种。寻以犹堕遣退，选壮丁补之。4御史吴超尉。忽兰蒙古尔山荒以垦，寻以生猪禁欲，兼防边务，竟不行。同治时，广宁南之盘蛇邑，拟放的100万亩，民领即半绝。后水患平人，弃光绪末，开放使郡。是时经厂流民失业，用父名阿言，以藏杀猪和计划皮电子猪处官荒必垦，免交押价，而法库门以将往有游民偷垦。代都兴阿吕察以江西岸密尔朝鲜安置匪役，为严禁越渡，以警其防。有沿江因垦骚扰言边者，立予居罚。9年，乃就以阳门至凤凰门边荒90亿所，分勘斩界，随佃穷离，而私垦充塞边境如故。光绪7年，吴大邓上言，宁古塔之3岔口壤沃一根，可牧其鲁越农，边屯一营，以实边塞。14年，将军西元使设局立志，以边籍收薄，限10年后升科。巡设5社，垦地13000，1400赏有其。22年，严茂复陈吉林开垦，使务于其民之不和，既务于委员之自立。开局16年，得不偿失，不亦因定分别裁流。于是方阵炮、欧里场、2道漂河、头2道江马沿河、大沙及洞等河，及以拓的殖民为务。初，吉林放有览头包岭，虽荒蒙绵茂，折克其极势，而必益于利，致使使成革焉。又复地家荒附着各屯，多寡不等，皆甚饶沃，领者群至，则探筹决之。先是12年，
黑龙江将军公堂请开呼兰属通垦荒的书成实例，已而决议实行。至24年，营通垦客因荒芜，化屯安井，昭明代佃，民纳克粮，其功正负，官为之器，不夺。PG 557。佃役租。25年，肯布特哈支那摩尔和咸荒约40万赏，其民领佃，入费免租，从恩则请也。越8年，讷河以南放垦375100余赏。28年，吉林设局清赋，兼放林荒，各属其户原无粮额。各地查报苛征，故其实经界计小，包套诡计，焚如乱丝。选日，俄变身，是亦棘手。将军达贵、巡抚陈昭常先后清河，至宣统。初元，都吉林大租原地为赏1183100有其，福多2184800余赏。其明年，通缉省民田，其地即加断林荒。刊放弃市，又清出793300余赏。夫多地者，如地形。方及东西长，均以西为福多，南北长则以北，西北有卢木则以东南。或一的兼二则，四则即福多也。奉天大围场分东西流2围，自国初播流是荒，有先为15，以补先，大围90以讲5。日久防迟，留人思垦历年。光绪初，将军其元奏以20为增海龙志，就地升科。至30年，海龙2一升科者，已达1298000余亩，于85围，西45围，于22年一垦，至30年放弃。其镇灵山荒树川草甸3022000余亩，其荒价亩纳银1两2钱，山场熟地6钱，深3钱，城镇基地亩20两。其9年私垦土地则被纳2两4钱，中下差减，原户领回，不原则撤放。东40围，以安置荆州迁户，开禁播荒，契31年，共放1127200余亩。城地上者亩25两，中20两，下15两。荒地亩收正克2分，号10分。其使两流为荒地听民责，所余家荒，往往轻垦，立园为监。自廷节重勘，亦清积弊。东流为及东平全境，引并带过。西流，宋系资繁。32年，复丈两流山荒，据10亩作7亩。至福多的以先纳价，未及折合，则限8年升科，以平计之。大律熟地当年起科，荒地4年为限。10日，俄购兵，奉省税至讨。须复查东边海龙各属私垦余荒，收价集资，即为新政。右帐 PG 558。放锦州属海退河淤及各资生地亩共32处云。黑龙江的当光绪18年，于绥化之北团林子设屯田其户1200，巴兰苏之山林设户600有余，计户授田，户45赏，中以15赏归屯丁永业，30赏其科。全匪乱作，刘喜平年，
续于铁山包招户，又招抚爱魂各屯，酒乃烧还其旧。然是时江省以东，民户日番，乌来壤梯，食财二三，富豪包揽居其。邻户无力分领，放荒粟而收价迟，领地多而开地少。33年，乃议变通，令贤退兵原农者，分年给垦，欲植于屯。宣统元年，又令广招来，定奖章，度包成，赏经费。户人领地15赏，收公费4钱，大都荒价量的为等差。木兰随画赏收银7钱，通垦2两1钱，呼兰、莫尔根押租则1两4钱，营欲不齐，均加征15经费，其大教也。时又着流嫩江以西未放各荒为无的。官兵深夜，拨兵驻屯之侧，使自哈拉火烧试行，而得先上虞。兵惰不耐耕，母仅获豆粮，甚且无颗粒收入，口食人养给于官。因复一缓。2年，仍改昭明殿。初，奉省例行轻赋，凡服多的县令民户守时，纳价起科。历3岁余，仅得荒熟地80余万亩，以而一局建，用分年免价。法东都西梁上言，轻赋重生科不重收价，其例久暂悬殊。又东省为8旗根本，其民杂居皆土著，亦于各省住房内外。陈其随缺5田，向有定额，即计口授田1亿。数百年来，户口增而的不给，口分体大难举，垦种事变易行。经常白兴设置，移植罪夷，如以时编之策，资后生之力，所谓2亿者也。夫必先去其待10余人之席，然后见为人自为养之谋，给田则分余力。农喜的则除其依赖，为8旗计，无要于此。3年，奉天各属大放民荒，共得12万亩。自顺治时，令各边口内矿的听兵制田，不得往垦口外牧地。故其地丰博益农。雍正初，遣精兵800赴热河之哈喇河屯3处。PG 559，创垦，设总管各官。宣至张家口同知，10分其地，遂人耕余分。语序不及5分处罚。继乾隆初，热河东西共划其地约2万顷。古北口至围场就无名的，历年民垦资分，乃令分拨其户。未几，高宾请还其旧，从之。热河自改州县后，山场平原，讲求开植。西向蒙古输租，沿袭已久。其围场周1000余里，为72治。总管宜驻防其兵迁。同治中，用都统瑞林言，斩垦闲荒，以济兵时，令招富户。陈领进占皮联名的，于宏春外定借力卡伦。寻邑长贵山等矣。阻挠得罪。时权为以放其半，领荒者见清正为，于是欲河东西。佃垦及偷垦地一律封禁，赤遣私垦诸户。其侵入山坡沟岔，乃暴领逆多为少者，众按之。其后库克及太部属滋事，将其殿为外引的，拨补为内民殿，彼得以喜安业，以清为戒。然委员错，致师夷兼殿抗拒生性，
经重实在举勘量，更定诏册永进以腾。知政为瑞林记之，人无要领。光绪初，御史邓庆龄卢列击毙，以而定义举办旌旗喜互开屯。其后却堪热河武川荒地请数，都2300有旗，平川的景及其伴，旋即招垦，以压荒地响。纪年，都统西凉论开放为荒。时事大要留为作，编号目，增荒价，度览寿，世皆允行。蒙古当康熙时，喀喇沁等其地，以民种而立其袭入，折连牧之，置防游牧。乾隆初，亦令察哈尔盟民易居，但杂处积年，户众垦藩，南归徙而亲生性，亦者数称驱斥之变。至嘉庆初，吐谢图汉各其地，常有游民栖息。蒙人负民债不能偿，而平民负苦无归，则为知民界设限，不救前师，倘将来私开义垄，增迁一人，作所管蒙偿等罪，其租客官不知问，各扎萨克自征之。时郭尔罗斯赎地亩26万5千余，2亩4升为定律。至11年，垦者种相属，因升官进，并欲尽私与民授受，违者台即连坐之。然留人私种承袭，莫能革也。初令规划种地人岸边。PG 560。甲利，遂上其籍，而口外绥远等地，仅容节生商贩往来，妾室者有尽。其后科尔沁属达尔汉，兵图2王旗，着里克图，兵图2旗所招垦户，亦军边甲舍，至乡长焉。道光12年，盛京将军御太上科尔沁垦张八世，凡写的毕，以自明，无过5顷，一的依附写者，后户与前户相均，村屯货典于民，追契折偿，地主无力回赎，任民在种，现年底还年满地允自种，或租与原店，不得复典及招人，民户交的后的自踏闲荒，白菊成种，其蒙种熟地，无许租人，借外民开者亦无许引舍，闲如拟行。土默特牧场，就为任意垦制，4分余地。必蒙人，口律易请，而佃与民种者多。至17年，令入蒙押租，以其4佐官用，其租席无业蒙人4只，公甲及本旗贝勒各3只。同治7年，喜喀喇沁越垦诸户分归各旗。光绪7年，创乌里雅苏台垦田10顷60亩为一屯，凡为屯。7. 训渠、建居、牛、子猪费，亦官为补助。8年，选库轮土者于图时，车城西部落学士屯垦，从喜昌请也。当蒙古生习境甚时，余的之不妨牧者垦之，曰牧地，又有租地、养善地、香火的，皆自种自租。9年，山西巡抚张之洞言，封宁耳。归随武，自招垦蒙荒而户日藩，所在于荒，时亦必无业店民。租种，其租所入，除利与蒙其外，凡开地基本新公岁号弥补一切，皆取给其间，为一匪系。21年，奉天将军曾其请帐放各蒙荒，复都统受山邑矣。为言
而国子司业黄思永请垦内盟一克昭、乌兰察布二盟目的。盟常有为防其深业者，未克实施。是时进边之锋镇，宁远垦民，基数万户，而扎赖特、杜尔伯特、郭尔罗斯陆续报垦，人争取之。察哈尔其牧及草地虽尽撕开，然自咸丰中马场持尽，至尽。岁月战纷纭，客户其丁，宋不胜节。24年，都统祥林应言：欲蒙的无私垦，必严苛罪；欲蒙原无私放，必惩奸商。PG 561。28年，命侍郎以古都垦务，筹察哈尔市，陈扩充变通。数端，大指主，清旧垦，招新垦。蒙其生计在根不在木。蒙古于地租，或底偿，或私肥，或依的庶主，亦且庶租，辖商臣奸。包揽宜由各旗总管详细陈明，交的开放，西太从前的户商总等名，设垦务公司于两邑，各其先后事办，各蒙其顺令及奖，抗严即罚。于是依克昭蒙郡王等旗，即准噶尔，以次报地。杭景、乌审颇反复，乌兰察布亦怀疑，以皆复议。虽远以垦位。垦地亩，在乾隆初即无确数，迄今八旗牧场的杂沙石中垦者稀，民情观望。乃建议自将军以下具指认地亩，为商民岛。炫以财用不足，创牛圈，并推广屯捐祭之。凡帐蒙的5尺为公，240公为亩，100亩为顷，顷编为号。察哈尔两邑，则亩以360公，编号以5顷。札萨克图亩则288公，10亩为赏，45赏为方。凡蒙其荒价，半归国家，半归蒙其。其归蒙者，自王、公、台及至于壮丁、喇嘛、离奇等差，各有当得之数。凡得额设者为牌的，向免押租。生地亩收押租3钱。3分，资深的备之。以古以序蒙间，故亩收押荒2钱外，仅加1钱，局用取其6，本期取其4。杭景在后套进取水的押荒。上地亩8钱，中7钱，下6钱。又言租数多则类民，少则类盟。此其与比其南强同，外盟与内盟不一例，应定乌审、札萨克郡王3旗荒价，上则3钱，中2钱，下1钱。鄂托克、准噶尔两旗地区4等，别立中下1则，鄂旗上则4钱，准旗上则6钱，中4钱，以下均差减。乌兰蒙4子王达尔罕、茂明安及乌拉特后其皆汉地，悉如象章。34年，文哲辉结以古败坏边局，查办大臣陆传灵论其。办垦有2误4罪，因策善后4事，为荒价及神杖从宽，则杖放逸。欲多收地价，则应先进原店成根，减岁租而加渠租，以其租充渠费，渠增及的增及租增，久之赤鲁皆于壤矣。PG 562。以古记歹细，性情记之。减杭景荒价，上地请90两，其次地
减役5，罪下70两。分乌拉特地为东、西、中3宫。汉地押荒分6等，上地请140两，400，中70，中次40，下20，下10两。先提公费3成，其余半蒙半公，须如例。其规：蒙地租役4等，渠地亩岁征渠租4分5厘。科布多及乌兰古木试行屯垦，照自康熙末年。时参赞连魁，承办科属新镇，为乌兰古木、巴雅特军科属杜尔伯特墓地，以广营垦。科布多属虽积沙漠，而扎哈庆旗、明阿特左右一个，其及厄鲁特旗各临其所属河泊，沿河田陌可耕者多，兴垦时边，于是乎在庭议允行。若乌梁海属不伦托海盟的，自同。至时开屯，颁躺金10万。4里云林以操切机兵变，垦市中庭。至是修渠告成，以上渠屯兵并合下渠，从其变也。阿尔泰其高。韩熙宇则锦城关屯4，民屯一云。札萨克图王公其荒，每赏上等4两4钱，中2两4，下1两4，均收1/5经费。凡依次领地、熟地100赏，须兼生荒200赏。王其至11年放郡，都612万5千余赏。其明年续放其界山于各荒，设桃南属县2。公其自招之户曰红户，台及壮丁等私招者曰黑户。桃南沿荒断，放其后，河北荒断，至宣统元年，共账19万4千余赏。图10叶图蒙荒，亦仿札萨克图城案。热河蒙荒，喀喇庆东其以成梁卧，敖汉半敲阙，巴陵教父。都统廷节谏言8事，以见新举。其蒙其荒之力奉属者，约放8万9千余赏，而招乌达蒙阿鲁科尔庆、东西扎鲁特3期可耕地，共8000顷，上则请收价70两，中50，下30。扎赖特蒙其新旧放荒宗6、7万赏，至大赖，捆出本其蒙屯47所外，其59所尽的余荒，赏收押租1两4钱。时复帐科尔庆公，其地24万1400余赏。郭尔罗斯后其沿江的荒10余。赏加收公费30两，蒙地及学务各半之。即市开放无余。一年 PG 563。沉淀余荒亦必放。长春本前其蒙的，凡41万9千余赏。宣统2年，复放新荒，以公费资办府属审判，拓荒务以避新政。更定巴陵荒价，上则请70两，中50，下30。达尔汉王旗采哈新店荒地分3则，上则赏6两，中4两，下2两。2共放。时荒6万200余赏。3年，复放达尔罕陶、辽战荒，北至一通。道焉。青海象为蒙，番木叟，久进汉，回垦田，而壤沃遗耕者不少。囊年耕尧定亦开屯，发北5省图人能种地往不隆及而兴垦。最后庆数主其事，以番族杂居与纯全蒙的书议，
及诚可虑者。5端4又劝导蒙、藩各族交的，以资拓殖，无论远近汉民皆的令，为杜绝回族，以遏乱蒙。于是开局放荒，黄河以南出荒万余亩，以北至5万余亩。又虑其反复也，牧食兵额，分流以正折之。藩的辟，山峻且寒，仅燕麦菜籽，虽岁瓤，亩收不过。申巳午，客务取清，以次推行。晋的始自光，宣之际，亦垦荒。犹急，以物力之不义，而大举之无实，计其地无气力，人迷于利，盖有待焉。清丈泸州田亩，前允行之九江滨江泸的，原定下则起科。事后泸州征粮，普令以1分以下为率。奉天广宁一带当田垦殖。就以4以将军洪赏言，开药，因2河当田38万2千余顷。令3年后升科，5年后丈粮。而牛庄等处委塘，近年何喜荒出。委商大半逆垦，往往赵祯先后定变通章程，迥别于故荒旧例。寻右帐放凤凰、秀妍、安东委塘约10余万亩，按的编号据于临图册，是在光绪末年。江南委营草地，向由大河卫子领垦纳租，而江北则至侨兵备河务，左右两营，当海州、富宁间，共地8500余顷，而续河新长不与焉。自河道改而侨兵虚设。宣统时不议财泰，改为放荒，任人入资陈业云。自光绪中叶，御史岑中彦书请振兴农学，特立农工商部。PG 564专其职司，数召天下常例，讲求离剔荒产，以为振兴之资。宣统初，部上农林推广22事，始于筹款办荒，而坦区一辟田。山陇基林边地以林木，则所思各于其境测验气候土性，表之图之荒稼之免否，生科之缓急，分等离别，而以考核官吏编报成绩，以行其成劝。复定种树行水讲业专利，几乎革命事成。是之未必举者，正负不少也。曰营田水利。圣祖时，垦天津荒地10000亩为水田。世宗于滦，既创营田，设营田水利府，命仪亲王董其事。王与大学士诸士会上势力4端，寻于天津等属分立营田4局，领以专官。因地士训留驻须，建闸开渠，民人员耕者，官给公本，木浆浙老农与乐系，较耕获1年的熟田150余顷。至雍正7年，营城水田6000顷余，虽弥躺不资，而行之有验，习功未尽，后渐废弛。独慈州沟续如故，遂常丰忍。高宗敕直都理卫修治水田，复遣大理卿汪龙总江南水利工务，南北并营。以而高滨沿桑干河两岸可开大渠，引水至稻田。从之。嘉庆之际，命方寿筹经化直省水利，兼界鲁、晋、豫邑，于其境各筹所施，故有言直隶难举水田者。100年以来，李光帝
陆陇旗、诸氏等皆详言直隶水田利益，临则许拟开进积水。田书由切至，才处一举，气味畅行。自后僧格林庆在大沽口述，捐新水利，得稻田4200余亩，重后继之，平年劝垦盐水沽，亦颇效。其后周盛传镇天津，修水利，成稻田6万余顷，土润。或饶，至今立之。同治时，陕西西安、同州等属设局离荒产，兴营田。继光绪中，赐地招垦至34000余亩，改局为所，州县领理之。10. 直属营田半荒弃，三晋建灾，台城下县兴，唐树南、彭世昌、刘瑞琦等先后疏盐水利，划回议成8事。直都王文韶卫清租，驾以恤民间，疏沟渠以利水道，则乐垦者多，应是天津营田。PG 565。征租至49000余亩。山东巡抚张汝梅亦请疏河道，汛沟渠，以新水利为农政本源。陕甘总督申允则请于陕西募水利新军佐。又两旗，将来拨归屯所，授的10根，及广屯镇。其后奉天以东，西辽河、大凌河诸川无涓滴水利，亦奏定采内地引渠灌地诸法。先就小河之水凿渠事办焉。卷第121至96。10或2。复议仓库。复议亦曰负责。清初入关，手除名记加派3项。10赋税图。即多为流寇所毁。顺治3年，御户部稽核钱粮员额，汇为赋议。全书，悉复明万历间之旧。记天下财富，为江南、浙江、江西为重，3省中有以苏、松、嘉、湖诸府为最。6年，户科又给。侍中董笃行请颁行议之尤单。8年，世祖亲政，分命御史巡行各省，查民间利病。苏松巡按秦氏真条奏8事，曰：田地令业，主自账，民著印册，曰：额定钱粮，据田役之尤单，设有增减。另给小单，以免间虚借口，曰：尤单详开总散数目，花户姓名，以便模对，曰：设立滚单，以次追比，曰：收粮厅里户自纳部。贵加前司府印信，曰：解放先急后缓，乐县撤销，曰：明察。PG 566。察田军派，与排门策对验，曰：备用银两，不得额外透支，真。解银册，布政司按计提取，年终报部。自后钱粮积弊，离梯见。清11年，命右侍郎王弘作定正赋议全书，先列地丁元额，赐荒王，赐时珍，赐启运存留。启运分别布4仓口，存留详列。款项细数。其新垦地亩，招来人丁，续入册尾。每州县发2本。亦存有司，亦存学工。赋税册籍，有丈量册，又称榆林册，详。载上中下田泽。有黄册，遂记户口登号，与赋议全书相表里。有敕例，令百姓自登纳数，上知布政司，遂中模对。有会稽册。备载州县镇项本折钱粮，
注明解布年月。复采用明万历一条鞭法。一条鞭者，以府、州、县1岁中下税秋粮存留起运之额，均徭里甲土共固木加银之额，通为一条，总征而均知之。制运。书给木，皆官为之拨，而民不与焉。颁役之邮单于各花户。邮单之事，每州县开列上中下则，正杂本折钱粮，末缀总数，于开征1月前颁之。右左以节票、印布、回圈布及粮册、奏销册。节票者，列地丁钱粮时数，分为10县，月完1分，完则结之。钱印于票面，就印字中分，官民各执其半，即所谓串票也。印布者，由布政司颁发，令州县纳户清填入部，即东缴司报部。回圈布者，照附议全书款项，以缓急判其先后，按月回圈征收。粮册者，照各区纳户花名系数，与一甲总额相符。奏销册者，合通省钱粮完欠之解存留之款，会造清册，岁中报部核销。定制可谓周且息矣。15年，江西御史许之谏言，财富大害，莫如杜邑、官以参伐去，而此杜邑盘踞如故。请敕府按清查，甚者处以极刑。庶积必可计扩清。公科给事中使标股，请严禁正宫外加派，并将申敕司派之只刊入议之邮单，比民共晓。帝以所奏皆切重实。B 下所思详议以闻。PG 567。圣祖即位，延伸州县官营逆地亩，不纳钱粮，捏报薪垦之。晋更定州县催征议续经征都催各官处分，其州县官挪用正款，捏称民欠，及加派私征者，罪之。帝以邮单款项繁多，民不义。小命将上中下等则的每亩应征银米实数列单内，邮单报部。为限8月者，罪州县尉所及转报官。给事中姚文然上言哉，荒捐免，有收完在前，奉令在后者，以本年应捐钱粮抵次年应纳。正赋名曰留抵，自应再入邮单，彼人沾实惠，但不提定额邮单，于上年11月颁发州县，模算编造，必在9-10月间，而各省提报灾伤，夏灾以6月，秋灾以9月，不中行查复奏，咨行。府城敕之地方官吏，辗转虚实，既已在颁发邮单之后，其事无由填入，应请于留抵之下年填入邮单，以度其弊。下部一行直省征收钱粮，夏税于5-6月，秋粮于9-10月，其报不知。数则呈各司于奏销时详加模刊，按年送金鸡到刷卷。自世祖定赋税之制，正杂款繁多，资提为错，博令查复，应官及戒部。博之名，善行司派，其正赋钱粮本有定额，地方官吏欲有别项，须用，则令设法，使与加派无二。致仕下令严禁，罢州县欠粮，留任后代，完全开赋之制。7年，以下税秋粮定县稍迟，恐误邪想，仍复旧制，
州县开征后，随收随解。凡各省地丁钱粮。巡抚于岁中奏销，详列通省钱粮起运存留，拨充兵饷，办买盐。料及余剩之数，造册具报。其黄册、会计册凡废无益，悉罢之。15年，严定官民饮田罪例。官吏查出饮田，分别议序。人民举手饮的于时请者，即以其地与之。18年，令州县每岁将日收钱粮流水不解私磨兑，罢敕例。自顺治监定正赋役全书，至世20余年，户口土田，世袭有加。按户增徭，因地加赋，条目纷繁，易于淆混。24年，下令重修，只载起运存留曹相和宫等切要款目，删去私秒以下为数。PG 568。名曰简明赋役全书。26年书成。廷议以旧书遵行已久，历年增减地丁银米，具有奏销册及可稽，新书遂罢颁行。是岁谕各省悉免刊刻邮单，以度派费扰民之弊。28年，令各省巡抚于每年奏销时，盘查司库钱粮。先是各州县催征用2连串票，官民分职，不效有司俱节兼虚，以完作未完，多征作少征，必斗日资。制式一行3连串票，一存有司，一附一硬币，一附民执照。其后更刊4连串票，一送府，一存根，一给花户，一于完粮时令花户别投一柜以消欠。未几，仍附3连串票之制。各省生经本有优免丁银之力，而豪强土著往往诡计滥免，更有生经包揽钱粮号线，进入私陀。官民交累，有诏诡计地亩，悉退还业户。30年，以邮单计。廷令直省州县尉所诏赋役全书科则书纳数目，勒实属门外。复遇民间淫逆地亩，限2年内自首，巡右斩限2年。遇福建清仗沿海地亩，厘定疆界，湖南幅员辽阔，先敕民人自行丈量。官府在市抽账，引漏者罪之。时征收钱粮，官吏往往私行科派，其名不一。何以通理共？贪同出者，名曰软台；各里各甲轮流独当者，名曰硬驼。于是设滚单以度其弊。其法于每里之中，或5户或10户一单，于某名下著名田地若干，银米若干，春秋应各完若干，分为10县。发与甲首，依次滚催，自封头柜。1县既定，2县又依次滚催。其有停割不完不缴者严惩，民以为变。浙江、湖北、山东诸省将班营，均归入地丁征收。45年，九江府帐出兵将泸州的亩3000余顷，均按下则起科。51年，四川巡抚年羹尧上言，四川钱粮原额160。1万两有其，现仅征集1/10一例劝惩罚，5年内增及元。额之4、5者准升，不及2分停升，不及1分降调，无增者耻其。直御史段熹上书驳之，略言川省自今民计兵险，地广
PG 569。仁熙，我朝勘定之后，虽迭次清查，增报紧急员额1/10。近日府城加议催查，增至26000余两。今欲5年内增及员额10/2或10/4/5，是增献粮3、4倍也。贤能之力，必离不及。分数之参处，不孝者亦乐守报，滋扰无穷。请川省引漏钱粮，彻底清查，不必另立劝臣之法。从之。59年御4后各州县钱粮随征随解。若州县批解后，而不正私底充杂派，扣批不发，许州县晋升都府。次年，又令各都府将仓粮亏空，限3年补完。圣祖在位60年，政事务为宽大，不效官吏，横事包荒。任意亏欠，上官一区相容引，乐县追捕，是为故事。世宗在楚公时，即深悉其弊。即位后，御户部、工部、嗣后奏销钱粮米。食物价工料，必详查核实，造册具奏。以少作多，以贱作贵。数目不符，合估不实者，治罪。并令各都府严刑稽查所属亏空。钱粮限3年补足，无的极端掩饰，科派民间。县闷不完，从重治罪。滨江沿海的，定历10年一清账。雍正元年，谕令随时清查，贪者豁免，长者升科。2年，以山西巡抚诺敏、布政使高承麟请提解火耗归公，分给官吏养廉及其他公用。火耗者，加于钱粮正额之外。盖因本色折银，容销不无折耗，而借送往返，在虚费，州县征收。不得不稍取银以补折耗之数，重者数钱，轻者钱余。行之既久，州县重敛于民，上司科索州县，一遇公事，加派司侦，民色繁多，又不止于重号而已。康熙纪年，陕甘总督年羹尧请着留情，省火耗充各官用度，余者捐出弥补亏空，圣祖不许。致仕诺敏等复以为言，诏从其请。诺敏又请限定分数，帝以酌定分数，则将来进程定例，必至有增无减。今号县与正相同解，州县皆知众号无利于己，孰肯加征？若将应得之数扣存，势必额外取银，服于应得之数。于是定为官级养廉之制。河南巡抚石文 PG 570。超请将捐谷号县充公，帝曰：号县存库，所以备地方公用也。国家经费自有常额，岂可以号县迁入正相，置资令取挪遗诸？必乎？又谕户部曰：州县亏孔钱粮，有何属百姓代偿者？明曰乐捐，实无一强派，应敕禁止。苏、松浮粮多于他省，诏捐免苏州额征银30万，松江15万，勇者为例。江苏巡抚张凯书言，江苏每年额赋除捐免浮粮外，应时征银350万有其。历年积欠881万，有其计已达1200余万。
节小民1岁所获，是南全完。献酬征收之法，本年兴良，则令全完，就欠云作10分，自明年始。年征其一，10年而毕，每岁奏销时，令册造报。加定一县积欠，至140余万，请云作15分分征。上海、昆山、常熟、华亭、宜兴、吴江、武进、娄、常州9县皆积至40万，应云作12分分征，以书名利。地生纳之。各省中赋税繁重，苏、松而外，以浙江嘉、湖2府为最。5年，诏减1/10，共银8万余两。又命浙省南、丘等米、每年额征作10分核算，别为一本提销，如完解不全，罪成都各官。各省钱粮完欠细数，官吏多不宣示，须立因缘为监，亏恐拖欠，是为故常。诏各都府布政赤州县官每年将各乡里完欠之数呈送复核，张贴本里，比民周知。如有中保，许人民直串票据。恐其分年代征之项，亦应将花户每年应完之数详列榜示，彼不得额外议征。7年，捐浙江额赋10/3，共10万两。其江苏不赋，自壬子年始，青石包揽之项，分10年代征。实在明欠之项，分20年代征。本年完纳之项若干，次年即依其数捐免。额征之粮，如额外多完，次年亦按多完之数捐免。11年，安徽巡抚徐本调呈征粮事宜，宜州县征收粮柜，请禁用州县封条。2. 花户完粮，宜人用3连串票。3. 小民零星钱粮，1钱以下者，许其变通完纳至钱。许之。12年 ，PG 571。修复议全书。凡额征地丁钱粮商衙课税内，应知官役奉公役战料价，以及应解本折卷布颜料银珠铜锡茶蜡等项，分析原额薪。征总散之数，勿为金额。自后10年修集一次。江南、湖广等省，泸州贪长弥定，定至5年一清账，不效。官吏恒借以纳贿舞弊。乾隆元年，下诏清查。又进各省虚报。开垦。大学士朱士请进民间田地丈量手报。御史蒋秉奏州县征粮3弊，宜田亩科则不同，请每年照部颁定额，和民勘视。1. 州县拆封如有短平，即于带面注明数目，令花户自行补交。1. 州县设立官将，清销银两，勒索包完，轻于重利，嗣后准。花户随处清销，官将永行禁革，皆从之。欲改减江南、浙江白粮12万石，免苏、松浮粮额银20万石。自山西提解火号后，各直省次第举行，其后又酌定分数。各省文职养廉280余万两，及各项公费，悉取诸此。及第即位，廷臣多言其不便，帝亦虑多取类民，临宣誓事，即以此。发问，复令廷臣及督府各书所见。大学士鄂尔泰、刑部侍郎前
陈群、湖广总督孙家干皆言，号县之制，行之已久，征收有定，官吏不敢多取，既已定之数，与未定以前相较，尚不逮其半，是既尽加赋而实减征也。且火耗归公，一切陋习悉皆革除。上官无勒索之弊，州县无苛派之端，小民无重号之类，法良义美，可以垂诛久远。御史赵清离一言，号县归公，头多一寡，宽一分则受一分之次。且既存号县之名，自不得求多于政。而之外，请无庸轻易变更。唯御史柴朝生以为号县乃今日大弊。赵从鄂尔泰诸陈议，先是各省解经饷银，有随平漏归。雍正初，曾有诏禁止。四因清查布库亏空250余万，宜亲王。亦以金饷平于弥补，每饷银1000两，收平于25两，据于号县。内动之起解，较从前漏归减省已多。寻以弥补足额，减收其半。致仕停止解布，存储司库，以充本省赈济荒灾及弊益民生之举。PG 572。自明以来，江南岁额钱粮地丁曹巷卢客杂税之外，复有所谓杂办者，款目甚多，汇入地丁分数奏销。逮编复议全书，只载印解之款，未列杂办原委。致仕乃妥定章程，以度服收，其实在。缺额有类官民者，或免之。晋州县征粮服收临尾。12年，大学士讷清等议江苏钱粮拖欠至200余万，不免。立议清时，酌定自首减免之条。复谕黄廷贵等离剔江苏催征诸弊。各省积欠钱粮，岁中奏报，然必待次岁5月奏销，方能定完欠时数。谕嗣后各省每年完欠钱粮，随奏销时何时具奏，无庸循岁中奏文之例。22年，免江南乾隆10年以前积欠。曹相引米地价号县。江苏巡抚陈洪谋奏，江苏钱粮积年未能归款，由于州县案卷，任书臣协助司事，以致残缺无由查考。应严斥各州县将卷宗年连盖印，妥存署中。至江省用款繁多，州县不免借垫，嗣后仍令随时详请抵兑。于4月不详报，数达500两以上者，参处，迟至1年，并府州提参。均如所议行。30年，谕奏销册前列山地田荡板荒新垦，次列3门。9则额征本折地丁起解存留，至为明晰。令嗣后刊刻复议全书。以奏销条款为事，只将10年内新摊新垦者添注，其所岁不精明。目盖删除之。户部议定各省征收钱粮及一切奏销之放等。是。凡银息以厘为段，不及厘者，折中归减。米粮以勺为段。其零在5秒以上者作为1勺，不及5秒者删除。搭放奉享至前。以一文为止，而册内有丝毫忽为虚数，一并删除。至各州县尉所应征银两，统令于有总单数下将其零归减，其单内前列系数。
仍存其旧，其与复议全书于陵册数相符。33年，御直省勋田，令民户守报，一体书纳。36年，以比岁捐免天下钱粮，民力饶裕，令各都府职。轮免之年，将缓贷款项，勿催征完纳，吾至次年有新旧痛征之类。47年，御史郑邓请令都府清查仓库，如有亏缺，本原 PG 573，治罪常补，都府从重益处，并加倍分赔。仍令各州县将仓库时注之数，3月汇报，都府随时督核。山东州县恒多亏挪仓库之弊，并有本无亏短，于离任时假捏亏数，私立欠约，移交后任，以为肥驼之计者，请敕下各都府查有前任亏缺，后任有欠约，可凭者，除责成后任弥补外，仍令前任照数追缴入关，以度短交滥皆之弊，帝加纳之。嘉庆初，复令各都府于地方官交代，如县内未能交清，应将该员节流，4款项交清，方准赴任回籍，并禁止私立一单。自是以后，尽往议密矣。御史彭熙落奏各省，钱粮多有伏收之弊。御嗣后各都府务于开征前，按时价核实换。营上库之数，榜示通衢，纳营折钱，听民自便。时各省地方官吏于应征钱粮，往往挪移新旧，以征作欠。自3、4年以来，积欠至2000余万。有诏将各省历年积欠载明，在官一体清查，或留住，或拨解，违者罪之。户部奏禁。5年各省号县盈余内借款，请责成都府查明补归原款，并将动之号县之款酌量删减，其各项存注闲款，并详列以文。直隶清查各属历年亏短数达巨万。安徽仓库亏缺各项银180余万。地域新亏各员，自本年始，限4年完缴旧亏。未完者，每年着扣司到府州县养廉95成存库归款。部奏直隶等15省除缓。征代征，其未完地丁余尚有870余万，而12年分又续增。未完地丁银290余万。地以上关于经征之源，参县将满，即设法调属，彼皆属者另行期限，州县即事规避。令嗣后州县调属，须先查任内果无应征未完钱粮，资不合名，无得于参县。届满时，为例调属。给事中照配相奏，各省亏空，辗转清查，多至县当，请严刑斥禁。先是直隶因州县亏欠仓库密，令大吏清查，分别追赔。其后各省原吏，请吏局清查，挪新眼旧，必斗钱资，甚有借名弥补，按4追销者，故配相以为严。地域直隶3次清查案内未完各款，分其勒令归补，余县不完者 PG 574，即责成所管上司摊赔，自后永罢清查，有独请者罪之。17年，户部宗记各省积欠钱粮及号县杂税之数，安徽、山东各400余万，江宁、
江苏各200余万，福建、直隶、广东、浙江、江西、甘肃、河南、陕西、湖南、湖北积欠100余万，数10万、数万不等。帝以大力督征不利，切责之，并令户部余岁。中将各省员强以完未完各数，详列以文。各省不复，以江苏为最多。巡抚朱礼奏酌定追捕之制，分年补完，杜绝新亏。然属原演示拖延如故。直隶自2年至18年，积欠银340余万，米粮等项14万余石。总督纳彦呈书请酌予捐免，照严行申斥。山东州县亏欠新旧600余万两，一县有亏至6万余两，乃严定科条，亏缺万两者斩监候，2万以上者斩决。所亏之数，乐县监追，县内全完待死，人永不续用，余县不完斩无赦。御史叶中万请清理藩库借款，胡成拱请整顿直隶亏孔诸弊。10个省藩库因州县有急需，往往滥行借款，日久未归，辗转挪抵，必混从生。而贪捐津贴，名目日增，州县派类繁多，办事拮绝，亏欠正项是所必然，虽严行峻法不能尽也。当乾隆之际，天下承平，庶务充富，布库躺项，积至7000余万。嘉庆中，川楚用兵，黄河泛滥，大疫平兴，费用不资，而不复日增月积，仓库所储亦见耗矣。道光2年，御史罗成调呈直省解征钱粮，请访盐饮茶饮法，防官吏侵蚀。帝以纷扰，不许。隔州县粮总、库总从御史于文权请也。乾隆初，州县征收钱粮，尚少服收之弊，其后诸弊丛生，出游不过就湖面服收，未几，遂有折扣之法，每10折好。数升，渐增至5折6折，于米尽收至2斗5升，小民并之。停。亦8折征收，以为限制服收之计。大学士汤金诏书驳之。御史王家乡一言，8折之意，行之长镇、江、淮、扬、徐等府，或可尝试。苏、松粮种之地，挚爱恐多，亦遂请时东南财 PG 575。复之区，半遭蹂躏。为被兵州县，又苦贪利服收勒折，民怨沸腾，聚众羌官之事屡起。州县律以抗粮为辞，即掩其服勒之咎。江苏苏、松等属，每欲捐缓，书吏等折向业户所钱，名曰卖荒。纳钱者，虽丰收人的缓征；不纳者，纵荒欠不获查办。诏并进之。湖北漕务积弊已久，巡抚胡林一书请折漕革除规费，民间减钱140余万千文，国帑增银40余万两，节省提存银30余万两。诏褒美之。军兴以后，四川等省办理借征，以充兵饷。玉瑞奏请劝，欲声明按粮津贴，罢借征。因贵奏交纳钱粮半银半钱之。至，而官取民人以银，每钱2000作银1两，号银无出。
请于引。入拨之地丁，准搭官票；不入拨之号县，仍征实银。不成矣。办法两期，请依原章，正杂钱粮，一体搭交官票。然地方官吏仍收实银，而以建职支票交纳藩库，地令严禁。同治元年，清查直审钱粮。2年，两江总督岑国藩、江苏巡抚李鸿章书言苏、松、太仆赋上诉之，则比原多3倍；比宋多7倍。庞正之，则比毗连之常州多3倍，比同省之镇江等府多4、5倍，比他省多1、20倍不等。其必由于沿袭前代官田租额，而赋额岁不平也。国初以来，承平日久，海内应富，为矿谷所罕有，故乾隆中年以后，办权曹者数10年，无他名复故也。至道光癸未大水，元气顿耗，然犹勉强之无者10年。逮癸巳大水而后，无岁不荒，无限不缓，以国家捐减矿点，遂为年例。不成职在守法，自宜坚持不减之名，将成职在安民，不得不为按减之数。使行之者，前都城陶树，前府城林则徐也。又官店民欠一款，不过宜杂店正，宜缓店急，宜新店旧，宜银店米，以关中之钱完关中之粮，将来或豁免，或摊赔，同归无者。故历年粮册，必除去店欠虚数，方得征收实数。苏蜀全曹160万，绝后岁积渐减损。道光辛卯以后10年，连除官店民。PG 576。欠的正额之7、8，辛丑以后10年，除店欠的正额之5、6。咸丰辛亥10年，除店欠，仅得正额之40%而已。自越逆窜现苏常，焚烧杀掠，惨不可言。臣亲历新富州县，市镇丘墟，人烟寥落，以复如此，未复可知。而欲则以数倍他处之重负，向来暴征之力，亦无谷可敲，无水可吸矣。系合历年粮数，咸丰10年中，100万以上者仅1年，80万以上者6年，皆以官店民欠10余万在其中，是最多之年，民完实数不过90万也。臣案如是，民例如是。惟越请准减苏、松、泰3属粮额，以咸丰中教多之7年为准，折中定数，总其与旧额本金之长，正2属通融。合计者为定额。即以此后开征之年为始，永远遵行，不准再有店完民欠名目。嗣后非水旱亦不准捏灾，彼去无益之空疾。求有者之实真。至苏、松曹粮和减后，必以革除大小户民为轻。离福收之源，以裁减漏归为禁止福收之谓。至可。先世太长。清潘祖印、御史丁寿昌交张延检复事，皆下不议。复奏准苏、松减1/3，常、正减10/1。大抵苏、松、泰一亩之税，罪重者己至2斗，轻者犹及1斗。列朝履役和减，律为不义所革。雍正间，从宜亲王请，
免苏、松两府而征营。前龙坚、右减江、苏省浮粮，皆减营而不给米。致仕诏下，百姓莫不称庆。3年，从闽浙总督左宗棠请御绍兴属8县6场，赈杂钱粮，统诏营数征解，革除一切贪捐及漏规，计减赋收钱22万有奇，米360余石。宁波属15县6场，减赋收钱10万4千有奇，米800余石。4年，浙江巡抚马兴仪请豁减金华，赋收钱15万余串，米500余石；衢州钱10万余串，米60余石；延州钱6万余串，米6000余石；洋银80余元，米100余石。从之。是年宗棠克湖州，书言南曹赋收过多，请痛加财泰。是下不议。复奏行加胡曹粮，请访江苏吏，减员额30分之8，并确查负责，按轻重量为核减，所有赋收漏规，悉予财泰。PG 577。其南降米时，无庸一减。计3府员额曹白、邢岳等米100万余石，按30分之8，共减米26万6千余石。国藩请江苏、松等属地丁曹向一体酌减，不许。自前嘉以来，州县征收钱粮，多私行折价，一时有折钱至20千者。咸丰中，胡林一使定河收曹粮，每时不得过6000钱。其后山东亦定每时收钱6000，江苏定每10年内完者收4500，年外收5000。江西收钱3400，河南每时折银3两。安徽2两2钱。曹粮赋收，其来已久。河运、海运皆有津贴。嘉兴一郡征曹一时，有津贴至7钱以上者，又征收曹粮，例有曹鱼，其数多寡不一，大抵是缺分肥极为准。历来本折并收，而折色赋收，较本色更重。自正额减折价定，遂见少赋收之弊。直隶、奉天多无粮之地，名曰黑的，或其产日久迷失，或山与海似新垦之田。咸丰纪年，宝云等查出昌平黑地440余顷，事办升科。诏直隶总督、盛京将军、顺天、奉天各府尹一体办理。同治初，令黑的业户各附所管官署呈报升科，许用远为业。御史陈俊奏，直隶、奉天除昌平外，呈报升科者辽。盖由地方官吏征收入己，言不具报，甚有将报的人亦乐行。逼诸弊。地遣大臣分查。大学士倭人书成黑的升科，州县尉南苟安请声明赏罚。寻定州县查出引的余20请优序，升科的多者奖之，有训隐逆垦，力虚诈求，以逆直论，其无赖假称。委员恐吃得脏，照例严惩。德宗即位之初，复新疆，筹海防，国用日增，户部调陈整，顿钱粮之策，略云素自发逆之平，垂20年，赈杂钱粮，其可见复员额。
乃考核正杂赋税额征总数，遂计3400余万两，时征仅145万两，赋税亏额如此。财既不在国，又不在民，大律为贪官墨吏所侵蚀。约而言之，其必有5：一曰暴荒不实，2曰暴灾不确，3曰捏作顽欠，4曰珍存不解，5曰 PG 578交代当言。合计近年赋税短征，以安徽及江苏之江宁为最，苏州、江西次之，河南又次之。多者所收不及5分，少者亦亏1、2分不等。请敕各督府藩司认真离剔，以欲度之。诏从其请。然中卿之事，诸必促未能尽革也。20年中，日之战，赔兵费2万万。26年，全匪诏或复赔各国兵费4万5千万。其后练新军、新教育、创巡警，虚款尤多，大都就地自筹。四川因解赔款，而按量津贴捐书之外，又有赔款新捐。两江、闽、浙、湖北、河南、陕西、新疆于丁曹力争外，约赔款捐，约归附钱价，约归附差徭，约加收。号县名称虽殊，实与家赋无大异也。总计全国赋额，其可稽者，顺治纪年，岁征银2150余万两，粮640余万石；康熙中，岁征银2440余万两，粮430余万石；雍正初，岁征银2630余万两，粮470余万石；高宗末年，岁征银2990余万两，粮830余万石，为极甚云。议曰议法。初严明旧制，既丁授役，3年一编审，4改为5年。凡里百有10户，推丁多者10人为常，逾100户为10甲10人。遂除里常一，管设一理事。城中曰房，进城曰乡，乡里曰里。里常10人，轮流应征，催办钱粮，俱设公事，10年一周。以丁数多寡为次，另催纳各户钱粮，不以差徭类之。编审之法。何时天下丁口，俱载版籍。年60以上开除，16以上添注。丁增而赋随之。有市民、乡民、妇民、店民、客民之分。民丁外附有军、将、造、屯、战、土丁民。直审丁徭，有分3等9则者，有一条边征者，有丁随地派者，有丁随丁派者。其后改随地派，时居其妻。都直审徭里银300余万两，兼征米豆。其科则最轻者每丁科1分5厘，重至1两有余。山西有至4两余，巩昌有至8、9两者。因地制宜。PG 579不必尽痛也。3等9则之法，言自前明，一条边异同。其法将均徭军费等银，不分盈利2差，俱以一条边从事。凡10甲丁粮，宗于一里，各里丁粮，宗于一州县，而府而不正司。通计1。审丁粮，均派一审徭役，里甲与2税为1。
凡益州县丁寅西书。于官，官为迁牧，以充1岁之役，民不扰而事一极。定内外各。衙署而设吏役，以良民充之。吏典由各处迁拨，后改为考取。或由赵牧头充。亦以5年为满，不退者斥革。其府州县而设之。后禁子、工兵免杂派差役。又有快手、造吏、门卒、库子、诸役，皆按而招募。额外滥充者谓之白役，白役有尽。然州县事具一繁，必借其力，不能尽革也。又定州县铺司及工兵之制，禁止私役。禁人民私充衙行，不投。滨河之地，立有夫役守护。顺治4年，以御史同奉采盐。设直隶沿河堤夫。9年，河决封丘，起大名，东昌、兖州集合。南丁夫数万塞之。12年，增给河夫公时。河公用民之力有2，曰迁派，曰赵牧。迁派皆按田起夫，赵牧则量给固职。其后额设之夫，悉给公时，由迁派而赵牧，一民给职，教古制为善矣。17年，晋州县司派李甲之弊。康熙元年，令江南苏、松两府行军田军一法，户科给事中。科耸言，任土作赋，因田起差，此古今不异常法。但人互销，常不同，田亩盈缩异义，所以定10年编审之法，亦随田转策。因时艮，富者无兔托之弊，贫者无蒙赋之类。臣每见官役之轻，于差徭之繁重，其源皆由于迁典不公，积弊未剔。察一县田，额若干，应审理常若干，每里10甲，每甲田若干，田多者独充一名，田少者串充一名，其最零星者附于甲尾，名曰花户，此定例也。各项差役具有理常挨甲充当，故吏不劳而事一极。独苏、松两府，名为迁报殷实，竟不稽查田亩，有田以卖尽而报礼役者，有田连迁没全不应差者，年年小审，挪移托换，从 PG 580，弊多端。田归不义之家，异类无田之户，以致平民解谷难之。讨喜革属。今当大造之年，请敕府丞通行2府，按田起义无的凭空迁报，以资卖赋差贫之弊。其他花分子户，轨迹优免。革属吏户，买充册书诸弊，宜严加禁革。下部一行。6年，严禁江西提甲类民。提甲之说，在名曰提鞭，现年追笔已完。复提次甲，则成备办。广信诸府有连提数甲者，实与家派无。2. 以御史歌因言，罢之。7年，定义地给夫吏。凡有益处，设夫役以供奔走，其额是路之充辟为衡，日给公时，皆入正赋编征。此项人夫大律，牧民充之，差役稍繁，莫不临时天故。水役亦然。12年，停。河南迁派和夫，按亩征银，以抵固职。16年，河道总督进府。
上言河公新举，向巨乐州县派故李明，用1费10金2盒，并举日需夫10余万，乃改迁派为故牧，多方鼓舞，数月而攻。臣大公用故牧自辅使。是年竟有司派罚百姓修筑城垛。19年，以山东巡抚佛伦言，令直省申经田地与人民一律差徭。51年，谕曰：海与承平日久，户口日增，得位加广。应以现在丁册定为常额，自后所生人丁，不征收钱粮，编审时。只将实数查明造报。廷议50年以后，谓之盛世资生人。丁永不加赋。人5岁亦编审。户不议，缺额人丁，以本。户兴天者敌补，不足以亲戚丁多者补之，又不足以同甲粮。多之丁补之。雍正初，令各省将丁口之赋摊入地亩书纳征解，统谓之地丁。先是康熙纪年，四川、广东诸省亦有行之者。至世准，直隶巡抚李为军请，将丁银随地起征，每的赋1两，摊入丁银。2前2厘，4后直省一体仿行。于是的赋1两，福建摊丁银5分2厘7毫至3钱1分2厘不等，山东摊1钱1分5厘，河南摊1分1厘7毫至2钱7厘不等，甘肃、河东摊1钱5分9厘。PG 581 3毫，河西摊1分6毫，江西摊1钱5厘6毫。广西摊1钱3分6厘，湖北摊1钱2分9厘6毫，江苏、安徽亩摊1厘1毫，至2分2厘9毫不等。湖南的粮1石，征1毫至8钱6分1厘不等。自后丁尧禹的复合而为移民纳地丁之外，别无徭役矣。唯奉天、贵州以户籍未定，人丁的纷争。又山西阳曲等42州县亦令编丁银。2年，江西巡抚裴八度奏裁礼常。时廷臣有言大小衙署，欲有公事须用物件，自行科派，总甲串通兼须，从中于吏，凡工作将役，皆设立总甲，派定当官，以次轮转，又设贴差名目。不原复官者，勒令出营，大为民害。诏并禁止。然日久顽生，滋扰益甚。乾隆元年，复有诏申禁。又谕各处岁修工程，如直隶、山东运河、江南海棠、四川堤堰、河南沁河、孟县小金堤等工，向皆于民田按亩派捐，经管理价，不无科索，嗣后永行。停止。凡有工作，悉动用躺金。10年，川陕总督庆复奏新修各属成员，请令州县捐粮，共相其事。帝曰：各官养廉，未必。有余，名为邦修，实派之百姓，其弊更大。不许。乃定各省成工1000两以下者，分年修补，土方小工，着用民力，于工项。下之修。22年，更定江西修堤利益之法。凡修筑土堤、河亦共摊，夫从良征，听官按堤摊分，牧夫修筑。从巡抚胡保全请也。25年，
御史丁田树言，自丁良归于地亩，凡有差，遥击军需，必按成给价，无所谓利益之争。近者州县于上官营。宋同僚往来，折封拿车船，兼役及票勒派，所发官价不及10价之半，而守候回空，盖至不问，以致商旅裹足，物价腾涌。嗣后非陈变大差，及委运官物，无的减发官价，出票封拿，为者从众参处的旨允行。32年，以用兵缅甸，经过各地，夫马运送，颇资民力，特颁躺银，每省10万，分给人民。田赋直邑，本有经制，大律东南诸省，赋重而益轻，西北 PG 582，赋轻而益重。直隶利益之争，有按牛驴派者，有按村庄派者，有按牌甲户口科者，兼亦有按地亩者。然富者的多可以隐匿，贫者分离必科，杂乱无章，偏枯不公。其尤甚者，莫如生民两。其有生办3而民办7者，有生不办而民独办者，小民困苦流离，无可告诉。时有一访贪丁余的之力，检差均徭，每亩1分。无论声明，按的均贪。直隶总督严简立言其不可，并谓如议者所言，每的1亩，贪真差银1分，其意在即复以收检差之。时效不知是极差而添加赋之虚名，类官并名，必人不免。输入亦遂请。咸丰时，粤西一起，征调不实，不得不及民力。粮银1两，派差银数倍不等。是定差徭繁重如故，且钱粮或有捐缓，差银则欠岁人征。光绪4年，山西巡抚曾国权书陈进省疮痍难复，请军检差。遥以书民困，其略曰：晋省右辅击江，西通秦、蜀，军差、饷差、藏差，络绎于道，州县工役之繁，几余日不暇给。车马计资之民间，一夫一责之礼甲，而各属办理不同，有何异礼甲？通年贪任者，资重利以应役，法上公允。有分礼分甲限年轮任者，初年贪之1甲1礼，次年贪之2甲2礼，各年差徭多寡不等，即礼甲任派苦乐不均。豪华者是有甲道类甲，户道类户之。必将其地重价出售，而以空言自任其粮。3、5年后，臣兼钱陶，于是本甲既代赔无主之粮，又代任无主之差，贻害无穷。既为检差均徭，上堪略为补救。除大差持传单刊和循吏之应，其他概不得极端科派。如有擅所车马者，治以应得之罪，从之。5年，严禁民妇调乘巴士，宜裁减吏差借差。2、有孽司发给车马印票。3、喇嘛来往，须有定班。4、奉使办事大臣，宜禁滥所。5、严除衙度地痞。6、令民间折交流差钱，由衙门自办。7、严查役马足额备用。8、本省征防各兵，给 PG 583。与长车，由营自办。下所思一行。8年，
张之洞任山西巡抚。复言晋省越民之政，不在复敛而在差徭。向立每县所派差钱，大县至前5、6万民，小县1万民不等，按粮摊派，官吏棚分，冲突州县，设立车柜，追及4乡牲畜，拘留过客车马，或常年抽收，或临时勒价，居者行者均受其患。县拟筹款升息。官设差局，严定印差章程，禁止差原滥之。车柜陋习岁革。先是先代陵墓，皆设陵户司巡查洒扫，力免差徭。又各先贤词语，凡有祭田，皆免其丁粮。均明年70以上者，许一子饲养，免其杂饭差役。顺治2年，免直省经班将价，并除其将级。定升经优免吏。内官1品免粮30石，丁30；2品免粮24石，丁24。其下以次第减，外任官减其半。14年，布议优免丁徭，本身为止。雍正4年，四川巡抚罗英太言，川省各属以粮载丁，请将申经共兼优免之力尽革，布议驳之。复下9卿议，定申经，至免本身，其子孙族户冒滥及私利如户官户者，罪之。乾隆元年，申举共申兼免派杂差之令。37年，停编审造册。10. 丁营既贪入的粮，而续生人丁又不加赋，5年编审，不过沿袭。须闻无必实证，致仕因礼汉言，遂罢之。1年，陈辉祖请将民屯心垦丁营随年贪征，帝以所奏与小民教及资诸，非会下序。民知道，欲嗣后各省办理丁粮，悉人就制，无得轻易更张。亦曰捐免赋税。捐免之制有2，曰恩捐，曰灾捐。恩捐者，遇国家庆典，或巡幸，或用兵，则捐其田赋。世祖入关，首免都城居民被兵者赋役3年。顺治2年，以山西出赋，免本年田租之半。3年，收江南，免漕粮1/3。8年，世祖亲政，给海9省加派额外钱粮，免山西荒地额粮15000顷，及直隶、山东、河南、陕西荒残额赋。恩捐灾捐之。诏岁数4下。康熙10年冬旬，免秘录所经今年租。13年 ，PG 584。捐免各省8、9两年本折钱粮积欠在民者，使海内大定，照用兵。以来积欠钱粮悉免之。27年南巡，免江南积欠地丁钱粮，及屯粮卢克米麦豆杂税。33年，捐免广西、四川、贵州、云南4省应征地丁银米。45年，免直隶、山东本年积欠钱粮，其山西、陕西、甘肃、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福建、广东、广西各省，自康熙43年以前未完的丁银212万有其，粮10万5千石有其，悉行捐免。臣平日久，户口渐繁，的不加增，民生有不给之余，照职。
省自50年始，分3年轮免钱粮1州，3年重计免天下地丁粮，赋3800余万。56年免直隶、安徽、江苏、浙江、江西、湖广、西安、甘肃代征地丁屯卫银239万余两，其安徽、江苏所属代征曹象银49万余两，米麦豆14万余石，免征各半。57年以征策望阿拉布坦，免陕、甘明年地丁180余万。圣祖常读汉文帝捐民田租诏，叹曰：捐租乃谷。今第一人镇，穷谷荒邹，皆沾实惠。然非宫廷力重节俭，不能行此。故在位60年中，屡颁恩诏，有1年捐及数省者，1省连捐数年者，前后捐除之数，殆于万万。世宗即位，捐免江苏各属历年为完民屯地丁卢克等银1210余万。西藏、苗疆平免甘肃、四川、广西、云、贵5省田租。又欲国家经费已敷，宜散赋于民，乃次第免直省额赋各40万。乾隆元年，诏免天下田租，先后免雍正13年以前各省拨赋，及江南钱粮之官亲历史者4年，免直隶本年钱粮90万，江苏100万，安徽60万，正号一体捐除。10年，普免天下钱粮2824万有其。原康熙51年之例，将各省分为3年，以次豁免。31年，诏次第捐各省漕米，5年而变，其力争折色者亦免之。35年，直第6旬，民岁又继太后8旬，诏10年之例，按各省额赋，分3年轮免1州。PG 585。42年，普免天下钱粮，自明年始，分3年轮免，计2759万有其。各省漕粮，自45年普免1次。49年，豁免甘肃押欠起运粮银160余万，其存留向下民欠银粮。起运向下民欠草数，悉免之。55年，高宗8旬，诏按各省额征银数，将所属各府州县次第搭配3次，按年轮免。3年而郡，一省之中，仍先进上年灾缓之区，首先捐免。59年，普免各省应征漕粮。60年，普免各省积欠及因灾缓贷银1550余万两，粮380余万石，其奉天、山西、四川、湖南、广西、贵州6省项无积欠，免下年正负10之2。又以明年将归正，免嘉庆元年各省应征地丁钱粮，其省方10旬毕。路所经，折减额赋10之3。仁宗即位，以湖北、湖南剿匪苗民蠢动，免次年2省钱粮，并及川、陕备兵之区。4年，以交4升配里程，普免各省积欠。缓征地丁号县及民欠子种口粮漕粮银，并积欠缓征民借米谷草数。10年，叶祖麟免秘路所经州县钱粮之半。24年，以6旬万寿，免天下正号民欠，
及缓带银谷，计银2120。19万两有其，米谷400余万石。四川、贵州两省无民欠，免。明年正负2%。灾捐有免付，有缓征，有赈，有贷，有免一切不欠。清初定制，凡遇灾捐，起运存留均减，存留不足，即减其运。顺治初定备灾8分至10分，免10/3， 5分至7分，免2、4分，免1。康熙17年改为6分免10/1， 7分以上免2， 9分以上免3。雍正6年又改10分者免其7， 9分免6， 8分免4， 7分免2， 6分免1。然灾情重者，律全行捐免。凡报灾，夏灾以6月，秋灾以7月。季报，督府亲历灾所，律属发仓先正，然后闻。康熙3年，户部奏遇灾之地，先将额付廷真实之。3. 以呆提免。4年，御史郝维讷请凡灾的田赋免若干，丁乙。PG 586。如之。其后丁随地起，凡有灾荒，皆丁的并捐。止夏之日，州县不及出事，或捐不及数，纳不留抵者，科以轻欺之罪。乾隆元年，安徽布政使验司盛请嗣后各省水旱应免钱粮之数，余具体请正日使，限2月造报，并请将丁银统入的粮营内核算捐免。从之。圣祖、高宗两朝迭赐普免天下钱粮，其因偏灾，而颁捐免之诏，不能悉举。仁宗之事，无普免而多灾捐，有一灾而免数省者，有一灾而免数年者。文宗以后，国用号繁，度之不给，然欲将臣奏报灾荒，莫不立予捐免。若灾出非常，或连年饥馑，则捐赈监师云。仓库京师及各直省皆有仓库。仓京师时有5，在户部籍。内务府者，曰内仓，曰恩丰，此外曰禄米，曰南兴，曰旧泰，曰复兴，曰兴平，曰海运，曰北兴，曰太平，曰本域，曰万安，曰楚基，曰裕丰，曰丰邑。在通州者，曰西仓，曰中仓。各省漕运分驻于此。直省则有水次仓期，曰德州，曰临清，曰淮安，曰徐州，曰江宁，各一，为凤阳社2，为给发运军月粮饼，驻防过往官兵粮饷之需。其有省会治府、州、县俱建长平仓，或兼设预备仓。乡村设社仓，市镇设役仓，东3省设旗仓，境边设营仓，滨海设盐役仓，或以便民，或以给军。大抵经通两仓所放米，曰官俸，曰官粮，亦名甲米，二者去全槽10/6。其一，养工匠，名匠米。其一，定鼎食，宗成封亲王者6，封郡王者2，世宗之弟封亲王者以此9王子孙，自是意外，并有封爵，以士将而随之，统名恩米，二者去金仓100/1。是以雍正以前，太仓之粟常有余。
乾隆28年，户部侍郎因连书言，尔年因正序屡节流。漕运监狱京师粮柜，复发内仓米10平跳，储积渐减。请于湖、广、江西、江南、浙江产米之区，开捐贡监，均收本色，收足。别注：欲节漕之年，即于次年诏数补运京仓。下9清议准。PG 587。炫复停止。及嘉庆中，川楚道起，水旱渐作，工匠既备于袭。而九王之后亦越演越重。咸丰后，复有越寇之乱，运道不通。仓储易溃，乱平稍复就力。向京师平跳，有5成米局、8旗米局。5成米局始于康熙。雍正4年，于内承天厂，并添5成，通州厂各1。乾隆2年，增5成为10厂，巡右添设8厂于4乡。9年，于4路同知设4厂。8旗米局凡24，右通州左右翼2局，皆设于雍正6年。乾隆元年，并为8局，选人9。15年，命24局分左右翼，办理，不拘其分。17年，以米价未平，且有勒买之弊，欲并。通州2局停止。其职沈长平、预备等仓，顺治11年，命各道员专管，每年造册报部。17年，户部议定长平仓谷，春夏出跳，秋冬敌。还平价升息，凶岁则按属给散平户。康熙6年，甘肃巡抚刘窦书言，积米年久恐易烂，请变价敌新谷。从之。7年，陕西巡抚贾汉复请将击鼓变价升息。帝欲出城入兴，原以为民。若将利息报部，反为民类者，停止升息。19年，豫长平仓留本州县备镇，义仓设仓留本村镇备镇。30年，户部议令职。历所捐米食，大县存5000石，中县4000，小县3000，4又令在。加注1倍。31年，议定州县击鼓，照正向前粮交代，短少。以亏孔论。34年，议定江南击鼓，每年以7分存仓，3分发跳，并者为通例。43年，议定州县仓谷没烂者，革职留任，限1年赔完复职，余年不完，解任；3年外不完，定罪，着落家产追赔。10个省州县筑谷之数：山东、山西大州县2万石，中州县16000石，小州县12000石，江西大州县12000石，江苏、四川率不过5、6千石，而福建现在捐谷27万石，长平又存56万石，台湾捐谷及长平为最多，共80余万石。令着留。PG 588。3年兵虚，于变价冲饷。47年，议定州县官余额驻外加买驻仓，准其议序，若捐谷以少报多，或将县驻米捏作捐书后，欲事发，除本管知府分赔外，原报督府一并议处。至官将仓谷私借于民，既赃以坚守自盗论，古时诏数追赔。54年，议
定声明捐谷，按数之多寡，由都府到府州县分别给贬，永免差异。雍正3年，以南方潮湿，另改铸1米1 2谷。4年，浙闽总督高齐卓书言，闽省平敌有2大病，宜交盘之弊不清。各官授皆有价5谷，而价又不敷买补。1. 平跳之价太贱，每时减价至1两，且有不及1两者，各属虽欲买补，原价短数手，而奸民乘此牟利，往往借价贵，山货穷民，尽欲平跳之期。1岁早于1岁，平跳之价1年见于1年。请嗣后世米之成高下，每时以1两2钱或1两3钱，谷则定以6钱5分或6钱。宗以秋成后计平之价为准。地委其言，寻定州县仓场熬不休，至米谷霉烂者，照青石科断，并将亏空各州县解任，其谷令自行催还，现以1年，余县者治罪。5年，定各省常平仓，每年抵令本府州盘查。如春届于10月不完，或捏造，具行参处，照数追赔。又因福建常平仓各属有银谷2空者，有5谷而仅存价者，查实将亏空之州县官更换。13年，内阁学士方包上平跳仓谷3事。1. 仓谷每年存7跳3，设御价昂，必呆声详定价，穷民一时不得邀会。请令各州县酌定官价，一面开跳，一面详报。1. 江淮以南的契卑师，若通行存7跳3，恐积至数年，必有数百万霉烂之谷。有司具罪，往往以既坏之谷一派相互。请斥南省各督府验查存仓各谷色，因地分年，酌定存跳分数。河北5省倘遇岁欠，亦不拘3期之例。1. 谷之存仓有属号，盘量有折减，移动有脚架，跳敌手举有人工实用，春跳之价极稍有盈余，亦仅足充。PG 589。诸费，请斥监司郡守岁中稽查，但数不亏，不得极端要挟。倘逢秋敌价贱，除诸费外，果有盈余，详明上司别注，以备欠岁之用。下部一行。乾隆3年，两江总督纳苏图书言平跳之事，只需比市价着减1 2分。两广总督鄂弥达一言，平跳之价不宜顿减。改小民较量资铢，若平跳时官价与市价悬殊，则市块必有葬以呆价，而小民借以举火者，必皆养资官谷。仓储有限，商贩反的居其是欲平跳而跳人未平也。从来货机价落，民间既有官谷可敌，不全赖铺户之米，铺户见官谷所减有限，亦必稍低其价，以济流通。请照市价只减11，以次第减，积年而止，则铺户摩所操其权，而官谷不至于其溃。均报可。7年，欲从前张渠奏请减价跳谷，成熟之年，每10兆婆价减5分，米贵之年减1钱。但司欠岁只减1钱，穷民的米人间
嗣后者都府令。时着粮应减若干，奏明请至。如有奸民见敌贵跳，严拿纠治。13年，高宗御大学士，户部曰：尔来长平仓额日增，有爱民时，嗣后应以雍正年间旧额为准。寻议云南部境水次。陕甘兼备军务，向无定额，请以现额为准。云南70万石，西安270万石，甘肃370万石，各有其。又福建环山带海，商运不通，广东领海交错，产谷无几，贵州不通舟楫。积驻军宜充裕，以现额为准。福建250余万石，广东290余万石，贵州50万石。其余照雍正年间旧额，直隶210万石，奉天120万石，山东290万石，山西130万石，河南230万石，江苏150万石，安徽180万石，江西130万石，浙江280万石，湖北50万石，湖南70万石，四川100万石，广西20万石，各有其。通计19省注。谷3370余万石，较旧额4400余万石，应减注1400余万石。自是各省货额缺不补。23年，特欲采买海仓 ，PG 590。31年，各省奏销，报实存谷数，为江西、河南、广东与时。3年定额相同。其是旧额增多者，湖南143万石，山西230万石，四川185万石，广西183万石，云南、贵州皆80余万石。而浙江是旧额减少220万石，奉天减少100万，甘肃减少140万，其直隶、江苏、安徽、福建、湖北、山东、陕西或减20万，或减50-60万。盖据之难而好之，亦如此。嘉庆初，仁宗屡下买补之令。4年，谕曰：国家设立长平仓，若不照额存储，仅将谷价注库，促欲须米之时，岂营所能计用？命各省采买海仓。17年，户部浙江司所存长平仓谷数凡33508575石有其，去乾隆中定额。犹不远。至道光11年，副都御史刘仲林、御史卞世云先后书言，各直省州县于长平仓大率有价无谷，其价又不免轻用。帝命各督府严核纠治。然据15年户部奏，查各省长平仓谷实数，仍只2400余万石，又非嘉庆时可比，况咸丰间天下崩乱之日乎？同治3年谕，近来军务繁兴，寇盗风起，所至地方者，以粮尽备县，其故由各州县自议轻挪，欲变魔所依赖。嗣后各省长平仓，则成都府认真整顿。待光绪初，直隶、河南、陕西、山西迭遭旱灾，饥民死者日近万人。4年，给事中催募之。8年，御史乌纯谷复先后请筹办仓谷，于是各督府始稍加议焉。
其设议各仓，起于康熙18年。户部提准乡村立设仓，是正立一仓，公举本乡之人，出城一薪，春日借贷，秋收偿还。每时取息一斗，遂抵州县将数目丞详上司报部。60年，奉差山西左都御史朱氏奏请山西建立设仓，谕曰：从前李光的以设仓具奏，正欲言易行难，行之数年，果无成效。张伯行亦奏，称设仓之意，政令依暂行永平地方，其有效与否，至今未奏。PG 591。凡建设仓，务须选择地方敦实之人，懂虑其事。此人并非官吏。借出之米，还补实遣何人催纳？及丰收之年，尚难还补，何况欠岁？其初将众人米谷扣出收住，无人看守，及米食缺空，是必令思其事者赔偿，是空将众人之米弃于无用，而思事者无故，为人破产赔偿也。设仓之法，仅可小邑乡村，若由官吏施行，于民无益。今朱氏复以此为请，即令依久驻山西，鼓励试行。雍正2年，谕湖广总督杨宗仁、湖北巡抚纳其喀、湖南巡抚魏廷珍等，前命建设仓，本为民计，劝捐需4年封，如直欠，遂给予展现。一切条约有司勿逾，庶不使设仓顿成官仓。今乃令各州县印书正赋1两者，加纳设仓谷10文处省谷10，现价4、5钱不等，是何异于1两正赋外加收4、5钱火耗耶？循议定，凡州县官只任稽查，其劝奖捐书之法，自花弘帝加贬，而以至8品官带。如正副社长管理10年无过，亦以8品官带给之。其收息之法，凡借本谷10，东间收息2斗，小欠减半，大欠全免，支收本谷。至10年后，息备于本，之以加一行息。3年，从江苏巡抚何天培请，只颁行设仓5事，宜正代。均欲造牌门册存案，1正副社长外，再举一应使者总司其事。1州县官不许干预出纳。1所需纸币，必劝募勒书，或官拨罚项充用。1积谷既多，应于夏秋之交，减价平跳，秋收后照实价买补。5年，因湖广设仓亏空，欲尔年督府办设仓罪立者，为湖广总督杨宗仁。今据府闽盘查，使之原报甚多，而现著无记。正思举行此法时难。我圣祖仁皇帝深知之，是以李光的奏，请而未允，张伯行暂行而即罢。盖在富民无疾乎仓，则书纳不钱，而贫者又无余粟可纳。至于州县官，实薪者岂可多的乎？广亏缺之数，倘系州县私用，必严追赔补，或民间原未交仓，或交仓之数与原报多寡不符，若令诏属完纳，恐立未夫，须征。PG 592。着办理。6年，世宗谕曰：前月中其请于通省加2火号内，
应行裁减每两5分之数，且暂征收，发明买股，分注设仓。4. 数足即行裁减，是以暂收号限之中，隐喻劝书之法，实则应行。斟酌之号限，即小民切己之资财，而代民买注之仓储，即小民自捐之积注。乃善省官员以为收注在官，即是官物，而须立司。其出纳者，遂有乐买乐借之弊。今特小事，捐实颁布，倘地方官有如前者，以恼扰国政，贻误民生治罪。乾隆4年，户部议准陕西巡抚张凯奏定设仓事例，宜设。常3年更换。1. 春届时着留一半，以防秋欠。1. 限每年清。还。1. 将借户股数姓名小事。1. 令地方官稽查交代分赔。5年，议定陕干涉股凡系民间者，听自责仓政，负管理。其系加2号粮内留5分为设粮者，则成地方官经理，入于交代。自是之后，州县官视同官物，凡欲出借，曾地具详，虽属青黄不接，而上司批行未到，小民无由借领。此后应请令州县于每年封印后，酌定借期，一面通详，一面出借，其按耕种迟早，以为先后的旨允行。18年，直隶总督方官陈书言，议仓始于随长孙平，至宋诸子而规划详备，虽以设为名，实与一同立。其要在地尽其人习其事，官之为民计，不若民之自为计，故守以民而不守以官，臣之专为备，不若乡之多为备，故助于乡而不助于臣。今使诸有司于4乡着设，素属从便，并选择仓政，负管理，不使须立干预。现据报捐股数共285300余石，合140。14州县卫所，共村庄35210，为仓迁有5。第加之。37年，户部议准设仓人令官经理出纳。嘉庆4年，又议准设一各仓出纳、邮政、副常经理、指陈官立案。道光5年，安徽巡抚陶树书言，议仓苟欲先弊，为有秋收后听民间量力书捐，自责老臣者管理，不减跳，不出役。PG 593。不借贷，专议存注，以待放正。如所议行。其后军兴，各省皆废。同治6年，特谕新赋。光绪中，为陕西巡抚冯玉记所筹。见者1600余所为最多云。其仓在东3省者，出皆铸米2000万石。银仓自康熙22年始，石山海关各口建仓，达于黑龙江莫尔根。30年，令江宁、京口等处各节留漕米10万石存注。36年，预言边卫、宝如榆林等处均注股。49年，以湖南镇甘改协为镇，拨借倘银3000两，买股筑仓。54年，命铸米密云、古北口、雍正3年，铸股规划成土拉库。47年，先后命广东提标各营。冀诸镇协军铸股，
其后复推行贵州、四川、浙江、福建、河南。11年，命徙封口铸鼓。乾隆元年，设河标营仓。11年，又命山东河标设立盐义仓，自雍正4年始。使两淮众商捐银24万，为江南买谷。建仓之用，巡盐御史噶尔泰以文，并缴公务银8万，共32万。欲以3万赏给噶尔泰，于诏所请，赐名盐义。继而者，将众商议捐银10万，御巡抚李卫于杭州建仓。乾隆9年，又准山东票商访行。库之在京师属内务府者，设御用监掌之。顺治16年改为广储司。18年，分设缎库、银库、皮库、衣库。康熙18年，增设茶库、瓷库，合之为6。其属于户部者，曰银库，曰缎库，曰颜料库，合之为3。此外，盛京户部银库，铸金银、璧帛、颜料等物，以供2陵祭祀及东3省官兵奉享赏赖之用。各省将军、副都统、承守卫库，各驻官兵奉享及杂税官庄跳买粮价。布政使司库，驻各州县岁征田赋、杂赋银。按察司库，驻赃罚银钱。粮道库，驻曹赋银，驿站马夫工料。河道库，驻河饷。兵备道库，驻兵饷。盐运使司盐课各税务犹不差者，有监督库。如道、府、州、县官监理者，有监理牌库，均驻官钞的。PG 594。居充要之分巡道库、府库、直隶州库及分驻苗疆之同知、通判库，均量地方大小，据省远近，着粮拨司库营分驻。州、县卫所库，驻本色镇杂赋营，存留者照数作之，书运者书部正史。司库凡诸库每岁出纳之数，皆造册送户部查核，为赃罚吏书之。刑部河工兵饷右监达兵，公2部。户部于直省库处，其别有。5. 约封储。如着留各部正司银两，督府公同封储，有急需，提奏动之，善用论展示也。此制定于雍正5年，以直隶进京，独无留注。各省自30万至10万，悉为3等。其后直隶亦有之。为盛京户部银库，自乾隆42年由京拨给1000万，永远存住。43年，复命将军监管，约分储。如各省道库、府库，封注银两，豫州县急需，请领即行发给，一面详报藩司督府，人令。各州县将知销银两，随按据详听何事也。其后各凡据州县，亦照经县吏拨注，而未有定额。及雍正8年，乃定各省道、府、州、县分注之额，自30万至10万，悉为4等。约留储。如存留属库作之银两，拨款给发，立免解私事也。约解储。如布政使司库、储府、州、县为借送正杂赋银，按察司库，收赃罚银，
及将军、副都统，陈守卫库、粮道库，收各处以解官兵俸。饷曹相等营事也。曰拨处。如各省兵备道库，遂处由布政司货。邻省拨解官兵营，河道库，遂处本省及邻省拨解官兵俸饷，并遂修抢修营，及伊犁遂需奉饷营，塔尔巴哈台遂需新饷营，西藏遂需台费营，云南遂需铜本营，贵州遂需铅本营，皆由各省拨解事也。户部总稽之，比胜其收发，令各省解布地丁、江族。色纹银青绒元宝，何部颁法码，每枚50两，勿加低铢。凡起解饷银，布政使青铜解官对封押字，令库官前印，当堂庄鞘，给发兵牌。右州县官钱粮交代，由接任官造具皆收册。节，同监盘官印节，上司加节送司，详请资部，不得逾限。部 PG 595。正使身转离任，将库储钱粮并无亏挪之处复奏，其新任皆收。亦具折奏文，仍照例献详题。按察使交代，由巡抚会同藩司察。核详题，且实其盘查，令各督府于布政使司库钱粮奏销交代时，亲赴盘查，具节报题。督府新任亦然。府、州、县库储钱粮奏销时，所管道府亲赴盘查节报，不得伪查取节及预示日期。纵令演示。至户部银库，康熙45年，以铸银多，欲将每年新收银。别行收铸，至用银时，将旧银依次取用。乾隆41年，户部奏准各直省解金银两，无论元宝、小定，必暂凿州县年月及银匠姓名。嘉庆19年，命各省银解部，随到随交。道光12年，又命官解官交。盖向来金饷及捐项，皆由银号交库也，然其弊不易革。同治3年，户部奏准凡由银号交库者，均收足色银两。定面暂明某号字样，倘有弊端，即照原数加10倍罚赔。光绪4年，又奏准嗣后各省督府并各路统兵大臣副部领饷，须遵章地应领，盖所以重库储而度流弊也。卷第122至97。时获3。漕运。PG 596。清初，漕政人民志，用屯丁常运。常运者，令瓜、淮对运。军船往各州县水次领队名，加过江角号，是远近为差，而淮、徐、陵、德四仓人系民运交仓者，并对运军船，所谓改对者也。逮至中夜，会通河塞，而交来故道又难促复，借黄转班诸法行之又不能无弊，于是宣宗采阴河、桃树、鹤长陵诸城亦赴海运。陵园急速，由上海故商转船漕京师，民咸称变。河运自此遂废。夫河运包遣有废，过闸过淮有废，催攒通仓又有废。上计出100余万漕项，下复出100余万邦费，民生日促，国计一平。海运则不由内地，不归重宝，无造船之烦，无木丁之扰，
立国便民。既无于此，几乎海境大开，轮舶通行，东南之粟源源而至，不待官运，于是漕运息废，而改征折漕，遂为不义之经。今续次漕运，首漕粮，次白粮，次都运，次漕船，次钱粮，次考成，次赏恤，而以海运中焉。漕运初息人民旧，有正对、改对、改征、折征，此四者，漕运本折之大纲也。顺治2年，户部奏定每岁额征漕粮400万。10. 其运经仓者为正对米，原额330万石，江南150万，浙江60万，江西40万，湖广25万，山东20万，河南27万。其运通漕者为改对米，原额70万石，江南29万4400，浙江3万，江西17万，山东9万5600，河南11万。其后颇有折改。至乾隆18年，时征正对米275万余石，改对米50万石有其，其随时节流捐缓者不在其例。山东、河南漕粮外有小麦、黑豆，两省通征正对，改号麦。69561豆4升有其，豆208190。93豆1升有其，皆运经仓。黑豆系粟米改征，无定额。凡改征出特指，无常例。折征之目有4，曰永折，曰灰石米折，曰简征，曰明折官。半永折漕粮，山东、河南各7万石，十折银6钱、8钱不等。PG 597。江苏106492石有其，十折银6钱不等。安徽7万5961石有其，十折银5钱至7钱不等。湖北3万2520石，湖南5200石有20个有其，十均折银7钱。其价银统归地丁报部。灰石改折，江苏29424石，浙江18653石，豫润加折4000石有50，十折银1两6钱，以供工部备制灰石之用，自顺治17年始也。次年，敕江南、浙江、江西3省大吏，凡改折只许照价征收，如即对漕为民，滥行科索者，即行参勘。又以苏、松、长镇4府差、每系、负重、漕米每十折银1两，其随漕轻机席木赠节等银，人征之号米，即给军行月赠号等米，亦按实价折征。康熙8年，定河南漕粮十折银8钱。9年，浙江嘉、湖2府备栽，每十折征1两。58年，复准河南附近水次之州县，额征漕粮每十8钱内，节省银1钱5分，仍令民间上纳，余6钱5分，令征本色起运。至距水次较远及不近水次之州县，额征米时，仍依旧例征银8钱，以1钱5分解布，于交粮道采半米。10. 雍正元年，以嘉、湖2属州县灾，欲令收征漕米本折各半，其折价依康熙9年例。6年，
议定河南去水次稍远州县，均征。本色为南阳、汝宁二府属，河南府之卢氏、松、永宁三县级。光、汝二州并属县，又离水次最远之灵宝、文乡、路远运间。共酌减米15612石有其，免其半解，分拨内黄、汛、华、宜丰、考城等5县协办，于5县地丁营内扣除完曹，照部价每18钱，以6钱5分半运，节省之1钱5分，征解粮道补项。其南、汝等府属，每10折银8钱解丝，以抵汛、华等5县地丁。银数，所谓减征是也。乾隆2年，以大汛运河，江苏淮安之山阳、盐城、阜宁、扬州之江都、甘泉、高邮、宝应各县漕粮，每10征折银1两。其后海州、干余2邑亦然。山 PG 598。东河南向所改征黑豆，不敷之给，河南再改征2万石，山东4万石。3年，湖广总督德沛沿湖南平江距水次500余里，请改折色，分拨衡阳、湘潭代买对运，从之。7年，江西卢溪以折价8钱不敷采买，定4后每年8月借司库银拨县采买，照买价征银归还。其后江苏之嘉定、宝山、海州、赣榆、安徽之宁国、金德、太平、阴山、湖北之通山、当阳诸州县，悉遵此例。11年，定河南降伏等40州县额征粟米内，每年改小麦10000石，与糙米黑豆并征运通。16年，以京师官兵向养马驮，需用黑豆、豫、东2省自雍正10年以来，于漕粮粟米内节次改征，每年额解黑豆20万9000余石，每省酌粮再改征黑豆1-2万石。寻定山东3万石，河南2万石，额征粟米，照数除抵，其节省银1钱5分为运缴。知用者并征之。18年，仓场侍郎贺年言，现在京仓黑豆60万余石，足供3年之放，请自明年始，豫、东2省应运黑豆。酌办改征粟米，分驻京、通各仓，则豆无朝整之余，粟价1平。从之。26年，以江苏之清河、桃园、宿迁、沭阳不产米粟，命4后先动司库银两，按照实价采办，令民输银还为，是为民折官办。其后阜宁、金德、泰兴、宁国、太平、阴山诸县皆仿行之。21年预约，漕粮岁输天宇，力征本色，乐收折色，项干严谨。现值年丰谷贱，若令小民以贱价跳谷，交纳折色，是闾盐中岁勤渠，所得生豆大半跳以输官，以有限之盖藏，公无穷之追销，并民时盛者通欲有漕省分大利，斥所属征收粮米，盖以本色交纳，无许乐折资币。如有专利虐民者，据实严参。然州县往往仍即改折服收，虽有明令，莫能尽也。正对、改对、改折之外，复有节漕及拨运，各省节流漕船。PG 599。
介于起运停运之间，行月2两，应给应追，项无定例。自乾隆元年，议定江苏、安徽、浙江节流漕船印之本折月粮3修银，诏书全给。置行粮盘号赠银负重等项，按战发给。若帮船节流，本次或炫兑炫谢，或数月后清，赠米亦按月计算。江西船大载重，每年3修银不敷，则取半于行月2两。遇有节流，江源领折号行月赠银赠米糊面米均免扣追。4以运军挂欠之项，遇江雍正12年以前各省节流漕船印追等项悉免之。7年，以各省节流漕船以对开行，力须扣追，酌定加给。是程途远近，船粮多寡为衡。山东、河南每船给银50两，江南、浙江60两，湖广70两，江西90两，以充各军在次修船制备器具及故木舵供水手安家养善之用。其应给之银，即于行月折色银内扣。给18年，谕曰：前命节流南漕20万分驻天津水次各仓备用，但恐其丁等于米色湖面任意掺和短少，而州县须亦诱往。往即端勒索，令方官臣斥天津到清往监看。嗣后节漕之审据，派就近到原稽查，不得伪州县者为令。拨运者，节流山东、河南所运冀州粮，拨充领许及驻防兵米者也。康熙34年，议定年需粟米36000余石，江山东漕粮粟米照数节流，以原船自天津运至新河口，拨天津红包船150艘，运至冀州5里桥，船载110，每100里给脚价1两3。前2分，所需之银，余过闸入仓脚价内拨给。45年，定密云驻防兵米，在豫东2省每年征存计粮向下拨运，令该县于春夏之交，复通领运收仓。平时有水运，有故则陆运。脚价由的粮营内给发。次年，令豫东各天拨米100石，备知销折号。又拨运保定、雄县2处驻防兵米，截至西沽旧船售兑，以结号费。嘉庆初，因东省轮免漕粮，先令豫省对运，不敷之数，许动之节年仓存计米，并动免公谷。其后河南被灾，亦准在计仓存米存谷内碾动。其各州县派拨之数，冀州58600石 ，PG 600，益州38600石各有其，密云11500余石，保定、雄县共3100余石，良相继大兴之采玉300余石，顺义、昌平200余石，霸州、东安、固安、保地300余石，玉田及迁安、知冷口各500余石，沧州2700余石。又青州驻防兵米2100余石，亦于计粮内节流运工。德州驻防兵米不敷，亦得动之。此拨运之大略也。各省之征收漕粮也，向系军民交对，运军往往勒索扰民。顺治9年，始改为官收官兑，酌定赠贴银米，
随曹征收，官为之给。雍正6年，以江浙应纳漕粮为额盛具，若必居定金米，恐价昂难于输江，以后但则甘源竭尽，准红白兼收，先金并纳者为令。乾隆初，奏定明纳漕米，随到随收，严禁度输流难。4年，谕曰：正文湖北粮米，以151000余石运赴通仓。名曰北漕，126000余石为荆州官米，名曰南漕，2项原可合收分解。乃有不孝州县，分设仓口，令粮户依2处完纳，以图多的盈余，众类无名者行文该省，将2项漕粮合收，永远遵行。7年，定直省有漕各属，于隔岁年中，刊议之邮单，条悉开载，按户分给，以度滥科。10年，工部侍郎范粲奏，江南下江征收漕米，向借漕费之名，或9折，或8折，自巡抚引。既善定每时收费6分，诸币尽格。久之，力须复陈警队之计，多方刁难，小民士难久待，不得不易扣折。御敕有漕省分大小官吏严刑离梯击毙。嘉庆8年，禁止各州县漕粮私收折色，及雕身列监收揽包交。凡漕粮皆随以号费，号皆以米、正对10号2斗5升至4斗，改对10号1斗7升至4斗，皆随正入仓，以公斤通各仓并漕运折号之用。其南粮又有随船作号米，自5升至2升3升不等，以图之远近为差。嘉庆间，定江苏漕粮号米原被筛阳，号米4升有其。嗣后以2升余化附其丁，2升随粮交仓。浙江 PG 601，江西两湖西依此例。逮漕务改章，凡改征折色各省，号米役。折价与正米并征，自是漕号之名岁费。初，各省漕粮改为官收官对，赠贴名称，山东、河南谓之润号，江苏、安徽谓之漕贴，浙江谓之漕节，江西、两湖谓之贴运，其数多寡不一，随粮征给，均刊列一之邮单，私派挪移者罪之。其后江南每粮100石，进私节至100余两，浙江至30余两。粮道刘朝俊以贪婪漕贴12000余两被合，给事中徐绪灵异，书成赠号之弊。然贪官污吏，积习相沿，莫能尽也。康熙10年，议定江宁等府起运号米及正粮一体贴赠，苏、松、长3府改折。徽时，邦贴漕折等银息免之。24年，令各省随漕节银免解。道库禁令州县给发。乾隆7年，定江南漕米赠号永免停之例。各省收漕州县，除随正号米及运军行月2本折漕赠等项外，别收漕号银米，其数亦多寡不一，此项号外之米，皆供官军对漕杂费及州县办公之用者也。轻积银者，始于有名中业。以诸仓对运，须给路费，征号。米对运米1瓶1銳，其銳米量取随船作号，余皆折银，名曰
轻积，轻阴之。每年正对米1石，江西2湖诸省加号4斗6升或6斗6升，瑞米皆1斗。加号4斗6升者，则以3斗随传作号，而以连瑞2斗6升者银1钱3分，加号6斗6升者，则以4斗随传作号，而以连瑞3斗6升者银1钱8分，谓之36。轻积，江苏、安徽每时加号5斗6升，瑞米1斗，除4斗随传作号，而以余米2斗6升者银1钱3分，谓之26轻积。山东、河南每时加号3升，瑞米1斗，除2斗5升随传作号，余米1斗6升者银8分，谓之16轻积。其改对只有号米或3斗2升至1斗7升不等，只给本色随传作号，而以存米2升1银1分，谓之折1轻积。均每升折真银5厘，解仓场通计库。康熙47年，令每年江南等省额解轻积银38万4千两，内除 PG 602。山东、河南、湖广、江西、浙江、江南等省额解银24万6千900余两，仍流通计库应用。其苏松粮道所属额解银13万7千余两，尽解户部。如仓场不敷的资行户部之发寻分拨。苏松粮道所属额解轻积银5万分解通计库备用。用此项轻积银，力应对漕通以寄运物，外此有席木竹板等存，皆随漕交纳，其尺寸长短广狭均有定制。道光29年，两江总督李兴元奏南漕改折，户部定价太轻，开不效州县福乐之端。江苏巡抚陆建营亦言其不便，遂罢。改征折色。同治4年，岑国藩、李鸿章请将江苏镇阳、太仓2州县漕粮改征折色，不许。光绪10年，翰林院侍读王邦喜书呈。丁漕有5弊，3难5疑，3不可。是时直审丁漕积欠平人，故邦喜以为严。23年，是讲学士瑞巡言南漕改折，有益无损。先是江浙漕米，除河运12、3万石外，岁约海运120余万。20年，办理海防、江浙各省各折10之5、6。一年，两江总督张之洞拟令苏省州县收遮收本人其旧，而由官权行折解，不令人运本色。张之洞复奏，苏漕全折，遂可省运费80万。浙江全折，两湖采买全停，包船挑河各费，漕职位官各项均可酌减，遂可省150万。四户部以库储之处，请将江苏海运漕粮暂减运30万石，得银98万余两。奕匡等奏言，南漕遂有定额，兵民生计攸关，京师根本重地，尤需宽为储备。言者动称折漕岁5、600万，实则不过100余万有其，似不宜轻易更张。从之。漕粮之外，江苏苏、松、常3府，太仓1州，浙江嘉、湖2府，遂输糯米于内务府，
以供上用及百官领路之需，谓之白粮。原额正米217472石有其。号米、苏、松。长三府、太仓一州每10家号3斗，以5升或3升随正米起交。余随船作号，共20770有其家。胡二府每10家号4斗。PG 603。以5升或3升随正米起交，余随船作号，共13488石有其。康熙初，定白粮盖真本色，为光禄4改折3万石，真银1两5钱。14年，议定江南白粮仿浙省吏，抽选漕船装运，每船给行月2米69石3斗，银56两7钱6分。经费银，浙江就吏457两1钱1厘，亦减去银126两2钱4分，米28石。4以运漕、运白是同一体，才将浙白粮经费，仿漕粮之力，之给行赠银两，至白粮西系苞米运送，并无折号。4抵通照例交收。先是江浙书江白粮22万余石，太常4、光禄4各兵管需用2000余石，王公官员奉约需15、6万石，内务府、子敬陈兵卒及内监时用需1万石，上余5万石。乾隆2年，高宗谓光禄4等处收之，原以供祭祀及宾馆之用，在所必须。齐王供百官奉米，应用白粮酌减其半，以精米抵充。至赖赏进陈兵，促及内监米时，应将白粮亦以精米，以疏名利。自是时真白，诺不过10万石有其矣。又准松江、太仓额征白诺，改征漕粮。即在派运白米10万石内通融银缩，以均应减应运之数。浙江项不产糯，白粮中糯米一项，随漕统征操金，官为议糯对运量。省白粮经费前以一财，致仕复照旧例征收。江苏真银18万6,985两有其，米18889石有其，冲半米21399石有其。浙江真银45075两有其，米3969石，冲半米13290石有其，共10真。银232061两，米55748石有其。除给运便运军，并解通济库为运送金，通各仓缴价之用，于银及米折，均造册送不着拨。逮嘉庆中，白粮经费，江苏真银6万余两，米及冲半米各万余石，浙江真银5万余两，米3000余石，冲半米万余石，共10真银114518两有其，米53729石有其，较之乾隆时经费银所减又逾半矣。PG 604。江浙之运白粮也，初沿明代民运之制。4以临其故慕名。传10日积迟，改行官运，仍不便民，乃令漕船分代，以省官民之累。康熙3年，定浙江行漕代法，须船126艘，于漕帮内抽出62艘装运，
增造64艘并入迁运，后江苏一种。行之。每船装运500石，则军船因时坚固者装运5年一役。制定每年未对之前，则令粮道复次查验，如运军利疲，船不坚固者，别选英军不运。16年，漕运总督胡宝奏，江苏运白粮船向历5年更调，但为时过久，请依漕船3年抽调例，定运白3年即行令选，从之。江浙两省运白粮船，原定苏州、太仓为一帮，松江、常州各为一帮，嘉兴、湖州各一帮，领运。迁总每帮2，随帮5举1。改行官运后，以府通判为总部，县城典史为协部，吏典为押运，炫财押运。后白粮改令漕船代运，副财总，协2部。苏、松、常每府增设迁总2，更藩领运。每帮设随帮百总1，押攒回空。浙江增设迁总4，随帮2。苏州、太仓仓运白粮船，原定118艘，船多军重，分为前后两帮，增设迁总2，随帮1。白粮减征后，并两帮为一齐迁总，随帮悉予裁减。清初，都运漕粮官吏参酌明制，总理漕事者为漕运总督，分辖则有粮储道，监对押运则有同知、通判，攒运则有沿河镇、道将领等官。漕运总督驻淮南，掌迁选运变，修造漕船，派拨权单，对运开帮，过淮盘撤，催攒重运，查验回空，河勘漂流。督催漕欠诸物，其直隶、山东、河南、江西、江南、浙江、湖广7省文武官吏经理漕务者皆属焉。粮道，山东、江安、苏松、江西、浙江、湖北、湖南各一。河南以开归盐驿道监理。粮道，掌通省粮储，统辖有司军尉、临委领运随帮各官，责令各府卿军官会同运变，迁选运军。对郡、清都到淮，不得委臣卒代押。如有军需紧要事件，须详明都府、漕城，方许委员代行其职务。PG 605。监对，就以推官人之。推官才，改为同知、通判。山东以武定同知、东昌清军同知、济南、兖州、泰安、曹州4通判。济宁、临清2直隶州同。河南以归德、卫辉、怀庆3通判。江南以江宁、苏州都梁同知、松江董曹同知、凤阳同知、苏州、扬州、泸州、太平、池州、宁国、安庆、常州8管粮通判。太沧州临时天委陈卒以浙江以湖州同知、杭州局粮通判。嘉兴通判。江西以南昌、吉安、临江3通判。淮北、湘南每年余通。省同知、通判内详委3员，监对江西、湖广、安徽，监对押淮，支援巡财。凡开对，监对官须作守水次、江正号行月搭运等米、竹船。对卒，验明米色纯洁，面交押运官。粮船开行，人清都到淮。听总漕盘验。
粮数不足，米色不纯者，罪之。道府不接。报诏师察吏役处。亦存袒护，诏训必吏役处。押运本粮道之职，但粮道在南董里运务，无暇兼顾。将这各粮道，指令都押到怀盘堰，即回任所。总曹会同巡抚临尾。管粮通判一，专司都押，约束运军，防范侵盗掺和等弊。山东、河南通判各一，江南七，浙江三，江西二，湖北、湖南各一。后因通判官卑职为，复令粮道押运。其漕船回空，仍令通判管。押过淮必依定县，如有迟误，照重运为县吏役处。江南、浙江西巡抚通判押运之制。押运同知，通判抵通后，出具粮米无亏应节，由仓场侍郎送部引荐。粮道押运3次，亦准都府资仓场侍郎送部引荐。其原变身董随同押运道通，并准则有保奖，以招积券。其后各省大吏往往及漕运保举私人，朝廷亦无由纠结也。淮北、淮南沿河正道将领遇漕船入境，各按训的驱行。如催攒不利，听所在都府纠弹。江南京口、瓜州渡江相对处，令镇江道都律文武官吏催促，并令总兵官巡视何干，协催过江。PG 606。总兵才改由副将管理。雍正3年，巡漕御史张坦林调上北漕。是宜自通抵京，沿河就训调远，请召汉训5里之力，漕船到训，催漕官便作事阻抵不行申报者，依催攒不利立参处。一、沿途疏浅约13、14处，作粮难以兼顾，请交各训便律役。疏通应销钱粮，仍令作粮管理。从之。巡漕御史依喇其书。河南粮道提催之弊，巡抚尹继善一书请革除各州县城送监队。押运官亦漏规。凡漕船回空到省，未开队之前，则呈本省巡抚。及粮道既开队出境，则呈漕督及沿途文武官吏，抵京后，则呈仓场侍郎，作粮及天津总兵、通州副将，严刑稽查。有违犯者，捕获惩治。48年，漕都御其言，各省都押为山东粮道抵通，余之押抵淮安。嗣后各省重运，俱令粮道都押本邦至临清，出据粮米无亏应节，即行回任。其自临清抵通，盖令山东粮道往来催攒。山东运河每年11月朔煞罢挑遣。开罢之日，以南省漕船行抵台庄为准。为山等湖收蓄重权，为东省济运水渎。不许民间私截水源。庞河遇春下水为，勿遵漕规其弊。漕船道庞须上下会排巨道，始行其板。如河水充足，相击其弊矣。速漕运不得两旁齐起，过泄水势。其在江中偶遇大风，原可停泊守候，而催漕官吏为之猝破，军船冒险进行，很有漂没之虞。回空之船，
管运元及运丁等横役存代完，或令袭故驾，将熟悉周子遣散，留不安驾驭之人，而押运元便每先行回蜀，并不在传都律，往往有运传失风之事。上谕敕，沿途各员催攒，应察风色水势，无得过于急迫，致涉险失事，亦不得因此止遂。任意逗留，至于定县。初，运河中同铅船及木牌，往往肆意横行，民船多畏而让之。粮船北上，亦为所阻。致仕令寻漕谕，使转敕沿途文武员变，将运漕船催攒先行，渔船尾随，寻次前进，恃强争先，不遵约束者，罪之。PG 607。领运员变，各省粮船分邦，每邦以为所牵总一人或2人领运，5举1人随邦效力。顺治6年，奏定就漕运各位中择其才干优长者受职牵总，则其押运量功升转，挂欠者治罪追偿。其后才为所外委百总，改为随邦官。康熙51年，减后选迁，总30员，发南漕标效力，如有领运迁总员缺，听总漕委属押运，果能抵通全完，仓场总督资送兵部，准其急用。减选5举。后推守卫所迁总有员补随邦者，可在总署处陈明，欲缺准其顶补3年无误，以为迁总推用。雍正2年，漕运总督张大有奏，称山东、河南轮运冀州、遵化、丰润官兵米食，沿途管押即回。空催攒，立则成押运通判，请天设计粮迁总2，更藩领运，从之。各位既有迁总领运，而漕臣每岁令委押运邦官，分为押重、押空，一重运费2-3千金，一空运费伏于1000金，邦丁之高节，而服收之必日资矣。嘉庆12年，御漕都不得多派委员，并禁止运变等收受馈赠。14年，巡漕御史又请大家检审，自咸丰3年，河运停歇，船只无存，领运之名亦废。巡漕御史本名官，顺治初审。雍正7年，以粮船过淮漏归甚多，并加带禁物，遣御史2赴淮安专司稽查，粮船抵通，亦御史2稽查之。乾隆2年，设巡漕御史4，移驻淮安巡查。江南江口至山东交境，移驻济宁巡查山东台庄至北直交境。移驻天津巡查至山东交境，移驻通州巡查至天津。凡征收漕粮，定县10月开仓，12月对币，为山东临清旁内之船改。于次年2月对开，一线抵通，旁外之船仍东对东开。乾隆间，令旁内旁外一律春对春开，从漕都阳西府请也。嘉庆4年，谕曰：东对东开，时其猝破。嗣后东省漕粮，仍照旧例起征。运复水次，立春后对郡开邦，1年改为东对春开。15年，令旁河内外邦船照春对春开例办理。江北东漕定于12月。朔开对，现次年2月对郡开行。
PG 608。凡曹对首重米色，如有仓度作间，掺和资币及潮湿煤，便未受对前，则成州县；既受对后，则在便军何验之责，兼对官人之。如县尉因米色争持，即将县对米面同风故，宋总曹巡抚查验，果系潮湿掺杂，都令赔换筛阳，乃将米样封宋总。曹四过淮后，盘查比较，分别纠合。然运军勒索州县，即借米色为由，州县开仓旬日，米多熬少，事须先对。运军逐船挑梯，不肯受对，致粮户无熬输纳，应知滋事。运军乘机自所，或所未遂，船尽开行，累州县以随邦交对之苦。及曹米对郡，运便应给通关。通关出自监丁，监丁者，积年办事运丁也。他运丁及运便皆听其指挥。监丁所废州县，不遂其欲，则进通关。不与，使州县往离迟延处分。运军运便沆瀣一气，州县为恐误。对，是不得不服收勒者以供其求。上官虽明知其弊，而但予改。左且虑运军才格，贻误漕运，于是含容隐忍，莫之尽节。州县既多服收，则米色难于经责。运军既有贴费，受对亦不复身。求及至通州，会卖仓疏经济，通挪交械，米色潮湿不纯之弊，虑由于此。积重难返，而曹政日坏矣。乾隆间，漕运总督顾从条上筹办漕运期事，宜州县轻收漕粮，以免易虚极端类民。一、度逆复千平包丁代运之弊。一、受未开之邦船催令速行。一、粮船过淮后，分员催攒，以速运漕。一、河道旧有横浅，欲为书训，以免阻滞。一、各闸具照漕规，随时起避。江广漕船携带竹木，现的解械。一、回空3升5合余米，速给复丁，以寄回时食用。照从其意。各省漕粮过淮，顺治初，定县江北各府州县12月以内；江南江宁、苏、松等处县正月以内；江西、浙江县2月以内；山东、河南县正月尽数开行。如过淮为务，以为限10日之多寡。定都府粮道监对推官降罚处分，领运等官捆打革职，待罪都押。其道通历县、山东、河南县3月朔，江北4月朔，江南5。PG 609。月朔，江西、浙江、湖广6月朔。各省粮船抵通，均限3月内完粮，10日内回空。仓场订立县单，则呈押邦官依县到淮渝。县不能到次，照章纠合。承平日久，漕必日资。东南半漕之民，苦于运变其丁积，遂已尽，控告无门，而运变其丁亦有所迫而然。如漕船道通，仓院、粮、户部云南司等处投文，每船须费10斤，由保家包。宋保家令所3斤。又有走步，代之聚敛。至于过坝，则有违。
原旧规5常常例，上湖下荡等费，每船又需10余斤。交仓，则有仓官常例，并收粮衙属官办书吏种种需所，又费数10斤。此地通之苦也。逮漕船过淮，又有机歇摊派隶书漏规，头文过堂种种费用，总计每帮漕需费5、600斤或1000斤不等。此过淮之苦也。从前运到申通，都漕诸城只求重运如其底通，一切不佳。科察各丁于开运时多带难物，致通售卖，及帛为例。乾隆5、10年后，黄河屡经开灌，运到日淤，漕乘绿船重难行，严禁运。丁多带货物，于是各丁谋生之计处矣。运到既浅，反增添夫拨。浅之费，每过紧要闸坝，千碗洞需数百人，道路既长，限其负。破丁力之弊，实由于此。虽京都府大力悉心调剂，无如积弊，以身气未能收拾效也。各省漕船原数10455号。嘉庆14年，除改折分。代贪荒裁减，实存6242艘。每届修造11，谓之。遂造其生科机缺漂煤者，谓之补修改造，现已10年。至给价之多寡，事实之久暂，地之远近为等差。造船之费，出于民的真实之7，均地真实之3，备给料价。不足，则真均为丁田矣。贴造漕船10年限满，有总漕清验，实系不堪出运，方得改造。有可加修载运者，量给加修银，人令载运。按年计算，旧船可用，不验明驾运，都府查实纠合。私修造漕船各官，或诈朽坏，或修造为郡诈称已完，或将朽坏船侧报掩饰，或陈造推诿不一。PG 610。县郡公或该管官督催不力，及朽坏船不估价申报，均降罚有差。直隶、山东、凤阳的不产木于清江官设厂，由船镇同知督造。江宁各邦共船1200余，亦于清江陈造。自宜真逆流底。淮400余里，沿途需用人夫晚夜，船程后复渡大江，到今千里，到次迟延，县官急于考城，其丁立于栅所，船未到即行交。对，名曰转鳌，于是赠号，使费赔补，科所诸币日资，运军苦之。四财船镇同知，统归粮道管理，令运军之领料价付厂城。造不敷，即于道库检存漕项营内动之。徐州卫河南后邦漕船项亦在清江船厂陈造，价付河南水次对粮，程途辽远，亦勿兑现。寻改在山东临清设厂陈造。欲满号之年，令各军于江安道库营内领价陈造。其济南前邦，则在江南下城镇陈造。4. 又改于临清胡家湾设厂。传承查验之法9： 1验木，2验板，3验底，4验梁，5验战，6验钉，7验缝，8验仓，9仓头烧。山东各邦于俄运。
漕船外，向设辆存船30。江苏扬州亦有辆存船24。先后义才，并将扬州为应才之船，敌补江、新2为平皮军船。乾隆8年，漕运总督顾从上漕船变通事宜，宜漕船当大造之年，欲有减歇，即停造1年，与先运之船年限参差，将来无需同时配造。陪造之船已出运多次，恒欠坚固，嗣后将陪造皆算。原船已满10年尚能出运者，准其将船再通售卖。满号之船，项据分年抽造，其中坚固者，交总漕责令加修，出运一次，许其流通变卖，从之。29年，漕都扬西服盐，各省漕船。当时运届满应行成造之年，如运粮抵通，准再通变价，再买补。之船未经满运，或中途猝遇烽火，请准就地折变，照从其意。大和、淮安等邦漕船，恒有遭风审逆之事。阿贵奏称，因船过高大，吊碗为肩所致，请教原定尺寸酌量减小。嘉庆15年 ，PG 611，复酌减江、广2省漕船尺寸，运丁力于揽载客货，船身物为广大，不知载重则行迟，行迟则拥塞，民船被阻，甚有相去数丈。守候经巡者，兼之强拿包运，垂踏交加，愿身载道，不仅失风之余也。17年，以这省承造漕船赔类日盛，每船除利给200两外，复给银590余两，以输丁力。漕船建造修葺，其费有经常，有额外，年弥国帑数10百万。及其出运，勒索于州，现者又数10百万。催攒银提，终岁劳攘，加贷越多，虽苏松内河，亦无岁不包运。包运人则周于沿途，甚至兰江所废，夺船毁弃，患苦伤民，抗为官长，以天宇为口实，原漕都为护符。文武力士，为其试验，莫或纠结。凡漕船载米，无得过500石。正号米外，历代土夷60石。雍正7年，加增4石，共为100石，勇者为例。宣准各船头公舵。工人带土夷30，水手每船带土夷20石。嘉庆4年，定每船多带土夷24石。屯军领运漕粮，东出东归，备极劳苦，日用亦备洗家居，于是有加带私货之弊。漕船到水次，即有衙快。官说引载客货，又于城市货物浮凑之处，逗留迟延，既多揽载，以博为利。运官立其馈献，奸商窜入粮船，即免国客。其使运道通顺，都漕诸城不事苛察。逮黄履道贯，运道淤浅，漕臣延伸加带之境，丁力亦困。当商力充裕时，军船回空过淮，往往私带盐津。漕运总督张大有条上6事，宜长芦、两淮产盐之处，兼民沟串造丁。私卖私贩，似回空粮船经过，即运在船中，请严行禁止，违者
据依思严厉治罪：一、粮船回空时，请于瓜州、江口派瓜州营协同员搜查。一、运司等官拿获私盐，请依专管监辖官利益。序：一、随邦官专司回空，有能拿获私盐3次及邦船3次回空。无私盐事者，以千总推用。一、每船量带10盐40斤，多带者以私盐厉治罪。一、历带土夷之外，包揽商船木筏者，照漏税。PG 612。厉治罪，或误入关，自是尽往亦密矣。邦丁困苦，原有津贴之。乙、江苏漕船以松江邦丁利为罪皮，定利松、泰等属每船金，贴银300两，炫加为500两。邦丁视为额给之项，仍欲令1金。贴开船迟延，州县恐一物或浅，横思使诡之，以致津贴日增。流必磨矣。漕运抵通及遇浅，皆须用包船。清初设红包船600艘，每船给田40顷，收租善船，免其征科。近畿州县距河甚远，横故密民船，河干游民及之腰力，及皆运漕粮，往往有盗卖掺合之弊，甚有盗卖将近，故亲赴其船，逮运官查明，人则得互赔偿，倾家荡业。又领船户隶受天津超官部差管辖，每岁合兵。未判之日，部差催促过堂守候，莫不有废，苦累时甚。39年，裁红包船依原收租数分派各省，于漕粮项下编征，解粮道库之发。乾隆2年，定每船给红包银2两，由随邦千总领发。漕船遇浅，由运军自雇民船，作粮酌定固价。13年，增设筏船60艘，造船及用具夫役工时，均于红包营内之用，余人分给运军。南粮入北河后，官为固船包运，粮搜未到，包船先其预备，守候累日，且有防商延晚运。50年，欲令造包船。南粮抵北河，及包运复通，嗣后无的封固民船，致滋扰累，为者罪之。巡议定官备包船1200艘，发交付晋沿河、天津等18州县收管，如有商货盐津，许其揽载，4月以后，调付水次。无的远离。1年复添造300只，交江西、湖广陈造，运送天津。与原设包船在杨村更翻被包。豫、东2省因水浅阻滞，定造包船300艘，交德州、恩、武城、下京、临清5州县分管。清初严明为所知制，以屯田给军分店，罢其杂徭。巡改为均为屯丁，无的窜入民籍，5年一编审，粮道长之。康熙初，定各省卫所额设运丁10名。35年，定漕船出运，每船1000丁，1名，余9名以安练驾驭之水手充之。凡迁选运丁，迁则载粮。PG 613。道举报则为守备，用舍则运变，保节则通邦各丁。巡迁本军。子弟1人为副军。雍正初，免文学生员迁运。先是江苏按察使。
胡文博以江安石未去苏，松水次遥远，欲有应更换之丁，运。官复未查迁，往返虚实，请御迁备丁，造册送粮道，转送总曹。备案。经户部议准。曹都杨西服尚书真之略言，欲迁贤丁，其不必者有二，不便者有二。各省卫邦，贫富不等，应付之邦。本无四贤丁预备，贫乏之邦，欲有应换之丁，百计搜查，求一。二因丁且不可得，安有数十贤丁可以预备？其不必易也。又引时军丁生计粗裕，促欲收成欠薄，12年或即转为贫乏。今既迁选注册矣，设需用之时，已经贫乏，是人以皮丁应选，其不必二也。至宋粮道典验，仆道徒，废时失业，不便易也。为所州县书吏，喜于有事，富者会托，贫者受迁，不便二也。请停止预选贤丁注册。从之。就至曹传其丁10名，丁第5请。其后丁的半归民户，运丁。生计贫乏，经户部行文清查，不许民间侵占。乾隆初，寻曹玉，使王兴无奏，屯田及册年久散失，无可稽考。亦有册籍仅存，而借指难于真实，或均丁点电于民，而辗转相授，屡异其主者。清田归运，徒滋扰累。盖津贴之举已成通例，民出费以善丁。丁的项以承运，相沿既久，无碍于曹。况丁的田不能自耕，是必照店收租，是与未熟时之津贴同一的项承运，未见有异也。25年，西服奏，曹运之有皮邦，10元运丁债付为累。这江之津、衢、盐、温、处、绍、台、嘉等邦，江南之江、淮、新、武、凤阳、大和等邦，债欠尤多，邦皮亦甚。欲除私付之累，莫若出借官堂。请于浙江江安道库各提银6万两，专备皮邦领借。每岁都运道员，查案沿途及抵通需用银数，提交押运，至其散给。于次年新运应领向下扣还，4皮邦见起，奏明停止。PG 614。各省州县卫邦承迁运丁，均以奉文派迁日起，限2月迁解，并查明田地房产，造册送总曹存案。设有亏短挂欠，令其赔补。若迁派后时系卖富差贫，或弃船脱逃，或重迁以革之丁，以及训勤出节，将军丁改入民籍者，承迁之员将2级调用，不准抵销。其上司诏师察吏议处，从曹都御其请也。道光13年，给侍中金应临奏，将浙内河一带漕船讹诈商民，有买度、排邦等名目。州县以对米为其挑剔，置若罔闻，致运扰民，为害甚大。诏林则徐复呢杨阿言行查禁。运军往来淮通，终岁勤苦，屯田所入有限，于是别给行。月钱粮资用，其数各省不一。江南运军每民之行粮24斗制，28斗，
月粮80至12石。浙江、江西、湖广行粮30，月粮96斗。山东行粮24斗，月粮96斗。其通、经等为协运河南漕船运丁行月之数，与山东同。各省领运千总等。官于领俸外多有兼之行粮者，行月2粮，就食本少则多，且折价每时不过3、4、5钱。各处官丁常有偏枯之控。诏令漕都邑定查照岁之行月旧额本折各半，折色照漕欠每时银1两4钱。永者为令。康熙29年，行月钱粮设立一支邮单，列明印给。各项钱粮，丁各一纸，照款之给。如官役克扣栏所，许本丁将。是由载单内，于过淮时呈控。雍正元年，复准运船到次，先将本色行月钱粮于3日内给。发折色银，犹未守备出具印领受，领运签总钱章，解到验明。以半给军，半封固，粮到赖怀，由总漕监发，迁其迟延者罪之。乾隆5年，议定运丁于解怀验给一半钱粮内，着留回空费用。数多者扣留1/3，少者着扣8两，令粮道另行封兑于过淮。时交随运官便收领，四抵通交粮后，给发各丁。原各省漕船回空，每因资府缺乏，不能及时抵次也。10年，漕都故从上言，粮道所押邦船多少不同，对开复有迟早，必似最后之邦开。PG 615。郡方的副邦督察，而守境之邦，又不免守候领营之类。请人令粮道对准封给领运千总，解怀陈验散给。从之。凡漕船停歇，月粮减半给发，民船停运，给月粮原额4之。30年，车驾南巡，截留江、浙2省东对漕粮各10万石。减歇之船，余应给月粮外，加恩再给2/10，以示体恤。运军月粮，欲润按月本折均平之给，巡罢。4以闰月钱粮乃计日售。10各军春出冬归，停之1月，不免销赋。山东、河南、浙江、江宁、凤阳等为闰月有粮，仍照原额之给。山东、浙江及苏、泰等卫欲闰各有额边加征银，江、新等卫无之，欲闰于道库，减存营内之用。江西、湖北、湖南系按出运船米之数之给。河南欲闰亦无加征银，向准山东等省一例之给，经不驳追，寻准。其照之。各省运军民数参差不齐，江、浙每船11、2名不等。4议定每船盖以10军配运，按名之给行月。安庆为旧系按漕用军案，民派行月2粮。自化役裁减后，每船之用10军，而所载漕粮则备于他船，应人按粮之给行月。山东、德州等未有自雇民船装运漕粮者，一体之给行月钱粮。江宁省未无善运屯田，欲有减存，同出运之船之给安家月粮。江淮、新吴2卫原减驾军2名，
准其复设，派给行阅2两，历由布政司行文。各府州县之领，每传馈遗书历6、7金不等，否则派拨远年南之。前粮及远州县，而州县粮书又有虚所，每传约2、3金不等。10金之粮，运丁所得时不及半也。曹梁为天宇正公，司运官吏考成其言。顺治12年，定曹梁2道考成则立。今征州县尉所各官，曹梁于其未完，分别罚俸、助俸、降级、革职，责令代罪督催，完日开复。康熙2年，议定随曹行阅，清稽各项钱粮，总作10分计算，原参各官县一年皆征，而皆征之原只限半年，殊未平允。嗣后皆征官县1年。PG 616。粮道、知府、直隶州1年半，巡抚2年。如人不完，照原参分。数议处。其经征督催白梁各官考成条例，悉与曹梁同。白梁项下减存经费盈不得善用，违者提参，并勒令赔缴。梁道完处前。梁春秋造册达部，后拨解经项。年中即离任日，翻司盘查出。如有轻亏，皆报巡抚提参。凡曹欠，无论多寡，均发各粮道严追，呈追官吏严查本变。本军产业，估计便受偿补。如运军清粮逃逸，报民户部行文。总督提究。挂欠米时，追完不运，与本邦原欠米不符者，将过。怀部拨换之总曹及督曹，承运各官并采买搭运之源，一并纠合。其运道之米，按数收用，以免累及运军。承平日久，法令日迟。粮道及监队押运官既不亲临水次，粮船抵怀，曹总复不严行。稽查，于是便军任意折营，沿途倒卖，抵官10岁多挂欠矣。45年，令嗣后号赠曹节等银米，暂存粮道仓库4回。空时，仓场查明，按其挂欠数扣抵。不足，以行粮抵补。选议定挂欠曹粮不及1分至6分之便均治罪，总曹、粮道按所欠分。数议处，并将所欠曹粮由总曹、粮道及监队押运签丁。为所各官制运丁，分别担任，均限定其内偿还。不完，总曹、粮道交不义，运官、运军分别治罪，仍责成总曹、粮道赔偿。全完者，优叙。粮船抵通其卸曹米，立买别邦余米抵补。雍正3年，奏准。嗣后曹米如有不足，即分别参处偿还，不得以别邦余米买补。其运军日用余米，许其售卖，余并尽阻。曹船经涉江湖，偶遇风涛飘霉，沿途催斩各官，即训的文。武官亲临勘验出节，总曹及巡抚复刊奏免。若军便诈报飘霉，及飘霉而损失不多，乘机轻到至600石者，拟斩，不及600石。冲发及边，曹米按数赔缴。文武官遇曹船审逆，不将情由申报。押运官便巡查不警，致失火焚毁者，俱降一级调用。地方官部 PG 617
携旧延烧他船者，罚俸1年。雍正初，奏准漕船在内河施风，漂省者不许豁免，押运官便照施于防范例，罚俸1年。如有假捏严加治罪，出节官便，从重议处。凡海洋江河遭风漂没，领运便军幸或生权者，照军功保守在事有功力，尽即赐金。其漂没身故者，官便照军功正王例，分别准印加赠，运军给予祭葬银。乾隆7年，议定漕船失风火灾，船未沉没，无论已未过淮，即令修固复载抵通。如已被审难护者，故民船载运，随邦过淮，盘堰抵通。如失事在过淮以后，黄河中流，民船难牧，另先分通邦待运开行，沿途仍故密民船装载。通邦各丁出具户节，稍有亏欠，则令偿补。江广漕船失风审逆，如果不堪护修，无论已未满号，地方官验明，申报总漕，就近变价，令运变赖，交粮道发给。回空漕船失事亦如之。4议准江苏、浙江、山东、河南等省买补船艘，如已满号，遇失风事故，就近折变价银。封交员便携回，由粮道验给各军，以补新漕。漕船遇兵临汛下，制备损坏，及雷火焚毁，省失米粮，免其偿补。各省漕粮虽有定额，凡荒地无征者，督府刊实报免，随漕银米一例捐免。灾伤之区，应征漕粮，及折改漕价，着粮。各被灾轻重，分别缓征、代征。遇代征之年，复又被灾伤，分年押征代补。沿江沿海田地滩没水中者，保提豁免。水旱偏灾，民的、利的捐免，为应船役，及被灾甚重，仍需公修船固木等事，不得同腰宽典。康熙37年，议定京畿通州、武清、保地、香河、东安、永清6州县红包船户所领地，水旱一体捐免。水淹田亩，利于岁中却勘，河前起征，淹则停免。雍正10年，定淹田漕米照押征利，4冬勘后，河则代征，淹则豁免。苏、松、泰3属为东南财富之区，赋额最重。世宗以来，屡议捐缓，然较之同省诸府县，尚多4、5倍或10数倍。道光时 ，PG 618，两遭大水，各州县每岁欠捐减，遂成年例。4是征收之数，除官店民欠，每年仅的正额之7、8或5、6而已。军兴以后，两府益州受害尤酷。同治2年，豫江都、苏府查明，折中一减。其与旧额本清之长，正2府通融合计者为定额。其身户把持州县府收诸币，永远禁格。4年，户部遵议，江苏常镇、太武属边征米，系会同漕赠行越南续局粮等款征收。应如李鸿章等所奏，无分起运留之，一体并减，着苛责之重轻，是减臣之多寡，
计原额边征米豆220万余石，减54万余石。民困烧书。曾国藩又请江苏、松的曹钱粮一体酌减，不复曹饷。为办运要须，若议和减，费必不敷，是须另加津贴于民生人，无裨益。诏令国藩、洪章访浙省成立何时删减赋收，并严禁大户包揽短交等弊。是年减浙江杭、嘉、湖3属米26万余。10. 海运始于元代，至明永乐间，汇通合成，乃罢之。清延明代常运之制。嘉庆中，洪泽湖泄水过多，运河浅河，令江、浙大力兼筹海运。两江总督乐宝等会奏不可行者12事，略谓海运既兴，河运仍不能废，徒增海运之费。且大洋中沙交从杂，险阻难行，天雨正宫，非可常事于不测之地。其丁不安海道，船户又皆散漫无稽，设有延误，关系匪细。上谓海运既多挚碍，唯有谨守前人惩法，将河道尽心修治，万一营处不其唯有其包盘坝，或酌量节流，为暂时权宜之计，断不可轻。一根章，所谓力不百步变法也。自是中仁宗之事，无敢言海运者。道光4年，南河黄水骤涨，高堰漫口，自高邮、宝应至清江浦，河道浅阻，疏宛为艰。吏部尚书文福等请引黄河入运。天助闸坝，钱数甚涨，可无犯意。然黄水斜沙，日久淤淀，为患滋生。上议之借黄济运非济，于是海运之意复兴。诏谓元谕 PG 619。言简，张师臣、黄宏杰各就辖境情形筹议。诸臣但于根章以挚爱难行入奏。会孙玉婷因渡黄监制，军船40邦，须盘坝皆运，请倘至120万斤。未几，因水势短处，难于晚运，复请节流米100万石。上令其善往查，复称玉婷所奏渡黄之船有1月后尚未开行者，有淤阻玉黄各坝之间者，其应行包运军船皆浇筑不能移动。上震怒，元谕玉婷，检军得罪。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因何谏言，至道久则穷，穷则弊。变。河道既阻，重运中停，河槽不能兼顾，唯有暂停河运以治河，故募海船以利运，虽一时之权宜，实目前之急务。改制槽。全航盘坝包运，则民力劳而倘费不省；暂顾海船分运，则民力益而生气亦疏。国家承平日久，杭东无治辽海者，往来无益内。第今以商运绝海运，则讽具不足疑，盗贼不足虑，梅失清号不足缓。以商运代官运，则舟不待造，丁不待木，架不待筹。至于屯军之安置，仓虚之稽查，河务之张弛，须存乎人。慎戒。黄济病，盘坝亦病，不变通江河侧之从。臣以为无如海运变。赵人下有曹各省大利益。
时其善都两江，陶戍抚安徽，咸请以苏、松、长、镇、太仓四府一州之粟全由海运，乃使布政使贺长陵亲赴海口，都同地方官吏，招来商船，并筹议包运对装等事。四戍盐，现雇沙船1000艘，三不向船数十，分2次装载，即可运米150-60万石。其安徽、江西、湖广离海口较远，浙江乍浦、宁波海口或不能停泊，或盘剥废具，仍由河运上，乃命设海运总局于上海，并设局天津。复命理藩院尚书穆彰阿会同仓场侍郎驻京验收监队，以度经济人需所流难诸弊。6年正月，各州县包运之米，以次抵上海受兑，分批开行。即海运水程4000余里，于旬而至。米时抵通后，转运京仓，派步军统领衙门文武员便沿途稽查。沙船耗米，余力给其丁18万余石内冻放，所节省耗米6万石，仍随同其运。承运漕粮每 PG 620，时给耗米8升，白粮耗米1斗，以补正米之不足。仍将漕运商耗核出2成，白粮核出3成，由京局给价收买，随镇交运。漕粮无故短少没变，于备带耗米内补足，不敷，勒令买补。如有着为松仓商人等事，则免之。船户缴价贩米折色并津贴等银先于受兑后发7成，于3成交押运员便，到罢后查无弊端，始行全发。沙船余米不下10万石，出赵南粮吏，听天津人赵市价收买。4以商人西图贱价售买，改由官为收买，其价应由江南委原转发船户，后人令商船自行售卖。每届海运期，沿海水师提镇，各岸汛的，派拨哨船兵丁巡防护送，并派5直大员2随船赴京。上海交兑时，先其资照浙江提镇水师营出哨招保，城前一带地方，江南提镇水师营出哨大小阳山，会于马驥山，山东总镇出哨城山、石岛，会于阴游门，以资弹压。山东阳面，则乘游击，守备，搜查岛屿，防护营送。后以哨灿言，停派护送5直大员，则乘沿海水师逐城地户。4宁沪商人各置火轮船一遇新漕队开行时，分别扼要巡防。包船直隶就设2500艘，200艘分拨故城等处，800艘留阳村，余1500艘及天津备用。后故称勘装漕粮250，实民船500艘，以备装载。商船首次抵京，先景府县仓角庙宇，拨卸30万石，余令包船进运通仓。遂将天津仓角庙宇所储漕米运通，无庸转卸北仓，至多周折。至商船2次抵京，如包船不敷装载，即将米先储府县仓角庙宇，不敷再包储北仓。遂令原包将所储米食尽数运通。包船足敷装载，即按首次商船办。
法，不必分储北仓，以归简便。包船160只为一起，由经济自派人分起押运交仓，押运员亦禀报仓场，复持回续押后其米船。经济等只需带领湖手到船起卸，如有极端刁难需所交的，方官从严治罪。PG 621各州县经管包船，每年立给修欠银5两，3年小修一次，给费20两，岁中曹郡逐一挑验，船身坚固者酌量修欠。如损坏较甚，即核赏估价，所需经费于道库由欠银向下动拨。封河手动其内，每船工时银15两，运米100石，给缴价8两4钱，10米1石1斗5升。4每100石加缴费5两。李鸿章因官包船户贫困资弊，立定工时银15两，仅领一半，不敷善家，请每船游苏这槽向内着贴5两，不革不行。鸿章上书征之，诏从其意。商船领运漕粮，迅速无误，10000石以下给匾额5万石。蒋知贤每次奏保120-130人为限。7年，蒋优先请新漕人行海运，上以近年河湖见真顺轨，军船可以畅行，不许。其后各省岁运额漕逐渐短少，太仓积粟，动放无存。26年，诏复行海运。27年，议准苏松、太二府一州漕白粮米，自明岁始，改由海运。30年，复令苏松、太二府一州白粮正号米，原照成案，由海运经咸。丰元年，户部尚书孙瑞珍请河海并运，御史张祥进请将江苏新漕原案推广长郑各属及浙江一体海运。下江都路建营，苏府杨文定，浙府长大纯妥议。复称明年苏松长郑太四府一州漕白粮米，请一律改由海运。浙漕爱南海运，请人巡就章，从之。2年，建营上筹办海运实事，下部一行。是年矣。浙江漕船开对过池，回空不能依其规次，诏来遂新漕改为海运。从巡抚黄宗翰请也。5年，河决同瓦乡，由章丘入大清河，协问东区，运到一梗。6年，节留江苏应运漕粮20万石工之兵。饷时运漕白正号及之剩给丁余号米75万5千余石，其欠。缓南漕，令各州县一线催征运通。同治7年，亦适用甲板船装运采买米食，水缴银数西人煞。船吏给银5钱5分，晚至天津紫竹林，由商董就近计站，听验米大臣会同通商大臣验收过包，所需小船包价、占租、挑利。PG 622每时给银7分，由商董承领经理。又每时给保险银3分，设有遭风抛失，则令贴补。至每米1000石，随号80石，备带于米210石，包船10号米11石5斗。又每100石给金，通包价银8两。一钱4厘，通仓各耳钱折银2两，
均照海运正曹采买各案办理。是年以金沽河面狭隘，常有沈船失米之余，于大沽增设海运外局。9年，浙江巡抚杨昌训奏，浙省来岁新曹，着拟海运章，成14条，以委员分办，以专责成。1. 新曹人由上海受对，放羊、白良人巡按装盛麻袋，首先运户。1. 宽备海运商船，并由苏省多拨沙船，移浙寄用。1. 金号等米，人照数支给。商号赤带本色并余号生操等米搭交仓。1. 增给天津包船号米，以弥亏欠。1. 金通经费，照按备贷，现等款，人按数抵。解。1. 商船准带炮械，并由商捐轮船护送，人则乘沿海水师，实力巡防。1. 天津交米后，巡就则乘经济续道之船，人由天津到验收。1. 巡按加增海运经费。1. 米船到京应多天。排数宽备包船。1. 商船水饺等项照按核给，并2成免税。酌定赏罚。1. 商船2成免私之货，人以米食计金，所带竹木，照按免税。1. 商船回空载货，照项章免税。1. 米船抵京交谢，严禁经济豆糊包船须所服费。下部一行。10年，洪章言，包船守候苦累，每载米100石，请加给脚价银5两，并令筹运。白良民船守候口粮银12000两，由苏浙粮道库槽向内拨解。不敷，则由司库通融借拨。11年，昌训请以轮船运漕，从之。轮船招商，由商人借，领20万串为设局资本，盈亏悉由商人之。购监劫轮船3艘，每年拨海运漕米20万石，由招商轮船运金、其水饺号米等项。人照项章办理。轮船到京，命直督筹备包船转运，并会同仓场。侍郎临站查验，人仿照白良例，由江浙府道运通交纳，以度。PG 623。折号偷漏。轮船协运江浙漕粮，签名某省漕白良米字样于米袋之上。粮米上站时，由户局派员监对，对郡即由轮船商局给收米回文，以后装船起运，俱由商局核办，户局不再与文。其战费夫利亦由商局人之。凡漕粮派装轮船，轮船商局着尾。执事会同户局详验，米色干结，方行收兑，交轮局押赴浦江。东站湖收。抵京、赤京局各员董提前验收，以免拥滞。轮船每搜载米3000石，填发连单，由京局稽核，一切领银领米等节息。罢之。轮船运米，由上海到填给免税执照，并原立的着带2成。货物，其洋药及2成之外另带货物，仍需纳税。乔松年奏山东境内黄水日益泛滥，运河淤塞，拟因势利导。比黄水先驱章丘。其章丘南北，普行挑汛，修建庞坝以立漕。丁宝桢、文彬奏请晚赴淮，徐固道。是下廷臣会议，复称同瓦。相决后，就河深淤电过高，
是不能晚赴淮。徐固道：至界黄济运，筑堤束水，与岛卫济运之法同一，难行。弘章奏请人由海道转运，令各省着提本色若干运户，由海船解经，于照章折解，以节运费，并随时止拨曹折银两采买接济，并请停止河运采买粮食，推广海运。人下不议。先是江北漕粮，由河运通，致仕，亦是办海运。13年，奏准江西在沪采买漕粮8万石，交招商局有海运金，每石缴价银2两7钱。光绪元年，湖南漕粮采办正号米2万345石，湖北采办3万石，均交招商局有海运金。江西、湖南巡亭保真奏运河废坏，莫非黄水之害，至运必先至黄应先江，为珊瑚之湖口双闸及各检闸，迅速修葺，及时收序，以保湖珠。运河正身亦需量为疏浚。四贵卿、毕道远、广寿、贺寿慈等议，以筹款修复运河为请。黄元善复称，自黄河北系运河阻滞，改由海运，原属权宜之计。当时奏定江苏漕额，以河运经费作为海运之销，每时不得过7钱。四以经费不敷，迭次请增。江 PG 624，苏所加距1两不远，浙江已加至1两，较道光28年前。丰2年海运经费尚有节省归公者，大相径庭，且海运力涉重洋，风波弥定，万有不测，所关匪隙。河运虽迂滞，而沿途安定，经费为均。自各省以达金仓，明知识其利者，不可数计。欲国利民，既无善于此者。现停运未久，及时修复，尚属未晚。在迟数年，河道日淤，需费更巨。臣以为河运淤而安，海运变而险，既出万全，非复河运不可。上命河都、漕都及沿河各都府筹划具奏，省保真书博贵卿、毕道远等请将有漕省分着提漕，向即将海运粮食分出10数万石，改办河运之意，并立言河运绝不能复。运河漩淤，运方定章，河忽改道，河流不时迁徙，漕路亦随为转移，而借黄济运，危害尤烈。前淤未尽，下借之，运以连墙接尾而至，高下悬殊，势难飞渡。于是百计溺水之幸，强令就我范围，至前修之款皆空，本借之淤复积，设令应济运，而夺溜。北区则基辅受其害，南区则淮、徐受其害，亿万生灵。将有其余之叹，又不仅荼蘼俱淌无必漕运矣也。7年，令直都敕招商局有协运漕粮时，着分到援助经验队，并责成粮道盐。都制漕事人员对米食加以查查。因招商局协运江浙漕粮，有掺杂破碎诸弊故也。10年，法人构信，海运梗阻。太常卿徐庶明言，漕粮宜全归河运，
请于运道经行处疏浚河流，修治闸坝，并选固民船，以济运。明年，岑国权言，来年河运着添江苏漕粮5万石，并将批溯河道淤浅处，着孤挑汛，从之。卢氏节言，郑州黄河漫口夺溜，山东运河10里堡门外积淤日宽，回空漕船，不能挽地口门。现宁、苏兴漕呆船装载，批速挑淤筑坝，必呆空船过浚，方可兴工。上命训斥疏浚积淤，比漕船早日南。夏15年，从山东巡抚张耀请改拨海运漕米20万石人归。河运，岑国权、黄鹏年奏，江安河运米时，夜经节流冲镇。PG 625。苏蜀河运漕米10万，前已改归海运，各州县起运，均以抵户。骤改河运，至爱难行。且故船将近1000艘，亦非旦夕可治。请4。本年冬漕，在行遵旨提前河运，以其归复旧章。至可。19年，北运河上游潮、白等河狂涨，水势高于堤巅数尺。原柱上堰，据湄水中，运河水旱大小决口70余处，由经运经。米麦杂粮千数百艘，在杨村阻浅，命洪章将各口门渡河，并疏浚河深，停蓄水势，以利舟行。22年，王文韶奏，南漕改行海运，为江北漕粮人由河运，复于苏松向下提拨米10万石并入河运。船多道远，自黄入运，自运入魏，节节阻滞，船户穷无复之，切米掺水，诸必从身。本年漕船到京，校习已迟。2、3月，诚恐有误回空，以敕并陈催攒，刻日对收。但此次节留江北漕米5万石，米色上佳；江苏5万石，米色参差，甚获。争辩剔除量晒，己废周章，盖运受黄病，已非人力所能挽救。拟请自本年始，改拨苏漕之10万石统归海运，其江苏东漕人办。河运以保运道。下部一行，御史秦奎阳以江北河运劳费太甚，书请停办，改折解部。布役漕粮关西经仓储机，未便具更。就至26年，以战端季开，从陈必请于清江浦设漕运总局，车驾西信，转运局宜汉口，清江改设分局。是年南漕改用火车，由京运京。27年，以财用匮乏，欲自本年始，直审核。运海运一律改征折色，则成各省大力清理整顿，节省局费运费，并查明各州县征收赋费，勒令缴出归公，以其汇成巨款。一匡请于印办白粮外，每年采办漕200万石，纯用精米，并不得律请节流，从之。28年，布役本年江浙漕粮，纯归招商局轮船承运，费应力从简省。盛宣怀奏，近年户局轮船，因事起运太迟，战号既据，即运至塘沽，又值联军未退，费用倍于常时。26、27两年，
招商局所领水窖，实不敷所。PG 626初，本年太谷洋行员减价揽载，因日议定商约，均欲漕运列入约章，臣等力拒之。盖招商局为中国公司，前李鸿章奏准漕米均米悉归招商局承运，实欲有生意也。此次详查中外情形，拟请自28年冬漕始，于向张每10轮船水窖保险等项漕米银3钱8分8厘1毫内减去5分，永为定制。从之。将这漕粮由海运经向用包船运至通仓，每10只号米1升1盒5勺，名曰金波10号。自南漕改用火车运经，此项号米改令随镇交仓。四因运米市郡，每有亏号，许人就之给，以抵车运亏号云。卷第123至98。时或4。盐法。清之盐法，大律因民治而损益之。蒙古、新疆多产盐的，而内地11区有敝国际。11区者，曰长芦，曰奉天，曰山东，曰两淮，曰浙江，曰福建，曰广东，曰四川，曰云南，曰河东，曰陕甘。长芦就有20场，后才为8，行销直隶、河南2省。奉天就有20场，后分为9，及日本距今川滩的，乃存8场，行销。PG 627。奉天、吉林、黑龙江3省。山东就有19场，后才为8，行销。山东、河南、江苏、安徽4省。两淮就有30场，后才为20。3. 行销江苏、安徽、江西、湖北、湖南、河南6省。浙江3。12场，其地分立浙江、江苏，行销浙江、江苏、安徽、江西4省。福建16场，行销福建、浙江2省。其在台湾者，尚有5场，行销本府，后入于日本。广东27场，行销广东、广西、福建、江西、湖南、云南、贵州7省。四川盐井产旺者，汾州县24，行销西藏及四川、湖南、湖北、贵州、云南、甘肃6省。云南盐井最著者26，行销本省。河东盐池分东、中、西3场，行销山西、河南、陕西3省。陕甘盐池最著者，约花马大池，在甘肃灵州，行销陕西、甘肃2省。长芦、奉天、山东、两淮、浙江、福建、广东之盐出于海，四川、云南出于井，河东、陕甘出于池。其制法，海盐有间，有晒、池盐皆晒，井盐皆间。论职位，则海盐为家，池盐、井盐次之。海盐之中，滩晒为家，板晒次之，间又次之。论成本，则晒为轻，间之用当草者次之，煤火又次之，木则工本越重。此其大教也。初，盐政属户部山东司。宣统2年，乃命户部尚书兼任都，办盐政大臣，外遣御史巡视。后才归总督、巡抚管理。其专司
约都转运使司。无运司各省，或以盐法道、盐粮道、议盐道、察盐道监理。其行盐法有七：约官督商销，约官运商销，约商运商销，约商运民销，约民运民销，约官督民销。为官督商销行之为广且久。凡商有二：约厂商，主收盐；约运商，主行盐。其总揽之者曰总商，主散商纳客。后多剥削侵蚀之弊，康熙、乾隆间革之而未能去。为两淮以道光时桃树变法，奏除银幕，由户部保全局铸铜版印刷。顺治3年，以淮浙领引据经远，设都理。PG 628。引务官驻扬州，至7年才。15年，发引于运司，寻命运司人。委员副部官领，票亦领于部。商人之购盐也，必请运司之单，亦曰照单，曰现单，曰皮票，持此购于场。的盐则铸之官的，奉天谓之仓，长芦谓之驼。为检查者曰生盐，以检查者为熟盐，熟盐乃可发售。两淮总站始由商主，后改官站。四川以行销前，滇者为边岸，本省及湖北为济岸，同川州为同岸。河东总岸立于咸丰初。其行陕西者，以三河口为知会；行河南者，以会兴镇为知会。山西则蒲、解。于安邑运城立岸，而则路等处亦分立焉。大抵畅岸外有制的，或展现，或剪引，或停运，或用并引。复销、统销、容销诸法。并引复销者，将机盐复入，三引销一引。又纳引半之客行一引之盐，纳三引之客行二引之盐是也。统销者，将机引统会，其正杂钱粮令商人分年完缴。容销者，以畅按计制地是也。凡引有大引，盐于民，多者2000数百斤，小引者就民所。行引剖亦为二，或至10。有正引、改引、余引、钢引、石引、陆引、水引。这将于钢引外，又有尖引、柱引。其引与票之分。引商有专卖域，谓之引地。当时任时费不资，故成为事业，谓之引窝。后或授予承运者，买单谓之窝单，价谓之窝价。道光10年，桃树在两淮，以其台价，奏请每引献给1钱2分，炫进止。票无定域而亦有价。当道光、咸丰间，两淮每张仅银500两。后官商竞买，逮光绪间，至10000斤以上。又引因引地广狭大，小而定售额，票则同一行盐的，售额亦同。嘉庆以前，引多票少，后乃引少票多，盖法以时变如此。若服岁入，道光以前，唯有盐客。及咸丰君兴，复创盐离。盐客分2类，曰场客，曰引客。场客有摊客、灶客、锅客、井客之分。长芦有编部，福建有丘折。编部者，明时造户按丁真。PG 629。盐，商人纳粟于边，
给银报之，是谓边言。其有场远言无伤之。令800金折交布3丈2尺，后改真银3钱，是谓不言。造刻像，分地，丁为2，但丁不尽有地。雍正间，用长卢巡盐御史郑禅保言，将丁银贪入余的征收，由是各省如所奏行，然长卢编布知名游人久。秋折者，盐田所纳钱粮，谓之折价；城所纳钱粮，谓之盐秋。其供应内府及京师、盛京各衙门之盐，康熙中西财之宫内府，光禄4、20万斤，折银解不充纳。引客有证，客、包客、杂客。盐离分出境税、入境税、落地税，逮乎莫造。加价之法兴，于是盐税所入与田赋国税相列，是以顺治出行盐170万引，征客银56万两有其。其后统一趋下，引日加，而客亦日盛。乾隆18年。计7014940亿两有其。嘉庆5年6081517两有其。道光27年7502579两有其。光绪末，和客离计共2400万有其。宣统3年，度支部预算。盐客岁入约4500万有其。盖税以时增又如此。顺治2年，御各运司盐自6月1日起，据照前朝会计录，原额征收。炫捐免明末兴饷、炼饷及杂项加派等银。16年。户部议准各商盐船用火烙记船头，不许滥行封捉，其过关之纳。船料如极端苛求，以王法论。17年，用2淮巡盐御史李赞原言，回空粮搜进积加代私盐。康熙9年，2淮巡盐御史席特纳徐绪临言，2淮积弊6大苦，遗书纳之苦：1. 过桥之苦；1. 过所之苦；1. 开江之苦；1. 关津之苦；1. 口岸之苦。总计6者，岁费各数万金，应请革除。又撤治3大弊：1. 加他之弊；1. 作经之弊；1. 作经改经之弊。此3弊者，唯有严禁经重一法，起交不着意。定例：凡桥所撤治1斤，割煤少者3、4斤，多者7、8斤，不得余额。如加代过多，撤。官须田太重者，商则记引科罪，官则记经作赃，数撤至公而国。PG 630。法性。上命勒时严禁，立于桥所及经过关津口岸。希特纳右丞。自康熙7年，盐城差遣稍迟，前任盐差于征完本年客银外，又重征新盐。盐尚未卖一引，而客已征至20余万。此种金钱，追乎无措，非重利借债，即典狱复笔，应请停止。如所请行。16年，用户科给事中于国铸盐，命将商盐撤验每引加25金，加克2钱5分，永远革除者为例。20年，命革除3番。恒征盐客。自颠前告变，
所在皆干风起，言无行销的，商皆裹足不前，志亦真虚迷妄，无所得受。既臣以君虚所事，都享之习，即如星火，伤于世大困。时天下言客两怀最多，困亦最甚。赖寻言御史刘熙为双凤多方抚恤，输纳望皮，致仕海内应付。淮南宁国、太平、池州等府及两浙、山东、广东、福建先后增引，力获3倍。不特额外照旧行销，且原先乘客营，请将以前停引补还。四川经明记之乱，将楚人民迁移其地，食言日多，请引数倍于袭，所开之井为滇、黔资，水陆无滞。而福建、广东两浙招来造丁，肯赴炎帝、延秋，报不生客者不绝。又两浙各厂长垦当地22700余亩，广东各部每斤加70斤，江西南赣2府盐引，至36年，加金配客亦如之。上以寰宇升平，免浙江加金银之半，共31380余万。38年南巡，复遇各言差，向因军需，于政额外更纳所思的盈余者，将此项停罢。其两淮盐客前曾加40万者，减其半。43年，用江南总督阿山盐，革除两淮服费数十万，乐时永尽。56年，长卢巡盐御史田文镜请将山东所裁盐引补足半客，今不议准。上以加引增客无益，不许。先是顺治2年，世祖定巡视长卢、两淮、两浙、河东盐镇，差监察御史各1岁1更代。其山东盐务归长卢监管，陕西归河东监管。10年停，盐务专责承运司。巡因运司权倾，人命狱。PG 631。使巡查。康熙11年，复停巡盐。明年，巡抚经事得以直隶事。凡请人察御史。于是两淮、两浙、河东皆复旧制，继而两广、福建并设巡盐御史。59年，仍交督府管理。时盐客为广东、云南常缺额，因康熙初粤商有礼下报充。3年一换，名为排商，故弊端百出。4将排商费10000余两入政客。举报因户以充厂部各厂商，而厂商资薄，不能尽数收买，致厂多卖私。57年裁厂商，由运库筹躺本36万，分交厂员收买，且置漕船及水窖，运向东关潮桥，存仓后配，不商配盐，按包纳价，或有盈余，名为厂线。其卤号余剩盐金，乃配引外，多收余盐，发商航运。又有子盐、金线、余盐、现银等名。后余盐改引，将余线归入正额，而粤盐遂有半线之势。后粤商道，歇至50余部，滇盐由商任票办运，而地无舟车，全是人力。兼无煤草，全是木柴，故运费工本皆重，而盐客率以1分，又重于他省。复商气之福故，强迁乡人承充。
即到罢莫由追缴，乃责李忠暗户贪纳。待乾隆时，一蹶不振，遂令历年督抚分偿。世宗初年，才福建、浙江巡盐御史，时上于盐镇颇嘉义。河东盐池行堤，屡为山水灌入，向力修墙筑堰，皆派仆解石。三州县知名应役，从巡盐御史硕色言，遂拨银6000两，以3000作岁修，3000筑运库备大修，名类史书。又以盐法莫及于稽司，但有场司，有商司，有销司，而临司、官司为害尤具。欲稽场司，必须造而言其尽。故于雍正2年两淮犯堤决，沿海29场为朝焉，特发躺金以赈。5年，以淮商捐营建盐一仓击鼓。欲更立数仓于尽造的，以备造户缓急之需。此政之在于续造者。6年，江南总督范时议言，两淮造户烧盐，应令商人举。干练者数人，并设造常巡议，查核盐数，输入商员，以度私卖。两淮巡盐御史戴因保盐，厂造烧盐之具，深者盘，浅者金币。设有定数，而兼盐以一昼夜为火伏，并巡查熄火后私烧。竟有 PG 632。造户私制盐金币，火伏又不稽查，故多溢出之数。请斥盐官身。研究法。至淮南晒扫，唯有商人收买配运，酌加引客。君命者为利，此所以言其尽也。欲稽商司，必续商而言其尽。故2年两淮各厂因灾造盐，不济，商本倍增，从巡盐御史噶尔泰言，令将本年成本之轻重。和远近脚价，着粮食值买卖。至时盐难销处，只有钢的行销部。夫亦准改拨。兵部尚书卢循请加引免客，以其减价敌私命。长卢、两淮每引加50斤，免纳客银。此政之在于续商者。11年，从江南总督尹继善言，改设淮南巡道，都理扬州、通州等处盐务，并于仪征之青山头立专营机司。其机关司也，自明以来，因盐差者，回经历有呈现，即上严禁，使各将所得报缴。独福建8万余两为总督满保查出于是裁撤盐官，盐商命各厂由州县监管。4广东总督杨林言的方官办客，必委之家丁衙役，非设铺分卖中保即发的李乐派，且恐资本不足，挪动地丁钱粮，应将厂商停设，发堂委官监收，不商人流运销纳客，从之。事实上于盐官量重礼位，未在浙江可称者，莫如办躺盐。躺盐者，由松江、台州、温州3府厂盐产旺，造多漏丝，未请发躺银8万，交厂员收买。复奏设玉环同知，使经理收盐事。而舟山内港内洋、岱山附近之秀山长途、平阳县界之肥曹、均委官管理收发。崇明厂盐，令知县主之。所收躺盐，尽销本处。渔户、折户、渔盐亦准引商，
倘商运往他处销售，各照科责纳。课外，书经费银1、2、3钱不等，除归堂本经费，余银作为盈余。由是司进官唱，每年引部夫运，加领余引15万。凡商运余引，引书租银4分，所完课银与堂言盈余，并按提报，年约银10万余。自上清离严正，积弊如洗。然自才阁漏归入正项上。PG 633。又有号县入正额，恐正额外附有号县，商何以堪之欲改，已知其必矣。13年，属副都御史陈氏官言，严课引有定额，今有定数，按引半课，未必果有其盈，即或为利，何妨留与商人欲其资本？乃近年多有以随利归公者，考其实乃因乐商众出，故在官多1分之归公，在商添1分之诸求，此商受其弊者也。又有以捐助提请者为极公，亦因乐商总公派即项模所出，非托欠引纲，即按增引金，或高抬言价，此国与民并受其弊者也。请嗣后之按引半课，一切归公捐助等民，应永远停止。上命庄亲王议，寻复如所请行。时江西一言道省启元与江南总督赵洪恩书，一言其年漏归，非皆收纳，今以莫利斯赃作报不正款，在大元自无再收之理，而辽左岂能别无交际？其为商类时甚。后有闻于高宗者，乃将两淮盐政公费、运使薪水及云南黑、白、郎锦归体银捐。初，世宗从洪恩言，命给平民回圈号酬，听于40金内付。犯度日，至乾隆初元，户部提准60岁以上，15岁以下极少。壮有残疾、妇女老而无依者，许于本县报名，给应烙腰牌木绸。日赴场买盐1次。即两淮巡盐御史尹惠一、两广总督鄂弥达先。后奏言，奸民借口贫苦，结党犯私，两察兵役，未便盖撤。后以平民过多，停排盐，每明日给钱10文至24文。寻改浙江巡抚为总督，监管盐政，欲着定增金改引法，江、杭、嘉、绍3所引盐，照两淮旧额，每引加50金，松所照温。台历改票引9万余道，引给400金，均不加课，以其复旧。又欲裁云南银鱼，其价减至3两以下，广西人减2厘，免征两。广盐课每1000金余平银25两。3年，改浙都人为巡抚，监管盐政。6年，以淮南造盐属越多号，命5、6月每引加号15金，7、8月递减5金。至13年，淮北亦仿行。又命两淮余定额外。PG 634。每引加给10金。16年，以省方所制，欲两淮钢盐10盐余定额外，每引加10金。先是雍正初，因长卢积欠甚多，每引加50金，4金不付。按所加金折中核算，年应增课银8万6千余两。高宗念商吏监南
命减半纳客。28年，才运商之印，以云南巡抚刘藻言，加给黑白两锦新本银。42年，以河东盐津路运亏折，命每斤加号5斤。时价平销粟2怀，请御提下冈之引，遂入至5,600万。为臣于屡次游巡，天津为守住避的卢商公1号凡2怀无论矣。或欲军需，各商报效之力，诏于雍正年，卢商捐银10万两。4乾隆中金川2次用兵，西域荡平，伊犁屯田，平定台匪后，藏用兵，及嘉庆出川，楚之乱，淮浙卢东各商所捐，自数十万、100万以至800万，通计不下3000万。其因他事捐书，弃于光绪、宣统间，不可胜举。言商时邀眷顾，或召对，或赐宴，赏赖卧后，拟于大辽，而奢侈之习亦由此而生。或有患，即内府亦常贷出数百万以资周转。倘本外更取袭银，谓之倘利，年或百数十万、数十万、10数万不等。商吏因之疲乏。2怀，河东尤甚。51年，以2怀历4年为御提，命江都查奏，巡请嗣后，每监1纲御提1次。上谕以正饮畅销为主，无庸居定年限。决。后为57年及嘉庆5年各行1次。且自33年因商人未缴，提引于袭银数逾10万，命江苏巡抚张宝查办，严正高衡、普福运使卢建曾皆至重点，其款勒商追赔。至47、49两年，乃先后获免363万2700两有期。后遇大经费，商人但及书匠之数，分县完纳，1、2县后，屡皆拖欠。56年，江西巡抚姚分奏，建昌府借怜悯省，路径较多，必添设缉司卡巡，使收时效。上曰：行盐分界，必使。PG 635。明时不至舍近求远，去见旧贵乃善。建昌既据福建为境，其价必轻，何以不就近行销？若着改严征，严刻以彼的书纳，非为便民，及私犯亦将不经自止。宣两江总督爵罗长林、胡广总督毕元等奏称，小民为利仕途，往往的寸丝尺。如建昌划归闽省，则私犯即可越至福州，于全局所关不细，乃命人救。继长林奏请建昌设总店，属县设子店，分销客饮，依闽省实价。今减2文以敌私，更于各要隘分巡严机的指速行。河东自10年重审保就现行鉴价，定为常额，而商时困。后迟延收欠，借配卢、蒙、花马池各盐，又开运城西60里之小池，时民食缺少，商道无人承充，乃令退商举报短商，5年更换，富户因受累多规避。47年，巡抚农起奏准，人定为常。商引的分3等配云，复请加价2厘，试行3年再核定。4经不议薄，
的指允行。久之，历人皆绝。56年，命冯光雄巡抚山西，调甘肃布政使蒋兆奎为山西布政使。初，赵逵以河东运使入境，帝问半路言之策，以客归地丁对。及光雄入京，命与军机大臣议之，未定，而山西属巡抚布政使郑元双书至，立言不变。上曰：客归地丁，正早律及地方官曾受言归，必迟。意义。今郑元双果然，依调任河南，河南亦有行销河东引地，倘从中阻挠，从重治罪。8月，光雄言河东延误积疲，唯有客归地丁，听民自运。既无官客杂费，又无兵役盘结籍官，今阻留，未有不前者。请自乾隆57年始，凡山西、陕西、河南客额，在于3省引的172属地丁项下摊征。于是山西摊281102两，陕西摊146037两，河南摊86633两，各有旗，并一张陈实，一客银个。解本省藩库，虽欲捐免地丁之年，不得捐免。一、不引停领，免纳纸朱银。一、无许地方官司收税钱。一、沿镇运使以下各官具财态。一、宜河东道驻运城，总管3场。一、延迟照旧岁。PG 636。修。一、3场人力官称衙行。一、客项内有并于积余等银印，分别摊免。一、运赋运储2仓谷时，应分别归并存借。一、言正印之各款，各就近省藩库动之，从之。57年，上幸五台。光雄、赵逵奏言，自持严禁，民无贪客之苦，有实践之力。而陕西巡抚秦宗恩、河南巡抚穆和令亦以言充价简文。上甚悦。甘肃严客，雍正元年常贪入地丁，9年复招商，致使人行前法。而陕西汉中、延安2府及潞州各属之时花马驰盐者，亦一并贪入地丁焉。嘉庆4年，命停各省盐镇中秋节贡物。5年，以云南客额。常亏，从巡抚出彭陵盐，改为造监造卖，民运民销，其法无论。商民皆许领票。运盐不居河境，销盐不居河的，完客后听其所知。就诸景县监实数，将定额云算摊征，有余作为议客，尽征尽解。所有放票收客事宜，即归景原经理。至8年者为定章。10年，欲2淮盐每引加10斤，不入成本，以补亏折。先是蒙古阿拉善王有吉兰太盐池，向听民贩于托客托成半盐，分销。山西实土盐各地，不准运赴下游。其后稽查见谢，竟顺流而下。不独持盐为所占，且轻及长卢、2淮。14年，陕甘总督纳彦臣奏办奸民出犯，请敕阿拉善王将所流汉回奸民献出。王惧，献盐池，命将其岁入银8000两如数赏给。巡户部侍郎因何同山西
陕甘督府会奏，陆商赔类，原以贱价定为常额，请照干。隆10年以前例，按本科价。其及兰太迟，陆商力难兼顾，请令招他商。15年，以新商亏客，改官运。工部侍郎阮元言：官运不难，难于官销。若亏客额，势必委之州县，非亏挪仓。库极乐派闾言：是能销之必更甚于不销。于是不议及兰太尹，请敕还阿拉善王，赏相廷给。原定额尹，改为陆延余尹，名吉兰太火尹。两广自康熙时发躺收盐，运销后乃收客。乾隆53年 ，PG 637。总督孙世义以商欠积至69万8千余两，请停发躺本，另各出给资，在审核设局经理。54年，新任总督福康安会同事，亦筹定章程，并2月摆50部为一局，举10人为局商，外分子。贵6。则成局商按定额参以销地南邑，运配各柜，所有原设部的西木运商，听各就近副局及各柜领销，交课后发言29，不如旧。所谓改部归纲也。行之20余年，局商已无应销之部，其事不商。其使准局商捆运余言，弥补躺席。4乃不问正饮完，否贪销余言，反爱正饮。皮不欠饷，则用盐本垫解，久之亏。依据虽局商任完后，不商人按引捐书，而此时人者已误故，家产荡然矣。嘉庆11年。总督蒋优先以文，乃裁局商，改公局为公所，则部商6人经理6馈事，各有部的，自顾己资，不致滥用。且定3年更换，以免把持，谓之改纲归所。25年，命停两淮御贡折价银。道光元年。两江总督孙玉廷言：淮盐治除案，本无风伦之例，盐政权得始行之，请散卖为便。湖广总督陈若麟奏称积盐尚多，若全开售，恐输销不及，盐行水贩压价赊欠。欲伺积盐售毕，再随道随卖。2年。两淮巡盐御史曾谕奏称轮归散后，争先跌价抢售，有亏商本。御廷奏无其事。若临盐本年较前时，亦销26万余引。于是定议开轮。即湖广总督李鸿保又言：抢售难免，8年复封轮。使两淮私销日重，盐务亦日坏。其在两淮，遂应行钢盐160余万引。即10年，淮南仅销50万引，亏历年客银5700万。淮北销2万引，亏银600万。上诏优先还京，以江苏巡抚陶树代之。巡检户部尚书王鼎、侍郎保兴往查，数奏言其必亦由成本积建成多，亦由及官行司过甚，唯有大减服费，节止流贪，听商散售，数销畅价平，私盐自尽，命裁巡盐御史，归总督管理。自9年后，御史王赠方、
是讲学事故，纯光。PG 638。陆清凉中进皆请就场定税，太仆少卿卓秉田又请访王守仁干官。立场抽税法。下述义。数商于运使于德渊，以为难行。遂复称。客归场造有三难。亦由造丁起客。淮南间盐以金币，淮北晒。盐以池，约真银100余两。造皆平民，若先克后盐，则利未逮。先盐后克，设欲产欠，必克当丁逃。此造丁起客之难行也。一、由原商纳客，欲散于整，较为扼要。为造以己业而听命商人，情必不圆。况商为利士事，趁收则乐以重金，借贷则要以重息。造不乐以言归原，商亦必无资完客。此原商纳客之意难行也。亦由场官收买，就各场产盐引而摊定客额照纳，似亦何时。五、如怀客为数甚巨，岂为原所能任？若听其尽收尽解，难保不逆。报亲戚，此场官收税之意难行也。又言，盐在场造，每斤仅值前1、2文，若就而收税，则价随客涨，争其利者必多。海滨，民造杂处，扫监治役，将比户皆私，客且更处。置设场抽税，或可试行一隅。若各省起皆有爱可守，漏私必比场造为胜。总之无官无私，必须无客无税。业经有客有税，即属有官有私。如未归场造或设盐场，即可化销为粮，恐未能也。上委之。明年，数州立各场，拟行票盐法于淮北，奏定章程10条。一、由运司刷印3联票，一留为票根，一存分司，一给民犯行。运立县到案，不准票盐相离及侵越到案。二、每盐400斤为一引，合银6钱4分，加以诸杂费，为1两8钱8分。三、各州县民犯由州县给照赴场买盐，其附近海州者，即在海州请。令。四、于各场市中的立局场，以便造户交盐，民犯纳税。五、民犯买盐出场，由卡员查验，然后吩咐指销口岸。六、委员主扎清口。七、严斥文武查拿匪棍。八、防河。九、定运商任销法，以保畅案。十、财漏规。时窟学严厉之官须立举萧然一旗，不变，数不为动，委员领运倡导。继而人知其利，远近浮凑。言传贤伪抵案，为数10年中所未有。未及4月，请运之言矣。PG 639。逾30万引。是岁海州大灾，积民赖此转移庸职，全活无算。是法成本既轻，颜值纯净，而售价又贱，私贩无力，皆改领票。言但所试行者，仅在湖运治案，宛之凤阳、怀远、凤台、临碧、富阳、颍上、亳州、太和、蒙城、阴山、泗州、盱眙、武和、豫之、汝阳、镇阳、上蔡、新蔡、
西平、遂平、习县、确山。禹时案在江苏晋之山阳、清河、桃园、邳州、睢宁、宿迁、赣、渝、沭阳、安东、海州31州县，而皖之寿州、定远、霍山、霍丘、六安、豫之信阳、罗山、光州、光山、固始、商城11州县，皆悉所定为倡案，上人就法也。13年，乃一律改票，为前1科则较元额为减，复1元额引征1两5分1厘，亦一个。费定银2两5分1厘，永不一家。于是所谓改者，为利由江运之桐城、舒城、无为、合肥、庐江、朝县、滁州、来安及由高邮湖运之天长9州县，以地与淮南相错，为宜招犯，起进贯之端故也。其立法在改道不改捆，盖淮北旧额未尝不清，而由畅运制。口岸每引成本已达10余两，价不偿本，故官不敌私。今票言不由杠坝淮所旧道，而改从王营减坝渡河入湖，且每包100斤。出厂更不改捆，只抵口岸，除盐价钱粮外，只加运费1两，和湖船价1两，每引5两有其，减于钢盐大半。其将运数万引役。仿此。自改章后，非特玩客有营无处，兼书场合，捐一场，修考院，百废具新，盖为以轻克敌私，以畅销一额，故以一纲行。2纲之言，即以一纲收2纲之客。时颇欲推行于淮南，不果。即29年，湖北武昌塘角大火，烧盐船400余号，损钱粮银本500余万，群商请退。于是总督陆建营从护理运使同联言，请淮南改票法，较淮北为详。如运司书立积弊，则改为领引纳客，设扬州总局办理。汉口辖费虽裁，而应酬人多，则改为票盐运至九江，验票发犯，盐船经过桥关，有撤验规费，则 PG 640。改为罢撤后不过所撤，在龙江一关验票结缴，于皆停免。盐包出厂至江口，其驳运船价及杠盐个人供勒索，则改为商自顾密。凡省漏规岁数100万，又减去至引30万，年之行109万引。每引正客1两7钱5分，杂客1两9钱2分，经费6钱5分8厘，时按正客同，杂费减半。其要犹在以代连之以盐为新引之。加金以盐者，以4缸盐船遭火，而商以纳客，利的不运，故定为每运新盐1引，代以盐200斤，每引600斤，出厂至宜真。改为60金子包，一引10包。计财服费，又多运盐200斤，成本清减过半，故开办数月，即全运1缸之引，楚西各按盐价骤见农民欢声雷动。是年2淮时收银500万两，虽2缸后复引。至客亏，则以起票自10引至1000引不等，大范围小贩跌价抢运所。5. 史数行于淮北，亦自10引起。然淮北的爱，淮南则广，故利必疏。又职越乱起，矬物全废，
非无补救之方也。其在长卢，乾隆以来，镇杂客共征70余万。自嘉庆14年，南河大公每斤加价2文，谓之河公加价。5年，又因高宴，大公加价。3年后，半归商，半归公。8年，复将充公1文归商，然历年欠项已积至千数百万矣。时银价详贵，商亏弥巨，于是又加价以调剂之，或1文或2文。炫一行减引并包法，改卢盐300斤成引，连加号包所重340斤，搬运注包等费，历年加增，亦足并商。今以10引改铸9包，减引1成。21年，再减引2成，照前改铸。24年，又奏停额引15万，减去客银6万余两，而困人莫苏。盖本因服费重而欠客，因欠客多而增价，官盐价贵，私盐成之，即遵6属，销贩与官为敌，而永平7属尤甚，不得已改为官办。28年，商道引悬，河南20州县，直隶24州县，为运积引至100余万，未完积，欠至2000余万。命定郡王载权、仓场总督纪之昌会同直隶总督讷尔金额查究，每引因费重需成本5两有奇，乃就政客倘 PG 641例杂款积欠厘为4类，其盐价每斤减至前2文以敌私。斤重则每引加150斤以续商，州县漏规则严刑裁汰。引的悬案，则直隶招商、河南改票，皆先克后严。至停引原县5年载酌斩，约每引摊算仅2两有奇。其在山东，乾隆以来，引票政客征银189880余两，杂款共101800余两。自嘉庆初，倘席递增至21万余两，较政客增倍。14年，南河大公加价2文，每年应欠29万两，较镇杂客又增1倍。17年，复议加价1文，以半归商，半弥补商欠。而当年客项不能完，乃归次年代征。代征又未完，乃按年分县，或12县，或20县，递年推展。至道光元年，将河公加价停征，而积欠已530余万，然尚完。客额5年，因高宴大功，又议加价2文，奏明3年后半归商，半归公，然所完仅及半，政客反因之拖欠。至7年，全纲清败，于是设法调剂，以积欠款为一案，4宴公加价归商后，弥补躺本，着留129万升息，余银27万。至12年起限，分20县把缴，南运每引加25斤，北运加20斤，其归补救。欠之半文加价，并归商以轻成本，免征南运13州县与票的零取等6县验公加价以敌私。而就欠计现年应交躺席犹不能完，于是将报拨之1文验公加价悉数归商，并将1分躺席减3厘。此道光15年也。时银价日昂，
亏折弥甚，待领取等9州县票商盗伐，因改。官运17年，命盐务归巡抚管理，巡右1加2文。23年，停引票2成，以8成作总额，并停于引。27年，又一引的加价2文，票的加1文。余年，各按进道悬20余处。时兴9，积欠计800余万，而15年后所欠正杂客又90余万。19年后积欠80余万，27、8年皆未奏销。于是定郡王等会同山。东巡抚徐则纯奏准将2年奏销免其造报，积引停运，积欠停征。PG 642。自29年始，改为先课后盐，除有商运州县外，皆改官运。无论官商，每印加70金，倘袭每印减1钱，18年2文加价，一减1文，以便明时。其在浙江，自道光元年才巡盐御史，以巡抚率陈营监管盐。正陈营书言，嘉庆15年前，辅臣蒋优先清查浙江运库店，缺银数仅55万余两，辅10载乃至173万300两。元耳来引用，旧缸未闭，新缸即开，套搭行销，不能以一缸之客归，一缸之用，而每年奏销有定限，但完正客，即报全完，其代书之款及外用银，并未斟足，历次何享又须拨解，是以不得不于珍存营内挪垫。而商捐用款，每欲交办公事，兼商复借民服之。臣今敕运司欲之解银两，如本款无银即停给，或不得已，亦止。以外款垫发内款，不准以内款垫给外款。嗣后至6年，销数皆积额运，库存银128万。自7年至10年复短销，仅存11万。盖因巡抚陈韩章请加增余价，言贵引用所致。待11年停止，销数遂至9成。29年，命知昌往查，时又短销，仅至5、6成。乃请江亭歇各地招商承办，并酌加盐金。其在广东所办县银颇多。盖越盐至西省，每包生出盐10余斤，似又添买余盐万包，发布运销，按9折校线，是为称头。盐线约27000余两。庆远等5府苗疆食盐无引额，皆捆运。余盐交进部代销，为土司盐线约5000余两。海船运盐造户补船户号，官为收买，发商运销，是为花红盐线约4000余两。粤省古铸岁资滇铜10余万斤，滇省广南府属岁资粤盐9万余包，每年2省委员办运，至百色交换，谓之铜盐互议。又广州住房食盐、育婴糖盐各数10包，皆取之于盐，按包计线，借此充外之经费，故无杂客。正享有部贩、平头、纸珠等银。又东省盐船所过抽税约4000余，西省约4万余，其倘袭则8万余。各项历年拖欠，出省河因损款多，致奏销迟缓。道光20 PG 643
4年后，朝侨疲至，甚于审核。然军心糜烂，广西怀严全弃于的，而越客游时的8、9焉。其在四川，始以铜川府之射洪、彭溪产盐为望，嘉定府之兼为乐山、荣县、叙川府复顺次之。不数年，射洪、彭溪场反不如兼、乐、富、荣。方乾隆49年，各处盐井衰歇。有临郡者，观盐察道，听名川井不加客，属盐时盛，为铜川南如初。且产盐花多八少，又兼盐用草工费，致欠客7万，使一语。奸商何行，以12年为限，期满归清积欠，应请续和12年。及期满自办。府一载即欠2万余，于是复请续和。至道光8年，3次期满，而其场产盐越少，每年仅完正客，不完现节。现籍、现余节者，于缴客节缴时交纳也。时汉州、茂州、巴州、建州、彭州、什方、射洪、盐亭、平武、江油、彰明、石泉、营山、宜陇、兴宁、郎中、通江、安岳、罗江、安县、绵竹、德阳、梓潼、南江、西冲、景延、同良、大足、定远、荣昌、龙昌31州县，因鲁衰销至，商道暗悬，民在进场买盐以食。正杂客营归入地丁贪征，盖盐商奢侈，家产日衰，乃密因户出，租于引商，名曰号商。所完客县，须交引商封纳，引商往挪用，且官复有与为弊者。至30年，全纲颓废。会徐则纯为总督，查积欠现节银共23万7千余两，未缴残银22万8581张。于是着拨代销，将豪商姓名入册，则其自行封。时为监，副边商及成都、华阳记商稍殷实，销案易畅。余皆疲至，而同商尤甚，乃撤出前边所行水印，交监、副两商承办。其在云南，自改章后，私盐尤多，而诸井或常缺额，又在以西、以南。其东北于石川盐，东南于石月盐，至南如其道。光6年，总督赵胜整书请就井积盐多寡，定的行销。御史廖敦行右盐分地形盐，部若广称子井。上命新任总督阮元试行。其 PG 644。后诸大井淹废，由赖子井易注，乃复正云。长卢于咸丰8年，经蒙古亲王森格林沁防京，奏准将道光28年减价2文起征，明盐经复价的银18万余。10月匪北犯，运道多阻，沿吉训县之道口镇，自道口南皆以贩运商审案费，有余力，而做的引商，借官行私，所获尤厚。故同至5年，河南巡抚因河防，又议行销河南引盐，每斤再加2文，得8万两撤防。以7年银阳大公号倘百数10万，改为银公加价。于是教道光末增款26万。
山东因免费，不能南运。同治3年，积银130余万，分8年代销，虽不议提拨到光18年1。文加价解充金饷，每年约加银7万，而政客未能全完。河东自嘉庆14年南河大功，每斤加价1文，较乾隆克额，已增至16万余。17年加入吉兰泰火引，又6万余两。河东沿向清淮岸，至道光11年，淮北改票，反灌河东，而伤利益困，乃将火引减半，河工加价减2成，既由招商变为举报，又变为牵商，破产者众。咸丰2年，命户部侍郎王庆云往查询，奏定留商行票，分立总案，商运严制，发贩行销，才隔州陷漏，归银27万余两，运城商所摊工费7万余两，并支持价用贵，由做商销罚，将其的出租做时销价，火租者按年轮晒。先晒者到挖盐根，炖丝肥己，故每名价至120-130两。于是盐禁，定白盐不得过60两，青盐不得过40两，则路节省等。银摊入通省以内，每引9分，另筹经费办公，每引7分，并着加盐金，计成本引仅1两6钱。商情乐服，原将火引之半及加价2成完纳。为己因商90余家，以及军需，共捐银300万，给用免充商执照，改为民运民销。山西、陕西、河南为官运官销，删除河工火引节费名目，定每斤征客银3厘5毫，每名河银150两，较前增7万余，此咸丰4年也。时长江梗阻，河东以清淮江大畅，先后加河南灵宝口岸引300名 ，PG 645。山西可兰等实土沿13州县引2494道，为陕甘盐池就辖于河东。康熙28年，改令花马小池归甘肃江城管理，而大池如故。自咸丰5年，陕西巡抚王庆云亦改客归的。丁庆云炫调山西，吴镇谕之奏言，陕民贫乏，若真严客，历时不遑，小民纳无盐之客，暂快卖无客之盐，是书欠允，请敕谕省改招为便。欲与庆云会商，寻改为官民并运，实库款之处，不亦令河东抽离迹象。巡抚亦难行，地于俄引加引，每民各取现余，约加银5万。直隶总督因海防疫请加金加价，庚申刚遂加银600名，辛酉刚加500名，共加银48万，然为辛酉刚全完。炫指陕回乱，捻匪窜河南、陕西，销路骤塞，乃着停加引。两淮于咸丰3年，以江路不通，南沿无商收卖，私贩肆行，不亦令旧厂征税。4年，复令拨盐引运赴岐山，向荣大营抵饷。宜良炫奏议引为金，每100斤抽税钱300，以240文报拨，以60文作外销经费。时湖广总督、江西巡抚皆以淮引不至，请借运川、
越盐分授于太湖南北，江西则实闽浙粤之盐。部亦由官借运，部若画司为官，奏准川越盐入储，商民均许。范玉为则堵司隘口抽税，移税后给诏放行。北盐自军营提盐抵项，遂为5人垄断。提督理事中部下赋，罢领盐，占盐不足，则下场自捆，家私之弊，不可纠结。同治3年，御史刘玉怀书请整顿，是下江都曾国藩。国藩书论淮南盐务，运到南通，筹办有2难，一在临盐清灌太久，西岸时，浙司、粤司而兼闽司，除岸石川司而兼陆司，引得备战10年。民借以计时，官亦借以抽离，是不能骤决。一在里卡设立太多。淮盐出江，自仪征以达楚西，层层设卡报税，诸军养食，性命相依，不能概彻。臣思办法不外书销、清本、保价、度司4者。自临盐侵占淮界，本清立后，淮盐难与之敌。察之既繁，笃且。PG 646。申辩。既为重税临司，比临本重而淮本轻，数临盐化司为官。淮盐役的进步。现以资湖广，江西各督府将临司离京加抽。待至淮运日多，销路日畅，然后逐之而生其境，此书销之略也。近年楚西之盐，每引完厘在15两以上。今改封卡抽收为到案，销售后汇总完厘。前收15两有期，今除案之11两9钱8分，西案9两4钱4分，皖省4两4钱。既减厘以便商，人先受而后纳，此清本之略也。商贩求利，皆原价昂，然往往跌价抢售。其使1、2奸商临贩，但求谢物先销，不肯首日赔利。其后彼此争先，越跌越贱，虽欲挽回以保成本，不可得也。现于楚西各按设都销局，盐运到案，令商贩投局挂号，悬牌定价，挨次轮销，时而盐少，民无实贵之余，时而销至，商无亏本之虑，此保价之略也。盐法首重缉私，大伙私销，不难不拿，最易偷漏者，包内之重金，传户之家带。现改复道光30年旧章，每引600金分8包，每包给卤号7斤半，包索2斤半，共重86斤，刊发大票，随10天给，并于大圣关、大通、安庆等处验票。结缴，如有重金加带，即提盐充公。其各案之间行临盐者，亦另给税单，苟无单犯私，即按律治罪，此度司之略也。又论淮北盐务，有必须停止者3，即宜整理者4。曹臣以清淮设防，令厂商每包捐盐5斤，每引共20斤，炫应逐。包捐缴不便，改每运盐100包，代缴5包，其印完盐客即售出盐价。虽今无唐奏明作为清淮军需，但资诸而取之，所谢而派之，殊非正体所宜。此须停止者亦也。徐州本山东引的前因年分。
引未到岸，京都办徐宿军务田在田奏准散运北延，话收东客。日久必多，采买则私自赴场，受销则旁亲晚借。今东引业已通行，不能再拖借运虚名，宜倾销时换。此须停止者二也。北延已改捆为禁盐，未改为毛盐，皆须纳客方准出湖。近来私销具串银变，蓬贩毛盐，赌之盐，则银元出而包庇，积之疏，则关。PG 647引进被占销，此须停止者三也。夫却言之法，革其弊而立自新。臣所谓整理之方，盖亦就诸弊既去，因势利导耳。淮北刚引前奏至戊午为止。今于5月皆开几位新纲，为兵险后户口大减，断不能销46万引。请先办正额296982引。引收正客1两5分1厘，杂客2钱，又外办经费4钱，仓谷和费盐补银各1分，他款一概删除。此献筹整理者亦也。近来军想赖严离接济，而处处设卡，商贩视为畏途。从前每包约完厘，钱2000余。今拟自西坝出湖，先在五河设卡，每包收500文。运赴上海，在于正阳关收500文。他卡只准验票，不准重收。盖非减厘不足以清本，非财卡不足以续商。此献筹整理者二也。淮北解项，项以10城分摊。临淮军营4城，滁州4城，安徽府营2城。金陵、滁两营以裁，而曹城应量与波计，嗣后人应矣。10城分派，陈营5城，府营4城，曹营1城。论兵数则小有头益，论救治则无甚根章。此献筹整理者三也。北延每引力定400斤，捆4包，每包连卤号重110斤。近来战盐出湖，皆在西坝改捆，大包重130斤，盐票不符。臣以严禁，并余力给大票外，将每船装盐包数一填明仓口清单，数可度必重就轻，不至以多报少。此献筹整理者4也。均如所请行。国藩更张盐法，与陶术不同者，数亦在散轮，与玉亭、若灵同。国藩亦在整轮，与全德、曾玉同。然玉亭、若灵筹办散轮，必前2月之轮卖毕，再开后2月续道之轮，未尝不以散玉整，数十失其意。故国藩鉴于抢售之弊而主整轮，原有总战都销之设，亦以保场价，亦以保案价。总战初以仪征为易修复，设于瓜州，后案为水孽而辟，复以仪征。都销局2案于汉口，湘案于长沙，西案于南昌，皖案于大通。未几，国藩移都直隶，李鸿章继之，其所增捐，莫要于回圈给运。其法以任引之事病，归都销，比商贩售出前党之盐，即皆请后党之引。出行之淮南。PG 648。后及于淮北，
盖参纲法于票法之中，以旧商为主而不议新商。商有事业，则官有责臣，是以前验资撤迁流弊为少，自是利任。寻之。至光绪5年而增引之说起。增引者，不资淮北增额8万。时总督沈葆桢书言，近年盐商以票价昂，寄于增引。历任言，臣经盐政者无过曾国藩，每审定一法，必举数10年之利病，如深入其中，而通盘计之。然淮北引额仅定为29万有奇，岂置国际商情于不顾哉？盐政之坏，首由额服于销，其始上免。夫奏销之限，久乃不可收拾。于是新臣套搭，为己而统销容销，矣又为己而代真停运矣。惟额少则商少，商少则梯必易，书销易易也。8年，左宗唐都两江，乃请增引，淮北16万，淮南2岸11万，湘岸4万，皖岸4万2千余。不议淮北照行，其2岸仅增3万，湘岸1万，皖岸1万7千余。即曾国权力任，复将淮北加引奏免。盖两淮政客出和之，造河工、铜金等款，支180余万，每引真银1两余。织造河工、铜金者，因盐政运司养廉后，漏规益多，每年借送织造银22万，捐助河工5万。三藩之变，滇同阻隔，派各盐差，采买捐办，水缴又5万。及雍正中，才减养廉规费以为正款。四复及他项。于是政杂内外之款岁据，每引增至6、7两，自改。票后始清。同治中，引的未付，而以离补课时过之，正无庸增。引也。至南盐销数，向以2岸为多。即为川盐所据，同治7年。国藩请归附引的，不亦令川盐停止行处。湖广总督李汉章书言，未可停，惟于沙市设局，以川8成，淮2成配销。后以包计。淮盐较川盐每包斤少，民2成时不及1成。10年，国藩复言，川清淮的，当使淮8成而川2成，或淮7，川3。今楚都矣。想数据，恐川盐不畅，入款骤减。臣所求者，淮盐的销行处。PG 649。按则商气苏，原将应得离营，多拨数成或全数归2。命川、楚都府会议。国藩等书言以武昌、汉阳、黄州、德安4府还。淮南、安陆、襄阳、云阳、荆州、宜昌5府，金门州人准川盐。介销湖南之岳、长、李3属行销川盐，岳州、常德亦应归淮。李州暂销川盐。经不议准。光绪2年，贵州肃清，御史周深述书陈川盐引的已付，请将湖南北各府州全归淮南。不议如所请。于是保真奏称湖北川黎，每年报布150余万串，计合银不足90万，请令淮商包完。然湖广督府以川黎有定，律包饷。南平、河慈坦川拒淮。至8年，
宗堂复疑文商榷，弃不果行。长卢自顺治出之征客20万2千有其。12年，按民治查。初宁享酬商低诸缺额等款，照旧征解。康熙中，复增客增引，遂至42万6千有其。乾隆纪年，以逐年务客，参革者众。于是众商公议，完客外每引捐银2钱，以备弥补，名为参客。待道光末，客额越重，案悬越多，于是又添悬案客，每引交银4分，而仍不足。致仕国藩督职书言，任商计交际库银签余两，以与保商以3年定限，凡欠在县内，于本商追缴2成。其1成纲总与初节之散商分赔，过县级无赦，以免未必从之。是时严惩自国藩、弘章、保真外，为宗堂及丁宝珍以能名。同治初，宗堂府浙、书言自金陵县淮盐清灌行、嘉、松3所，为少所勉励之助。后行盐的多部首，浙省义县及浙东客复使赤绍兴暂办票盐，省城及嘉、胡既定，而就商力难运。萧请将4所通改票盐，并设局稽查销数。经不议准。10年，御史其陈奏言，浙东府局于商贩盐制，折低其价，以便盐行收买，炫富高其价，以便转售，立归中保。应请裁撤。不。亦敕下巡抚杨昌训查复。巡抚称两浙本先克后盐，自改票运，因商力薄，仅完半克，其半克4销后补完。拟撤盐行人。PG 650。刘府局督催后半克银。报可。福建当乾隆时，西路延平、建宁、邵武3府属15州县，东路福宁府属5州县，南路闽侯2县，归商办，号商帮。南路福州、兴化、漳州、泉州4府属21州县，由官办，号官帮，亦谓之县澳官帮，包与商办，名普户。嗣后，云配西路各商代销，于是有代额之名。商帮以客轻，乐于承运，而本客转拖欠。嘉庆初，乃行代征与减引法，炫革除代额，久之道罢相继。道光元年，乃改迁商，时旧欠皆价新商。加以场务废弛，官居省城，听海船庄盐，私相买卖，谓之变海，流弊滋多。至29年复道罢，乃改官运，而承办者矣。运本办入囊橐。盖闽省行盐，乾隆时用团秤，每100斤折身法秤，160斤，以30斤底长折好。嘉庆中，改用布法秤，又不给号盐，其单引折盆引每100斤仅给42斤，另作100斤售卖，而完代额100斤之客，是以亏折日甚。其后法越变越坏。同治4年，宗堂为闽都，乃请改票运，敕各场官驻场。西路以引商为票商，县澳以普户为贩户，用盐道票代引，名曰贩单。西路以3时引起票，
东南两路及县澳以100银起票，盖西路每银670。5金，东南路并县澳每银100金故也。财杂客，令政客1两加号。役钱，于领票时交纳。外抽礼5钱，于行沿各地设局抽收。计。西路每银真银4两5钱零，东南路及县澳4钱4分零。后以西路客重，奏减每客1两随真离4钱。凡旧欠各款或免。倘袭计免，倘本则令陆续归还。是年真客号离银40万余，待收旧。欠客19万余，即以40万定为正额。行之数年，商情大欢。司犯敛记。陕西花马池盐客，向邮部正使收纳。及同治12年，宗堂为陕甘总督，因西垂用兵，改客为离，在定边设局抽收，名曰花定盐离。于是陕西盐吏归于甘省。PG 651。出川盐以滇前为边岸，而前岸又分4路，由永宁往曰永岸，由合江往抵前之仁怀曰仁岸，由福州往曰福岸，由綦江往曰綦岸。致使运商困弊，所事以畅销者，为记处一册。及淮南归附颍的，至颍积至8万有其，积欠现结百数10万金。光绪初，保真都川，定官运商销，先从事前岸，筹章程15条，曰裁减服费，曰清离积颍，曰浊河代销，曰局运商销，曰兼办计案，曰引归局配，曰展现奏销，曰严定交盘，曰慎重出纳，曰认真前离，曰实给传价，曰删减引地者，运商项于作商租引配。盐引给银20余两，由商总租收，作为课税现结，领缴引费。及官吏委员提课规费、商局公费，余数2两，分交各作商。至是历年现结，运商已缴，本应全额。为因年久，估准存1两。曰天制半票，曰着留津贴，曰着给奖序。设总局于泸州、4岸，各设分局，其到原堂迥为督办。其后皆办滇岸、川盐行滇之。昭通、东川两府有张窝、南广两局，谓之大滇边、小滇边。其办理较前岸为难者，滇自有言，侵越罪易。保真筹渎恶法，至5年乃开运。自官运商销，即本年边际各额引全数销清外，附带销积引万余，所收税现结离及各杂款又100余万，而奸民不变。会上遣恩臣同华查办他案，至川傅顺父身亡于诏假造户据词呈控，请改官都商销，有旨垂询。保真奏言，官都商销，立归官宇。商、官运、官销，全归官，流弊皆大。为官运商销，官商可相前置。继而控案训民，奏请拿办。待光绪末，各纪案亦多改。官运焉。此外如奉天邮纳税改行引，自康熙中停止，无课者170余年。同治6年，将军都兴阿奏准行阙礼法，每延一阙东前迁。
为本地军需。光绪3年，将军崇后请加作2400文。8年，将军崇启再请加2400文，明48盐厘，是为练兵之款。10 PG 652。7年，户部筹饷加2400文，明24盐厘，是为解部之款。24年，将军依课堂阿加1200文，明12盐厘，是为新学之款。此三项总称84盐厘。28年，将军曾其右奏设都销局，每经加阙至前4，谓之加价，以为官本。然原亦由官设局，收买治仓运售，名为都销，实则官运也。值日，俄战起义，未实行。32年，将军赵尔巽请裁都销之名，在奉天立官盐总局、吉林、黑龙江立分局，听商就摊纳税运销。33年，东三省设行省，总督徐世昌又改官盐总局为东三省盐务总局。于是吉林、黑龙江始实行官运。初岁征客银24万或40万。及尔巽至，满100万，其后至140万。蒙古盐相归藩部经理，其行销陕、甘者，以阿拉善其吉兰。太池盐为大宗，俗谓之红盐。道光以前，听名运销。咸丰8年，使招商承运，每100斤收银8两。同治间，遭回乱，商困客不。今宗堂改客为厘，今加至前5。其在山西者，亦红盐最多。嘉庆初，阿拉善王献吉兰太池，由官招商办运，江口外各大同、朔平2府及太原、汾州等属，向实土盐州县，划为吉案。引地至17年废除。凡入口者，由沙湖口征税，每斤1分5厘。其外上有3种，曰鄂尔多斯奇盐，曰苏尼特奇盐，俗谓之白盐，曰乌珠穆庆奇盐，谓之青盐。初照老少盐吏，于口内行销。嘉庆末纳税，至光绪时，皆改用抽厘法。其在直隶者，则青盐、白盐。光绪28年察哈尔都统奏，请抽厘，每斤至前4，约年的银12万有奇。明年，热河都统亦照抽，每斤5文。是年直督又请在张家口设都销局，在口外设场收盐，招商承办，每1000斤包纳客银2两，约年得3万有奇。33年，热河亦设局，每100斤征银4000。宣统元年，减为2钱5分，约年得6万有奇。新疆相听名撤销。光绪34年后，始于今河盐池征税万。PG 653。4400两，迪化征5100两，鄯善征2400两，余人无税。初，盐厘创于2淮南北，数皆重。自国藩整顿，乃稍减。既已归附淮冈，又益重抽川厘。咸丰5年，定花盐每引万斤抽厘8两，似因商贩私加至17000斤，川都骆秉章请就所加金案，引加抽17两，共正厘25两。
后各省皆加。及光绪实行同元，盐价以按增，而离京外更易加价。其事起雍正时，盖长芦盐价自康熙27年定每斤银1分4毫至1分2厘6毫不等。雍正6年，巡盐御史郑产宝书称，商客用银，民间买盐用钱。康熙时，银1两换至钱1400、500，每盐1斤，钱16文。今每两合钱2000，而盐价如故，亦有减。至13、4文者，以钱1银，不敷原数。应请部承会同都城详议。至10年，提准每斤加银1厘。乾隆后推行他省，然其意在续商而已。嘉庆5年，长芦巡盐御史官玉英川除未尽，奏请加价。既用仁宗谕曰：以想虚扰及闾盐，正不为也。今计食盐者，每日只1、2文，若增价则人人受累。且私贩必因盐价过昂而起，以合供需费，道光后尤多。至光绪2年，办西征粮台户部侍郎元宝恒奏请各省一体加2文，以两江总督省保真力争乃。请4世新政举行，往不取诸严厉。如20年因日本购信设防，部资各省每斤加收2文。27年因筹还赔款，加4文。34年因抵补药税，又加4文，办抵补练兵经费，办归产盐省，分拨用，其最著者也。时将立即商会议，迁以滞销为忧，而是不能以，自是所入较道光前又增数倍。然长芦经权匪之扰，商本损失，致借洋款。山东引票各地，自同治6年着归官办，必斗书多。河东人归官民并运，而不能畅销。福建之票运，四川之官运皆然。广东潮侨就由官运，致使与6贵统归商办，成 PG 654。孝义卦。云南子敬，存者寥寥。而淮浙衰必尤甚。宣统元年，度支部尚书载泽书言，淮南因海事东迁，鲁气渐淡，石港、刘庄等厂产盐既少，今沙场且不出盐。若淮北3厂离海近，鲁气上厚，唯利盐出于专池，力须按池定引。近则专池以外，广开池基，甚至新基以增，就摊位化，至产额亦无限制。而南商同德昌在淮北铺池，北商有以为不便。两者产盐之旺，首推余姚、岱山，次则松江之元埔、清村、横浦等厂，皆板晒之盐也。而杭、嘉、宁、绍所属兼盐各厂，卤料亦购自余姚。近年卤贵兴昂，成本加重，商家既舍兼而取晒、造，户亦废造而停兼。兼数日为，故龙头、长亭、长陵等厂久缺，而注重转在于岱。余姚海滩距厂远，岱山孤悬海外，向不设厂，虽经历局建熬，而官收有限，私晒无穷。此产盐各处之情形也。淮浙行盐各有引的，而豫之西平，
遂平，九成废案。襄之衡、永、保三府及晋州，本怀界而萧越延，鄂之安、襄、云、荆以五府及荆门州，本怀界而萧川延，浙之温、台、宁、处等处之抽离尚未行隐。就目前情形论之，淮北以三犯转运，余案情每多隔膜，故票贩不问官销，狱犯又多归怨胡犯，此其并在商情之不相连，而各省抽税，是亦足以并商。淮南有4案，都销、权等运司，故运司不能治都销，分销亦不尽受辖于都销。此其并在官权之不相统，而商情涣散，是亦足以自并。这场据场近者有奸隐、驻隐之分，距场远者有冈地、隐的之别。加以官办商包，其法不一，纷纭破碎，节节补居，至捆严出场。沿途举卡之流难，传户之家带，则皆不免。此萧延各处之情形也。淮延行于苏、皖，与浙延、东延引界陵，行于豫岸，与东延、卢延引界陵，行于西岸，与浙、闽、粤延引界陵，行于襄、鄂两岸，与川延、鄂延引界陵。而鄂之襄、樊又为卢司、陆司所冠，襄之衡、永、保又为越司所占，两浙引的苏、皖。PG 655。西3案皆与怀陵及本省之温、台等处，亦为闽司所侵，此皆犬牙相错，时起争端。近年京汉铁路通车，贯豫省而下淮、卢之争更烈。将来津浦、粤汉等路告成，淮界且四面皆敌，然此由延陵司也。尤甚者，皖、豫同为淮界，而皖之颍州与汝光界壤，则以家驾轻而及豫岸、台、处同为浙境，而处之境云为台商承办，则又以包离为而轻及处郡。江西建昌久为废案，晋设官运局以图归附，而贬驾敌司。抚州以于道观，上海租界，相为司守，晋设事务所以筹官销，而越界行运，苏蜀时有则言。是以淮亲淮，以浙亲浙也。大砥砺之所在，人争趋之，故谓易。所事为积私言耳。然辩勇与败，不能治销贩，而转扰平民。地方官亦以纲法久废，不复则成，亦存模式。此又引介皮连葛处之情形也。近来筹款，以言为大宗，而淮、浙居天下中心。关于全局尤重，为整顿计，非事权统一不可。拟请将盐务归城部总理，其产盐省分，督府作为会办盐政大臣，行盐省分，均兼会办盐政大臣衔。制约可。其盐南商铺持者，盖光绪33年，淮南因盐不敷销，于淮北列子口尾当左营增铺新池，谓之济南盐池。34年，北商称有爱旧池销路，今江都张仁郡另按淮南缺额，以10万引为率。三贩转运者，淮北票盐就由票贩自原运至西坝，授于湖贩，再由湖贩运至镇阳关，按轮授于案贩也。
载则既受督办盐政大臣之命，乃设盐政处，按各区分为8。先筹淮北。章程4曰归附西遂废案，曰撤退淮边卢店，曰体恤陆捐商类，曰包缴御省离价。资商河南巡抚吴仲熙为末条监持人就。载则又奏定于西坝设盐理总局，临淮关设撤验局，于局卡西财3饭统改案犯，准自付总局完纳厘金加价，定每银为银币2元2角，遮收库平银1两6钱零，均依次收清。制土销银的，酌减银币4角，遮收1两2钱，较原额少3成。PG 656。此2年7月是也。直隶张家口外收蒙盐各厂，向邮商包办。宣统元年改为公司。制事复改设官站，以各州县为引案，邮商包引，每年2万，征银15万7千。四川规定各地票运，咸丰后增至60。8州县官运常为所爱。制事奏查仅造就现有者为讹，严禁偷卖，以度票私。3年，以大清银行款700万，直隶银行款60万为卢商偿外债，收引第36归官办，设局天津。其永平。7属，道光兼邮州县办客。光绪29年，改设官运局。制事。与新河、萍乡2县无商任办者，统归经局经理。初与各国通商，违禁货物，不许出入口，严其一也。乃奉天之大连、旅顺、吉林之长春，有日本盐；吉林之珲春，盐籍；有朝鲜盐；黑龙江之满洲里、黑河；吉林之东宁，有俄罗斯盐；广西之镇南关、云南之蒙自，有法兰西盐；香港、澳门所在清管。至山东胶州湾租界于德，而清即墨盐厂，奉天辽东半岛租界于俄，又转于日，而占荆州盐滩，与富州之交流，奉名两岛。有包购于盐，派员缉私2亿。后缉私策行，购盐不果。广东广州湾租界于法，吴川之茂辉厂为所占，每运盐至香港及越南销售，以入内地，实皆败乱盐法。治矬政者当有以善其后云。卷第124至99。时或5。PG 657。前法查法况正。前法太祖初著，天命通宝，前别以满、汉文为2品，满文1品前直教汉文1品为大。天聪应之。世祖定鼎燕京，大开驻局，始定1品。于户部治保全局，工部治保原局。顺治通宝前定制以红铜7成、白铜3成搭配骨铸。钱签为12000，签串为1卯，年铸30卯。每钱重1钱。2年增重2分，定钱期每准银1分，就钱备之。民间颇并钱柜，以更定10每准1分。各省正遵事开铸，先后开山西、陕西、密云、济、宣、大同、延绥、临清、盛京、江西、河南、浙江、福建、山东、湖广及荆州、常德、
江宁3辅助局。5年，停盛京、延绥2局。6年，移大同局于阳河。7年，开襄阳、云阳2辅助局。8年，停各府、镇驻。10年，复开密云、蓟、宣、阳河、临清驻局。出户部以新铸钱足用，钱代为崇祯前人暂行，予准废同书官。常以直，并进私铸及小钱、伪钱，更深就钱禁。4以书官9部。禁，通令天下，限3月其必书，于县行使，罪之。是年停一书通钱法，以8年增重1钱2分5厘为定式。目左汉文一厘2字，右保全注一字曰户，保元曰公。各省镇并注开局地名一字，如太原曾、元字、宣府曾、宣字之类，钱签准银1两，定为画一通行之制。禁司局，犯者矣。王法赃论。时官钱庸制，通以敛散法，着定金，外局钱，配搭。奉享。钱粮旧制真银7钱3，接着为令。而指省局钱不经司铸成之，簇拥不行，悉罢铸，专人保全、保元，今造1钱4分。重钱，木用满文，比私铸监于作伪。现行前限3月销毁。更定。私铸律为首级匠人罪斩决，财产没官为从级之情买使总。甲10家长之情不守，地方官之情，分别作斩缴，告监赏银50。PG 658。亮。17年，复职审注，令准重钱事，目监用满。汉文。康熙元年，注纪元前，后凡4位改元，皆注如例。高宗内禅，注干。隆前12，嘉庆前18，非常例也。自改注1钱4分钱，兼名。折私销，乃定律罪之比私铸，遂禁造铜器，为私销也。18年，申言其禁，军器、乐器之属，许造用5斤以下者。时重钱销易少，值苦昂。23年，允前法侍郎陈廷敬纠复1钱旧制。9之钱贵如故，乃申定钱直禁，银1两1钱无的不足1000，然钱值终不能平。纪年银1两1钱880至770，乃发5。陈平跳钱1银以平其价。自旧钱深进，而民的僻远，由杂志钱行之。24年，巡抚金弘以为言，学士徐干学书称，自古皆古今钱相兼行使，听从民变。因隶属历代旧事，谓自汉武朱以来，未尝废古，而专用金。随销古钱，明天其后尽扩古钱充注，钱之变也。且钱法币，可资古钱以成泰，故意待人听流通。省敏处领外夷，听民行使。上委其言，尽宽就钱废钱之禁。是年定其及私铸。私销罪如律。41年，以循旧制改清钱，私铸复起，停陈请。罢小制钱，仍铸1钱4分重钱，新旧钱暂兼行，新钱签准银1两，旧钱准7钱。诏从之。
然私铸竟不能止。45年，山东请铸大钱，会获得常山私铸，上以私铸部。进大钱，必多私销，宜先收后进，乃令钱粮银1两，遮收2000文。钱进，遮收铜器。户部以新钱不敷，请斩至5年后悔就铸。月2年，襄阳司铸钱铸曹搜入京，大理清塔敬太奉命会查书，请严禁收回。再犯私铸私犯罪如律，传户运变罪同私铸，地方官知情，斩决，没其家，失察，夺职。法亦加严。官局用铜，自44年间采颠产。雍正元年，巡抚阳明时，请遂运颠铜入京。廷议及山铸钱为变，应开云南大理詹义寺。PG 659。局铸运金钱，目文曰云泉。上以钱为国宝，更名宝云，并令直审局钱，目首宝字，赐省名纯满文。其后运金钱，时铸时罢。乾隆2年，以钱价久不平，敕大兴，宛平至前行官衙以平钱价。上念私销害尤甚，亦厉行铜器禁。官非3品以上不听用。就有铜器限3年内输官，余县以私藏禁物论，以禁人造，罪比。道铸为从，遂通令禁造铜器。寻议沿县制，为1品使听用，余悉禁之，藏匿私用，皆以为禁论。12年，上以钱重则私销，轻则私铸，令赋1钱2分就治。13年，定减钱边律罪为绞监。后先是尚书海望以铜禁并名，书成4弊，高宗然之，遂罢禁。同收铜令。复以京师钱价昂，银1两仅役800文，诏发工部结圣库钱。评价。御史陶正进书陈钱价不平，必由经济度害钱法，具命革除之。浙江布政使张若正言钱贵必在私会，如使配合铜签参入典析，铸成清钱，则销者无利。是之验，应采其意，铸与黄钱兼行。定私铸千钱禁，为首级匠人绞监后，为从级之请买使。简易等。申言贩运及囤积制钱之禁，凡积钱至100千以上，以为立论。上谕廷臣曰：今之严禁者，异地补偏就弊，非能正本清源也。物之定值以银不以钱，而官民乃皆变钱不变银，趋利之徒，以使低昂为得计，何轻重之道治也。4是宜重用银，凡直省官修工程，民间总制货物，皆以银。22年，两广总督李世尧请进旧钱、伪钱，上以民见杂，用无三贵，利用弘化、昭武诸伪钱，帝听自检出，官为议之以充铸，旧钱人听行使。24年，回不平，班氏于业。耳腔铸乾隆通宝，枚重2钱，木铸叶耳腔名，左满文，右回文，用红铜，并毁旧朴耳钱充铸。月2年，阿克苏请铸，如叶耳腔例。复允西藏开铸银钱，重1钱与5分2种，
文曰干。PG 660。龙宝藏木用唐古推字，边郭10年分。以上2类钱，地行之。回藏内地不用。29年，令回部铸钱，永用乾隆年号。时至中叶，钱直昂，直省皆增卢广铸，价暂趋于平。会同。运迟滞，是快居其增值，害钱法，通斥都府吴的亲请停卢减卯。纪年私铸益多，四川、云、贵为渊薮，流不及江浙、云、贵。官钱亦以不善罢铸，又自律严私铸，常宽之以收回，有明示矣。行诈私钱日出不穷。57年，湖广总督毕沅请收买吴立县，上谓湖北乃私铸总会，不图尽绝而欲私所以谢过，命严缉私犯。仍予宽限2年。59年，以官司钱错出，钱见，乃暂罢直省。注：私钱通县1年收缴，而立须原为监。嘉庆元年，复直省铸。至10年，直省未尽复卯，钱复贵，通斥各都府按卯古铸。然4是橘丝丝铸相种起，金菊钱制轮锅肉好模糊脆薄，宝酥铸。中杂沙子，直的极碎，而贵州、湖广丝铸盛行，江苏官橘丝橘。秘密。至道光间、闽、广杂行，光中、景中、景兴、嘉、龙、诸夷钱，兼名利之，则从仿造。贵阳大定官局亦别铸底大钱法自是易坏。时华阳护士以获一银，帆船冒进，遂漏出以千万计，欲使黄中模张元贤以为言。而大计、小计、蓬头、蝙蝠、双柱、马见各种藩银，亦前输内地以归利，自闽、广通行至黄河以南。而洋商复挟至各省海口，洋制货而因市银，至洋银日多，文银日少而贵。上患之，命粤都申严禁曰：然所进不及洋银，仿铸之广版、浮版、行版、吴庄、行庄，号华银如故。御史黄觉资请并进使出洋，更立专条，亦从重科。17年，诏沿江沿海都府、海关监督，敕属严缉偷漏，定功过，刑赏罚，而海内银促浩劫，每2亿钱长至2000。廷臣谋所以重钱以杀银之事，而已。革不行。先是道光中叶，银外泄而贵，朝野皆欲行大钱以救之。广 PG 661。西巡抚梁章据书言其例。文宗即位，四川学政何绍基力请行大钱以复古旧时。上议出不谓然，促与官票，保超行焉。超常行。于顺治8年，遂造128000有奇，10年而罢。嘉庆间，试讲学士蔡之定请行超。咸丰2年，福建巡抚王奕德亦以为请停。亦以挚爱难行，却之。是时银亏钱馈重，而均需合饷米倘2000，数百万，筹国计者，虑以行官票请。次年，命户部及议会清等请敕部制造钱钞与银票相辅并行。票钞制以皮纸、鹅蹄、户
部官票左满、右汉皆双形，重标2两平足色银若干两。下曰户部奏行官票，凡原将官票兑换银钱者，与银一律，并准按部定章程搭交官项，伪造者一律治罪。编文龙抄额题，大清宝钞汉字平列，中标准足至前若干文，旁八字为天，下通宝，平准出入。下曰此钞即代至前行用，并准按成交。纳地丁钱粮一切税课捐项，今外各库一概收解。编文如票，大钱当迁至当时，凡5等，重自2两递减至4钱4分。当千、当500，净铜铸造，色紫；当100，当50，当10，铜铅配铸，色黄。100以上文曰咸丰元宝，以下曰重宝，木满文局名。4年，以罚铜，兼铸当5铁钱及制钱，以而更铸铅制钱。乾隆间，金局用铜滇洋兼资，后专行滇运，时以道耿铜制，故权宜出此。定议票银1两抵制钱2000，钞2000抵银1两，票钞亦准是互相抵。民间完纳丁粮税课及一切官款，亦准5成。今外应放库款如之。大钱上下通行如票钞，抵银如制钱之数，书官以3成，铁钱通用如大钱。阻挠罪以为治，伪造钞票斩监后。司注加言，通赤京外设置官钱局，巡以知审严不奉行。嗣后，亦于各府置钞局，发大钱于行殿，比钱钞通融户役以便民。丁良搭收票钞，零星小户银钞伪零，搭交铜铁大钱，皆先从直隶、山东实行。官吏折勒违法，商民交易不平价，从严处置。7年，令顺天直隶各属钱粮，自本年上芒始，以10银4成，宝钞3成。PG 664。当时铜铁大钱3成搭交，一切用项亦按成搭放。循从户部议。自本年夏芒始，直隶照银7票3征收，大钱3成即纳在钞票3成内，交票交钱听便。然钞法出行，始而均享，继而合工，搭放皆称不便，民情遗阻。直审搭收5成，以款多抵拨计间，搭放遂不复肯搭收。民间的钞积为无用，京师持钞入市，非故增值，即逆货持。项官号商铺，所得皆4项大钱，不便用，故钞行而中外兵民并之。其后京师以官号7折钱发钞，直亦低落，至减发亦穷应付，钞遂不能行矣。大钱当千，当500，以折当过重罪先费，当100，当50计费。铁钱以私票耿之而易费，乃专行当10钱。道助从起，死罪日报而不为止。局钱亦见恶，杂私注中不复便，奸商因之折减挑剔，任意低昂。商贩换的大钱，皆果足3成搭收。图章文告，屡禁罔效。法弊而恼法者多，故未有记也。当时钱行督9，然一钱当至钱2，
出国门即不通行。咸丰之际，铜苦乏，申进铜，收铜令。铜制出，铸钱所资，为商铜、废铜，当10钱减从3钱2分。光绪9年，复减为2钱6分。时孝亲显皇后瑞意欲复制，下廷陈议，以颠铜运不如额。姑氏杨同交机器局事注。户部奏称机器局铸钱并经局开炉之不便，亦指罪其猥亵，促命直隶总督李鸿章于天津行之，重准。议前，遂赏唐炯巡抚衔，专督云南铜政。14年，广东市铸机器钱，以重库平7分10余目。24年，命直审铸8分钱，而京师以制钱少，行当10钱如故。32年，铸铜币当10钱，民不乐用，于是创铸银、铜元，设置银行，私化一币制，与东西洋各国相抗衡。初，洋商群及粤东、西班牙因极力银钱大输入，总督林则徐谋自铸图抵制，以不适用而罢。4是墨西哥、日本以国币相灌输。光绪14年，张之洞督粤，使用机器如是试铸，李弘 PG 663。张继任续陈之，文曰：光绪元宝，库平7钱2分，广东省造木角龙，并铸3钱6分、1钱4分4厘、7分2厘、3分6厘4种小银元。中国自行银钱自此始。湖北、江西、直隶、浙江、安徽、奉天、吉林以次开铸，寻以广东、湖北、江西所铸最称。便用，许以应解经响拨充铸本。直省未开铸者，敕从复铸。今外收放库款，准搭3成。因命刘坤仪、张之洞、陶模筹议3局，造铸事宜，以复由户部核定。7省所铸规模成色苦深差，不利通行。会造币总厂陈，拟撤其3，而留江南、直隶、广东为分厂。初铸准重墨元，议者颇非之。之洞始于湖北试行1两银币，户部亦以中国历算，速准2钱分厘，应定主币为库平1两，而以5钱、1钱小银币计铜元，制钱辅助之，令总分厂如是造型。铜元铸10闽、广、江苏计之。时经局停铸，命各运数10万入京，由户部发行备用。沿江、沿海省分，并敕筹款复铸。而直省陆续开铸，造币总厂反后成。总厂拟铸之币凡3品，曰金、曰银、曰铜。最先铸铜币，自当制钱20降至当2，自重4钱。降而4分，凡4种，文是直省小义大铜。直省曰：光绪元宝。总厂出痛直省，4定曰：大清铜币，皆石某所造，木皆龙纹。紫铜铸，直省兼亦用黄铜。凡私造铜币，伪造纸币，罪是制钱。甲等初铸铜元，为补制钱之不足，炫验其余力，新政想须皆取给焉，尽铸征收，乃至不能敷铸本。两江总督周复手书其币，
户部为立法县治之，既与政务处上补救8事，宣以开筑者多至。17省，省治2、3局，恐中南沿化以乃令山东归并直隶、湖北归并湖南、江南，安徽归并江宁，浙江归并福建，广西归并广东，和奉天、河南、四川、云贵为9场，由部派员会办，遣大臣周立察和，与户部筹定会办事宜。故同源以基建，当时前仅能及半数，民司局司颇从兼弊。应准营者，同源折合，累制亏损，物价降贵，民生日益凋敝。省与省府相杂，制不相流通。PG 664。山东巡抚袁术勋继承石海，时总场出铸铜币，上刘宝全铸6分。至前，广东请改铸1文钱，由总场颁示通行。34年，命各同源厂加铸1文新钱，如同源氏，盖存1文旧制，即为同源补旧也。自大理少卿盛宣怀奏设通商银行，译者以东西洋各国皆有。国立银行能持国内外财政。29年，允户部请设置官营，行以不专其名，纠合官商资本400万，通用国币，发行纸币，官款公债皆主之。寻为发行纸币，并开纸印刷2场。会户部改度之，更银行名曰大清，设正副监督各一，造币总场役。如之，银行内并附设储蓄银行，划一币制，再入各国新订商约。部亦宜先审定银币，试行效，则基金铸币3品之制，可使同条共管。地纪元纪两，上持2端。德宗下其事于都府，事有以时。行商约速定币制请者，下政务处合议，各都府议先后议上。主两者至11省，主元者仅8省。度支部前一颁布用2，遂定1、2为主币。复由部设币制调查局，而审慎于铸造推行，划议程色分量之间。至宣统2年，仍前定名曰元，银币1元为主。币5角、2角5、1角3种，镍币5分1种，铜币2分、1分、5厘、1厘4种，为辅币。银币重7钱2分，余地降，并撤直隶银铜造币厂，而留汉口、广东、成都、云南4场。前所铸大小银元，暂照市价行使，将来由总场银行收换改铸。3品之制，首金，次银。光绪中叶，因金磅岁腾长，每磅自华银4两1钱6分5厘增至8两有奇。御史王鹏运，通政司参议杨仪至常建议基金仿铸。30年，户部书请备造币之用，纳官者皆准金。出使大臣汪大燮及沿用金之例。孙宝琦则请对内用银，对外必预计用金。廷臣之论国币者，亦以不征制用金。币制不为完善，皆请速定用本位金，促未能实行云。茶法我国产茶之地为江苏、安徽、江西、浙江、福建。PG 665。
四川、两湖、云贵为最。明时茶法有三：曰观茶，处边一码；曰商茶，给饮真客；曰贡茶，则上用也。清音之。雨闪，干邑。番马。他省则照商发饮纳客，兼有商人腹部领销者，亦有小贩领于本籍州县者。又有州县承饮，无商可给，发种茶园户经济者，户部保全局驻刷引邮，背书立款，直审谕其请领，年半年销。茶100斤为一饮，不及100斤谓之鸡零，另给户帖。行过残饮，皆脚步。凡伪造茶饮，或作假茶新贩，及私与外国人买卖者，皆按律科罪。司察之官出言明制。陕西摄巡视察马御史5，西宁司驻。西宁、陶州司驻明州，河州司驻河州，庄浪司驻平番，甘州司驻兰州。巡改差不员，又令甘肃巡抚兼辖，后归陕甘总督管理。四川设盐茶道。江西设茶饮批验大使，历江宁府。遂征之客，江苏发引江宁批发所及今西县属张主、胡差两。巡检司。安徽发引前山、太湖、歙、休宁、伊、宣城、宁国。太平、贵池、青阳、铜陵、建德、芜湖、六安、霍山、广德。建平17州县。江西发引徽商及各州县小贩。此3省税课均于经过各关按则征收。这将由布政使委员给商，每引征银1钱。北新关征税银2分9厘2毫8丝，汇入关税报解。又每岁半上。用吉林秦内廷黄茶共110余篓，由办饮委员于所收茶饮买价内办解。湖北由咸宁、嘉鱼、蒲圻、重阳、通城、兴国、通山7州县领饮，发种茶园户经济作销。建始县给商行销。作销者，每饮征银1两，行销者征税2钱5分，客1钱2分5厘，共额征税客银230两有期。行茶道官人行报税。湖南发善化。湘阴、浏阳、湘潭、益阳、幽、安化、邵阳、兴化、武冈、巴陵、平江、临湘、武陵、桃源、龙阳、沅江17州县行户，共征税银240两。陕、甘发西宁、甘州、庄浪3茶司，而西安、凤翔、汉中、同州、榆林、延安、宁夏7府及神木1分。PG 666。销烟。每引纳官茶50斤，于50斤由商运售作本，每100斤为10币，每币2封，共征本色茶136480币。改折之。年每封征折银3钱。其原不交茶者，则征价银共5730两有期。亦有不设饮，只于本地行销者，由各园户纳客，共征银530两有期。四川有复饮、边饮、土饮之分。复饮行内地，边饮行边地，土饮行土司。而边饮又分3道，其行销大。见鲁者曰南路边饮，行销松潘者曰西路边饮，
行销琼州者，曰琼州边尹，皆纳课税，共课14340两，税银49170两，各有其。云南征税银960两，贵州课税银60余两。凡请引于部，立收指价，每道以3厘3毫为率。盛京、直隶、河南、山东、山西、福建、广东、广西均不颁引，故无课。为茶商到境，由经过关口输税，或略收落地税，付关税造销，或汇入杂税报部。此嘉庆前行茶事例也。绝后泰西诸国通商，茶务因之一变。其市场大者有3，曰汉口，曰上海，曰福州。汉口之茶，来自湖南、江西、安徽、河本省所产，溯汉水以运于河南、陕西、青海、新疆。其输至俄罗斯者，皆专茶也。上海之茶尤甚，自本省所产外，多有湖、广、江西、安徽、浙江、福建诸茶。江西、安徽红绿茶多售于欧美各国。浙江绍兴茶输至美利坚，宁波茶输至日本、福州。红茶多输至美洲及南洋群岛。此3市场外，又有广州、天津之服3所，洋商一群集焉。盖茶之性喜郁恶寒，喜湿恶燥，有碧碧飘烈之风，最适于中国。泰西商务虽盛，然非其土所宜，不能不养给予我国，用此轻轻遍及全球矣。其业此者，有总商，有散商。领引后，行销各有定域。亦有兼行票法者，如四川自乾隆52年开办验公查票后，名目甚繁，然地形于产多或销畅之区，非遍及各州县也。为干商旧，分东西2贵，东贵多吉利山西、陕西，西贵则回民充之。自 PG 667咸丰中回匪滋事，既以盗贼充斥，两贵均无人乘客。总督左宗唐勘定全省，乃奏定章程，以票代引。遴选新商采运湖茶，是曰南贵。时领票纸800余张。四定为3年一案，领票准加不准。简。即自光绪13年至27年，逐案加增。30年，又于湖票外更行销1塔之竞票。弃于宣统2年，茶务日盛。茶之语言、办法略相似，唯言为岁入大宗，故掌国际者地。复于言而总和之。其实但有课税，除江浙俄引由各官征收无定额外，他省每岁多者1000余两，少之数百两或数十两。及陕甘四川号为边引，亦不满10万斤。咸丰以来，各省次第行离。光绪12年，福建册报至19万余两，他省款亦渐多，未给收。数复处。宣统3年预算表所载，茶税特百30余万而已。顺治初元，定茶马势力。上马给茶币12，中马给9，下马给7。2年，察御史辖5茶马司。
时商人多越境私贩，番族利其直谏，趋之若鹜。兼番僧持意往来，加代司察出关，吏部能节。户部奏言，陕西以茶一马，民有诏给金牌勘合之力，今可勿用，但定价值。至番僧所至，如官吏纵容收买私茶，听巡按御史参究。茶马御史廖潘龙又言，茶马就额11080匹，崇祯3年增解2000匹，请永行捐免，并从之。4年，命巡视茶马满，汉御史各一，直隶河保营地当张家口之西明。12耳多斯部落曾于此交易茶马，旋封闭。致仕，户部差理事。官履刊以状文。遇人准户事。7年，以甘肃旧例，大饮必茶。官商均分，小饮纳税3分入官，7分给商。御祀后各饮均由部发，照大饮吏，以为中马之用。又旧例大饮赋60币，小饮赋67斤，定为每茶1000斤，盖准赋140斤，听商自卖。13年，以甘肃所中之马祭足，命陈茶变价冲饷。14年，复以广宁、开城、黑水、安定、清安、万安、武安7间马番，命司马司察没入变价。原留中马之用者，悉改折冲饷。18年 ，PG 668，从达赖喇嘛及根都台集请，于云南北胜州以马一茶。康熙4年，遂裁陕西院马各监，开茶马市于北胜州。7年，裁茶马御史，归甘肃巡抚管理。19年，以军需籍，加福建茶客银350两，至26年豁免，并除湖广新增茶税银。四川产茶多，其用渐广，户部亦增引，弃康熙末，天泉土司、雅州、琼、荣、今、名山、兴繁、大邑、灌县并有所增。24年，行科给事中求原配盐桃、明珠处额茶30余万币，可中马10000匹。陈茶每年代销，又可中数万匹，请遣员专管。36年，遂差部员都理茶马事务。40年，以陕西司察充斥，令盐茶往来名人，凡携带私茶10斤以下勿问，其驮载10斤以上，无官饮者论罪。44年，以奸商事有潜力，皆分代灵运司犯转多，敕照旧缉捕，停差部员，仍归甘肃巡抚监理。自康熙32年，因西宁五司所存茶币年久易烂，经部议准变卖后，又以兰州无马可中，将甘州旧鸡之茶，在五镇凤享内营7茶。3. 按陈搭放。巡又定西宁等处停止一马，每新茶1币折银4钱，陈茶折6钱，冲饷。至61年，复增西宁、庄浪、明州、河州茶饮，各处所存旧茶，悉令变卖。雍正3年，遂议自康熙61年始，5年内全真本色，5年后即将旧茶变卖。4是出陈一新，宗以5年为律。4年，定陕西行茶，
改令产茶地方官给发传票，照商人引木茶树开明。如于不引外搭行印票及复茶不遵定额者，照司严律论查验。失茶故纵，均加处分。8年，命陕西商运官茶，于旧历每100斤，准附带14斤外，再加号茶14斤。又谕四川茶税皆论圆。论述夫数有大小，圆有宽狭，岂能一致？若据以为额，未得其平。应照斤两收纳者，该府详议。寻议旧历每斤针克2厘5毫，金蛋针4丝9忽有其，前后悬绝，应酌减其半，无论。边土复印据纳银1厘2毫5丝。石川茶行销引上部 PG 669。夫于是复增，各府州现在行给发。9年，命西宁5司赋行中马法。10年，又命众马印鉴发茶。时安徽亦增引，照四川。历以于引暂存司库，欲不敷时，配给行运。13年，复停干。肃中马。始定云南茶法，以7斤为1桶，32桶为1引，照例收税。乾隆元年，令甘肃官茶改针折色，每币输银5钱。时西宁5司陈茶充任，令每封减价2钱，克其变卖。2年，以江西南昌等32州县的不产茶，四川成都、彭、灌等县滞销其引，或停或减，并或除客银。7年，免甘肃地政处之客，乃命西宁5司征本色。8年，免四川天权所欠乾隆7年前之县余结缴。成都、彭、灌等县之未完银两。11年，甘肃巡抚黄廷贵奏言：西宁、河州、庄浪3司、番、明错处为茶市赖。2年矣。粮一茶，计用茶65500余封，一杂粮38100余石。请者为例。报可。13年，定甘肃应征茶封，每年收2成本色，8成折色，并声明水陆各路运商验引结缴法，推行安徽、浙江、四川、云南、贵州。24年，从甘肃巡抚吴达善言，命西宁5司茶封，照康熙37年例，搭放各银奉享。25年，吴达善又言，甘省茶客相为中马社，今其志已停，在甘庄2司地处冲渠，西河2司附近青海，有销路，为陶司偏僻。商销茶经，历年俱改别司售卖，而交官茶封，仍归陶库，往往积至数10万封，使请书销。应将陶司额班茶饮改归甘庄2司给商征客，四陶司库驻搭享完日，即行财态。27年，陕甘总督杨应居复条上书销事宜4： 1. 官茶应改征折价业。茶甘肃库驻官茶，项例如存积过多，改征折色。今5司库内，自乾隆7年至24年，已存150余万封。今前府丞吴达善奏准每封作价3钱，搭放冰响，已搭放40余万封。在市4观察日多，
非10年之久，不能全数书销，且每年 PG 670。商人又增配24万封，商茶既多，官茶亦至。莫若将商交耳。陈官茶5万4千余封，照例每封征折价3钱，4成茶销售将完。再征本色。1. 商茶应准减配也。茶干速茶法，商人每应交茶50斤，无论本折，即系额客。外有充公银3万9千余两，亦系按年交纳，无书正公。至商人自卖茶封，每应只应配正茶50斤，连副茶共配售30余万封，商人即以配售之茶纳客。今吴达善奏准增配以书商利，并无客项。地茶封既增，又有搭放冰享之官茶，